不能活了！天杀的小娼妇，克死我的三儿，又要想着带着我家的钱改嫁，没天理了，活不了了，我死了算了。儿啊，你等等娘，你媳妇儿是个狐狸精啊，她要带着咱家的钱改嫁，不能活了。四凤回来了，四凤啊，快劝劝你娘。你娘要是走了呀，剩下你们仨孩子可咋办呢？虽说你奶奶人不好相与，可是再怎么说还有你们仨呀，快去啊，好好和你娘说话。姐，五凤跑过来，一头扎进了四凤的怀里。奶要钱，娘说没有，奶骂娘，骂得难听，还打娘，娘气晕过去，被救，娘要走，火狼二伯打。在五凤的哭诉中，四凤明白了事情的始末。他奶奶姚周氏来要钱，他娘说没有，姚周氏就开骂了，不仅骂了还打了。碰巧那个货郎来了，姚家老二打了货郎，然后他娘就要跟着货郎走，这就闹开了。打水来，给咱娘洗洗脸。五凤打来水，四凤亲手给他娘擦了脸，又把他娘的头发用手梳拢好，桃木簪插好。娘，我送你走。四凤的话如同晴天炸雷，炸得场中所有的人都愣怔了。你个吃里扒外的小蹄子，小贱人，瞎胡咧咧什么？老二，快去叫老大，叫你爹，都过来！不要脸的要跟人跑了，来人呐，进猪笼！老三家的呀，你要是敢走，老姚家扔不了你，把你进猪笼，扔进小河。点个订阅吧。娘，走吧，跟着他走，至少不用再挨打受气。凤儿，走吧，走了总有条命在，不走连命都没了。我娘在我家受尽了委屈，你要对我娘好，否则天南海北我都能找到你。你放心，有我一口吃的，总不会饿着你娘，即使是乞讨，第一口也是跟你娘。好，我信你，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娘，小东宝我会带好的，你放心，要是想他了，想我们了，就回来看看。快抓住贼婆娘，他想偷走我们老姚家的孙子，他还要带着咱老姚家的钱改嫁，不要脸的，打死他！快抓住了，进猪笼！四凤啊，你真要让你娘走？爷，那您说咋办？我娘留下，见天让我奶打，你也知道了，我娘跳过2次小有河，好在都被救回来了。可是要我说，还不如不救，救回来还不是让我奶欺辱？你瞅瞅今天打的，这是往死里打呀！爷爷，我爹已经死了，我不想娘也死。我娘走了，至少还有条命。我们姐弟仨还有个活着的娘，我娘不走，我们仨可就真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了。姚老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四凤这话对得他不知道该怎么接。瞪我做啥呀？你个老东西，屁本事没有就知道瞪我，有本事你让我三儿活过来，我打他骂他咋了？我是他婆婆，打他骂他天经地义，老祖宗传下来的，谁也说不出个啥。小娼妇，狐狸精，克死我三儿，拿着我家的钱想改嫁，门儿都没有。你生是我老姚家的人，死是我老姚家的鬼。老大老二，把他给我抓回去。谁敢动我娘？谁要是敢动我娘，我先砍死谁。点个订阅吧。我是你奶奶，你敢不孝，我要去衙门告你。凤啊，娘跟你回去，娘不走了，你把刀放下。娘，东宝还是不要带了，你若真想带，等你安顿好了再回来带也行。子凤，把刀放下，小小年纪成何体统，传出去还要不要名声？村长伯伯，正好有事询您，我爹死了3年了，我娘也守了3年孝，现在我娘改嫁，我同意了，不知道我娘改嫁村里可有什么章程？这个妇人改嫁，只要家里人同意，村里没有什么章程。那好，我同意了，我娘就能改嫁了。娘，听见了吗？你安心走吧，你改嫁也是经了村里的，往后谁要是再找你麻烦，谁就是和村长过不去。既然改嫁，总得有彩礼，哪有娶媳妇不给彩礼的？一个突兀的女生，不用看，四凤就知道是姚老二的媳妇李翠花。对，想改嫁先拿彩礼，没有10两银子休想。既然说到彩礼了，我虽然年纪小，但也听说了，有彩礼就得有嫁妆。奶，你准备给我娘准备多少嫁妆啊？嫁妆？啥嫁妆啊？她一个寡妇，改嫁的还有脸要嫁妆？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不往家里捞东西，胳膊肘往外拐，老杨家怎么有你这个东西？
你咋不跟你爹一起死？哦，我忘了，我大姑和大凤姐出嫁的时候，人家婆家都是给了彩礼的，可是最后奶您可是一条线都没有陪嫁，害得我大姑还有大凤姐在婆家抬不起头，是不是？你胡说！你个小东西，这么好看，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点个订阅吧。哎，少说一句吧，也不怕人笑话。啥？笑话？谁笑话呀？谁家女儿给嫁妆了？你问问。你要是问出来，我一头栽茅坑里。我姐年前出嫁小韩村，我爹我娘给我姐准备了2床被子、2口箱子，还有4季衣服。就是啊，我老姑出嫁，我奶还陪嫁了5两银子呢。你们家是你们家，老姚家的规矩就是没嫁妆。老三家的，你要是再走一步，我们也不拦着。10两银子拿出来，老姚家和你俩不相干。拿不出来，你这辈子就是我老姚家的人。货郎闻言，翻身上的小布包，可是翻来翻去才凑够了1两银子。姚周氏两眼放光，狮子再小也是块肉，你要是敢伸手，我就敢砍下去。你是要手还是要钱？反正我不怕死。我娘要是再跳河死了，我们姐弟3个迟早要被你折磨死，早死是死，晚死也是死，终究是死。索性今儿我就把你砍死了，我再抹脖子，那样我娘、五凤、小东宝还能有条命。不得了了，亲孙女要砍杀亲奶奶了，还有没有天理呀？娘，你们走吧，钱收起来，等你们安顿好了，让人捎个信回来就成。还有你，以后挑担走货，不要再来杨家里。四凤一把柴刀横着，老姚家人没人敢再上前，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货郎和姚宁氏走了。都回吧，没什么好看的。走，都回，别光顾着看热闹，地里的活谁干呢？柴刀该还我了吧？金旺叔，多谢你的柴刀，真及时，要不然我娘还走不了呢。等我发财了，这么好看，送你一把新柴刀。点个订阅吧。一群没用的东西，一把柴刀就把你们吓住了，好歹还有1两银子。呸！养你们有个屁用，气死老娘了！五凤，去看看瓦罐里还有几个鸡蛋，拿出来，咱们今天做个鸡蛋疙瘩汤。姐，鸡蛋疙瘩汤好喝。对，好喝，以后啊，咱们天天喝。姐，真把鸡蛋全吃了？咱们不吃，难道还等着别人来把鸡蛋抢走？姐说的对，与其让别人抢了去，还不如自己吃了。姐，娘走了，往后我们该咋办？放心，咱们会越来越好。吴凤，你去瞅瞅缸里还有多少粮食，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查看一下。娘走了，咱们以后得靠自己。不过你放心，有姐在，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姐，娘是不是不回来了？吴凤，你觉得娘走好还是不走好？咱娘寻死过2次，这你知道吧？爹死的时候，娘都没死。娘为什么寻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还不是他们欺负娘欺负得太狠，娘觉得没希望了。吴凤，娘跟着货郎走是为了活下去，娘要是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哭吧，能哭是好事儿，哭完了以后这家里的事儿你就要担起来。小东宝你也得管起来，赚钱的事儿我来，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咱们仨一定能过好，气死他们。现在姚宁是不在了，家里就他们姐弟3个，那些人还不把他们家抢个精光。四凤决定先养条狗，这找狗的事儿交给杨大壮，让杨大壮去找这条狗，慢慢养。点个订阅吧。姚四凤，你找我做啥？站那么远做什么？我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你？麻烦你个事儿。你说不麻烦？我想养条狗。哎妈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养狗啊，简单，六蛋家、赖皮家都有。赖皮家的刚下了一窝，你要我立马让赖皮给你抱一只。不要，他们家的狗太温顺，我要厉害的。这事儿只有你能办成，我也不急。你啥么吧，一定要厉害的。四凤说完，也不再看杨大壮，径直走了。姐，奶来了，奶把柜里娘扯的花布拿走了，还把半罐猪油也拿走了。二伯娘摸了咱们的瓦罐，没摸到鸡蛋，把锅里剩1碗鸡蛋疙瘩舀走了。打我，力就打我，姐，力就打我头。他打你哪儿了？这儿。小东宝摸摸后脑袋，脸上还挂着泪珠。那如果没有大人拦着，你能打得过他吗？能，肯定能。上回他抢我东西，我咬了他。成，姐现在就带你去东院，别管别人，见到立秋就咬，听明白没有？不咬出血，不许撒开嘴。立秋呢？立秋，四凤找你。你找俺立秋啥事儿？
四凤没有回答三凤，只看着西厢房。李翠花拉着丽秋出来：“哟，到我们家来做啥呀？找娘来了？你娘跟人跑了，改嫁了，不要你们了。总算知道你们以前在镇上怎么过了。这三弟妹往门口一站，钱哗啦啦就来了，这来钱的门道还真是快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刚才是你打的东宝？是我打了又怎样？东宝，刚才你怎么给我说的就怎么做。小东宝猛地冲上前去，疼，娘啊，疼死我了！小兔崽子，属狗的，敢咬我儿子，看我不打死你！你动小东宝一下试试，你敢打小东宝一下，我就砍立秋2下，不信你就试试。叫你打我，告诉你，我姐说了，以后你要是再打我，我就咬你，把你咬出血。我的天爷呀，这是出人命了！该杀的小兔崽子咬我儿子了！二伯娘，我这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想动刀子，你以后少去我们家，万一您再去偷了什么东西回来，我脾气一上来，刀不长眼，伤了您可不好。出了东院的门，身后是姚州市的骂声、李翠花的哭声和立秋的嚎叫。东宝，告诉你吴姐，刚才你干什么去了？吴姐，我把立秋的胳膊咬烂了，还出血了。啊，姐，这合适吗？二伯娘没有打东宝。没什么不合适的，立秋打的东宝，东宝咬回去扯平了，我拿菜刀吓唬二伯娘，二伯娘没敢动。啊，可是你是不是觉得小东宝挨那一下也没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五凤犹豫了半天才点点头，他娘就是这么说的，忍一步海阔天空，有些事儿不用计较那么多。咱娘一直说忍让是美德，没错，忍让是美德，可是那得看对什么人。对东院那些人，这么好看，你觉得忍让好吗？点个订阅吧。咱奶见天的来家里搜刮，家里但凡有点好的都被他搜刮走了。他是咱奶，搜刮就搜刮吧。二伯娘呢，偷偷摸摸进咱家，哪回空着手回去了？他也是长辈，咱们忍。立秋呢？立秋和小东宝是堂兄弟，立秋这么欺负小东宝，小东宝还需要忍吗？那是不是说以后只要看见立秋，小东宝就得躲着走？五凤，咱娘忍了，忍得跳了2次小有和，是不是说咱娘把命搭上去了，也是应该的？小东宝就应该被立秋欺负，咱们西院就应该被东院的人欺负？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五凤，我明白你的意思。以前你是听咱娘这样的教育太多了，一味的忍让，但是现在娘走了，家里就剩咱们姐弟3个了，咱们要是再忍下去，连条活路都没了。我知道的，姐你别生气。姐，家里的粮食我看了，西厢还有1袋稻子，2袋玉蜀黍。四凤盘算着，这点粮食他们3个人勉强能维持2个月。五凤，我准备去找村长伯伯，把咱们村南4亩水浇地租出去。租出去是不是有钱了？咱们不要钱，要粮食。现在地里还长着水稻，4亩水稻收割，凭咱们俩也弄不好。我决定租出去，到时候他们给咱们15斗稻子就成。我不懂，姐你决定就行。四凤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五凤也说不出什么。之所以和五凤说这些，是尊重五凤的意见。点个订阅吧。四凤再次走出家门，往村长杨正元家去。见到四凤，杨正元一愣：“村长伯伯，找您有点事儿。”“啥事儿？说吧。”“村长伯伯，我想把我们家那4亩水浇地租出去。”“什么？租出去？地里的水稻马上就要收割了，你这个时候租出去亏呀。”“知道，村长伯伯，可是你看我们家，我娘走了，就剩我们姐弟3个，谁也不是干活的料，所以我想把4亩地租出去。”“你们家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难呐。既然要租出去，你准备租多少钱？多长时间？还有，你和爷爷他们商量了吗？”“先租3年吧，3年后看情况再说，不要钱。今年稻子收成了，给我们家15斗稻子，以后每年都是12斗稻子。如果有人愿意接，村长伯伯您帮忙做个中人，写个字据。”“你要不要跟你爷爷他们商量商量？”“不用，商量不着，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了算。再说了，村长伯伯，您又不是不知道，若是商量，他们肯定不乐意。马上就要收割了，他们要是收割了去，我们家连15斗稻子都得不到。”四凤离开杨正元家，半道上遇到了杨大壮。“四凤，找到了，北头猎户严大巴拉家的黑皮下了4只小黑狗，你要不要？要了，我立马给你报1只。”“成，要了。
杨大扒了家的狗最厉害，你这个忙我记下了。杨大壮挠挠头，嘿嘿嘿笑了笑，一溜烟跑去抱狗了。吃完饭，天已经黑下来，五凤给小东宝洗了，让小东宝先上炕睡。四凤，狗来了。杨大壮在院墙外喊，四凤扑哧笑起来。这么好看，口这么好看，也是狗啊，点个订阅吧。四凤回来了。爷，你来有啥事儿？听说你要把村南4亩地租出去。是，租出去。咋了，爷？你想租？眼瞅着就要收割了，4亩地能打的稻子可不止15斗啊，亏呀！再说你们姐弟不会干，不是还有你大伯二伯吗？到时候爷爷带着他们帮衬着就行了。咱庄户人，地是根本呐，没了地，你们姐仨儿以后怎么办呢？姚老爹说的话是肺腑之言，四凤能听出来，但是他信不过姚老爹。姚老爹如果当家，如果说话管用，他娘姚宁氏也不至于跳了2次河。爷，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我信您，但是我信不过大伯二伯。我把4亩地租出去，还能得到稻子；如果不租出去，让我大伯二伯帮着种地，没准儿一点粮食都得不到。到时候我们姐弟3个吃什么？总不能讨饭吧？说什么话呢？你大伯二伯不是那样的人，他们都是你亲大伯亲二伯呀。四凤笑笑没答话。姚老爹叹着气，知道劝不过四凤，垂头丧气的走了。姚老爹走后没多久，就听姚州市骂骂咧咧上门了：“小死妞，给老娘滚出来！”“奶，你找我什么事儿？”“小死妞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不跟家里商量要租地，我看谁敢要！老娘骂他们底朝天。那4亩地虽说是给你们家的，但说到底还是老姚家的地，你不种我种。奶，你想种可以，每年给我20斗稻子。”“啥？你怎么不去抢啊？20斗，1斗也没有。”“奶，看来你是诚心这么好看，不想让我们姐弟3个活了。点个订阅吧。我们仨不会种地，租出去，谁租了谁给我们稻子。您倒好，不仅要地，还不给我们粮食。那成啊，我们也不租了，给您，连村西的3亩旱地也给您，都是你们的。我带着五凤、小东宝去镇上，去县城找县老爷告状，说我奶要逼死我们，不给我们活路。五凤啊，带上东宝，我们现在就上青阳城告状去。”“你个小死妞，你不孝！”四凤轻蔑地看着姚州市，又闪眼看了看周围看热闹的村民，声音拔高了几许：“别打着老姚家的名号来欺负我们！你欺负我娘，把我娘欺负的跳了2次河，最后把我娘逼走了，是不是现在就准备把我们家的地都霸占了，然后再把我们仨赶出去？我们家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奶，你可是我们的亲奶，你的心怎么这么毒啊？难道我爹不是你生的，是你捡的？”“你胡说！老天爷呀！”“诸位叔叔大爷、大娘婶子们，我们家就我们姐弟3个，年纪小不会种地。村南我们家的4亩水稻地，谁要愿意承租，可以去找村长伯伯，咱们签个字据。今年给我们15斗稻子，连租3年，以后每年12斗。我姚四凤说话算话，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了算。”“姐，咱奶要是真不让咱把地租出去怎么办？”“放心，如果咱们偷偷的把地租出去，东院阻拦，咱们说不定还没法子。但是现在已经嚷嚷开了，村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要把地租出去，咱奶阻拦就是不给咱们活路，这一嚷嚷反倒有利于咱们。没事儿，地很快就会租出去。点个订阅吧。村长伯伯，劳烦您了。现在四凤没什么能酬谢的，等四凤有了能力，绝忘不了您的照顾。”“你爹当年多好的一个人呐！算了，不说了。往后啊，你们姐弟3个，但凡是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我家，我不在，还有你伯娘在呢。”“伯伯放心，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四凤揣着字据回家，到家门口碰到姚老爹和姚老大、姚老二。“四凤，租给大奎家了？”“租给他家了。爷，您放心，大奎伯伯不是那等无赖人，不会赖账。字据村长伯伯那儿还留了一份，保险着呢。”“保险个屁！屁大点小孩就敢把地租出去，还有没有我们这些长辈了？爹，你就不管管？爹，你看吧，这死牛子，屁大点就敢当家做主，拿刀砍人，以后不定闯出什么祸事来。哼，那小死妞心狠得很，我们可不想被他连累了。爹，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担着。”姚老二和李翠花小声的在西厢嘀咕：“马上要收割了，咱爹要是真阻拦了，到时候还得咱们去割稻子，割到稻子还得分给那小死妞，我才不愿意出力呢。等着瞧吧，
等杨大奎送15斗稻子的时候，我们让娘去。老三家该孝敬娘的，一粒不能少。不能便宜了那个小死妞，立秋的胳膊都出血了，一家子属狗的，跟他娘一样不学好。西厢的密谋，四凤并不知道。再说，他也顾不上这些。后续的口粮有了保证，四凤开始琢磨后面的事儿。琢磨事儿的时候，四凤喜欢一个人静静的。他提着一个竹篓去了小友河。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晦气，救了个死人。你也别怪我啊，我把你捞上来，没让你做水鬼，你总得付点酬劳吧？也不枉我捞你一把，你也甭谢我，咱俩扯平。可惜啊，让四凤失望了，此人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妈呀，怎么有点温温的？没死？还真没死。得，算你命大，碰到姑奶奶了。不过咱可说好了呀，就你这一命，少说也得付我100两银子。四凤决定回村找人，把这个人弄回去，彻底弄醒。到时候100两银子可就稳拿了。四凤啊，你掉河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婶儿，我叔在家不？在呢，咋了？我从河里捞了个人，劳烦我叔帮我弄回来。四凤啊，你捞上来的？你下河了？我在这抓鱼，就瞅见上边飘下来个东西，我想着没准是个好东西，就下河捞了，谁成想是个人。哎呀，河水有多深你不知道啊？还要不要命了？以后不准再下水。四凤忙不迭的保证，以后再也不下水。姐，没事儿，我抓鱼顺道捞了个人。五凤，你去把西厢收拾一下，弄点麦秸，暂时先让他住在西厢。四凤啊，他这样是不成的，不如请杨老仙儿来瞧瞧。杨老仙儿来看了之后，开了2副药。四凤跟着杨老仙儿去抓药，10文钱，药钱还得先欠着了。姐，他要是不醒怎么办？四凤看着年轻人渐渐有了血色的脸，摇摇头，他也不知道。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醒了，我救了你，刚救上来还以为你是死的，幸好你胸口还有口热气。杨老仙儿已经来看过你了，也给你灌了药，你现在能说话吗？年轻人没有回应。四凤瘪嘴，他忘了眼前这个人刚刚醒过来。四凤想的是，施主，你得赶紧给你家人报个信，让你家人拿钱来把你接走，我要的不多，100两就成。不过四凤到底没有问出来，人家刚刚捡回一条命，好歹等人家缓过劲儿来。你的衣服都湿了，是隔壁双柱叔给你换的，你穿的都是他的衣服，刚才杨老仙开的药也给你灌下去了，2个时辰后还得喝药，你先休息吧，有事儿喊一声，五凤在家。四凤交代完就出来了，刚才忍到牙疼才忍住没有说出那100两银子的事儿，人家毕竟刚刚醒过来，不合适。五凤，让小东宝多睡一会儿，我先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再吃早饭。四凤啊，这是去做什么？爷，早啊，去抓鱼。小东宝说鱼汤好喝，我去抓几条鱼回来。爷，你有事儿？啊，没事儿，你可不能再下河了，小友河里每年都要死几个人。姚老爹本想问问四凤昨天下晌闹腾那么大的动静，到底救了个什么人，怎么还拉家里了？可是话到嘴边转成了叮嘱：抓鱼到浅水处，别去深水。你小姑娘家的，注意点儿，听见没？知道了，谢谢爷，我走了。姚老爹还是不放心，进了院子。五凤啊，昨个下晌是咋回事？五凤眨巴眼说道：爷是问姐姐救回来的那个人吗？在西厢。五凤，你姐说是怎么救上来的没有？五凤摇摇头，姐没说，他也没问。姚老爹心里狐疑，但笃定四凤是不会求水的。一个11岁的小丫头怎么敢下小友河？肯定是这人被水冲到了河边，被四凤瞧见了，弄回来的。他醒过来了吗？昨天天黑的时候醒过来一次，喝了点鱼汤又睡着了。姐姐说他可能被水泡太久了，让他在咱家养2天。姚老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姚老爹的意思，四凤五凤毕竟是女孩子家，冷不丁弄个陌生男人在家里会损害名声。但是刚才看那人独自住在西厢，又想着过了今天那人能起来走了，这事儿也就了。点个订阅吧。你家是哪儿的呀？你叫什么呀？怎么会掉进小友河？你看该怎么给你家人捎信？四凤心里一咯噔，坏了，不会是泡水时间长把脑子泡坏了吧？不知道。这是从昨天四凤把年轻人救回来后，年轻人说的第一句话。四凤心里拔凉拔凉的，要是真失忆了，100两银子可就泡汤了。
看他的穿着，应该不是一般庄户人家。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失忆啊！你再想想，你这么大个人，总得有个家吧？你爹娘是谁？你叫什么？即使你现在行动不便，我找人给你家捎个信也成啊，让你家人来接你。年轻人摇摇头，想不起来。昨天想到今天，一点也想不起来，一想就头疼。本来他们姐弟三人的日子就很艰难，现在又救了个累赘回来，那日子还不雪上加霜。计划好的100两救命银子，原来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真晦气。你放心，我虽然想不起来，但我会认账。认账？你认什么账？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认账？昨天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小有河救回来，我的命都差点搭进去。我又找杨老仙儿给你抓药，这钱都赊在那儿呢。你说你认账？成，认账的话，救命钱100两银子，汤药钱10文，拿出来。年轻人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身无分文，想破了脑袋，想得头疼，也没有想出自己是谁，怎么给四凤钱。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不仅100两银子成了泡影，还欠着杨老仙儿的医药钱呢。算了算了，这么好看，谁让他倒霉呢？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东吧。宝，你给他取什么名？黑虎，黑虎姐，叫他黑虎怎么样？成，听你的，就叫黑虎。我记不起来我的名字，东宝说我是在小有河被你救起来的，我就叫和生吧。四凤闻言一愣，他都把这位给忘了。你真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你家人？不行了，一想就头疼，像千万根针扎一样。昨天晚上我想了，差点晕过去。那你有什么打算？声明啊，我们仨还自身难保，家徒四壁，吃上顿没下顿，头枕砖头，天当被子地当床，穷得叮咣叮咣响。养你养不起，我看你的衣服是上好的料子，我们村从来没有人穿，就是村长家的杨文杰也没有穿过。你家应该很有钱，要不明儿个我带你去镇上问问。年轻人苍白的脸上起初是愕然，继而是微笑。四凤心中暗骂：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别想着使用美男计，没用，姑奶奶不吃这套。家里穷我知道，五凤和东宝都告诉我了。你不是刚租出去4亩地吗？马上就要收割了，等他们送来的稻子，口粮这块不用担心，我也吃不多。再说了，我吃多少你记多少，等我真想起来了会还你钱的。你看我现在也无处可去，这里挺好的。我算算啊，救你我差点淹死，小有河的水可深了，每年都有人淹死，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的。这笔账我要100两银子，不多吧？不多，100两银子一条命确实不多。还有杨老仙儿的医药钱10文，我还欠着呢。还有你在我们家吃的住的，当然吃的住的都不是多好，所以不要多，每天2文。这钱按天算，你什么时候走，咱什么时候算账，到时候你把这钱一并给了就成。成，就按你说的，到我走的时候一并给你。东宝，以后你就叫我和生哥。和生哥，这么好看，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点个订阅吧。经过将近4个时辰的蒸鱼、糟鱼，终于成了。虽然佐料不全，但味道还是十分鲜美的，尤其是鱼刺已经完全酥了。四凤给家里剩下2条鱼，剩下的他还有用。五凤，你给来妞家送去1条，让双柱叔和桂枝婶尝尝。我去一趟村长家，还有那天给咱们帮忙的3家，我去给他们送鱼。滴水之恩，涌泉报，你俩记住了，这是做人的根本。小东宝，你把1条鱼给东岳爷爷送过去，记住了，是给爷爷的，不是给别人的。小东宝使劲点点头。村长杨正元在镇上读书的儿子杨文杰回来了。四凤，提的什么？文杰哥回来了呀，我新做的糟鱼给村长伯伯尝尝，感谢村长伯伯帮助我们姐弟3个。村长伯伯、伯娘、文杰哥，趁热吃，佐料不太全，做不出我想要的味儿，不过还可以。哎呀，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老姚家，可惜了。文杰啊，四凤刚才说这叫什么？糟鱼。四凤说她刚做的糟鱼。爹，四凤是怎么做的？鱼刺怎么能不扎嘴，还能咽下去？我还想着黑漆麻乌的1条鱼也是他送过来，没想到这么好吃啊！文心文怀，快过来，这鱼刺不扎嘴，好吃。四凤家，四凤看着和生、五凤、小东宝3个人分吃了2条鱼，吃得不亦乐乎，笑了。糟鱼实验带给四凤的并不仅仅是喜悦，还有糟心。这不，李翠花上门了。四凤啊，在家呢。你看看，你娘也真是狠心，怎么就扔下你们姐弟3个说走就走了？真是可怜劲儿的。往后啊，有事儿给伯娘说，伯娘能帮上只帮上你们。点个订阅吧。二伯娘啥事儿说吧。
你看你这孩子，伯娘可是你亲伯娘，你做出那鱼能送给别人，怎么就不知道孝敬伯娘呢？咱可是一家人，你做那鱼呢，力求可稀罕了。二伯娘说那鱼啊，我爷一条，村长伯伯家一条，蓝妞家一条，我还送给了昨儿帮我救人的那3家，没了，那不是还有2条吗？二伯娘这话说的好笑，辛辛苦苦做成了，我们自己不吃吗？你们几个小孩子能吃得完2条？快给伯娘弄1条来，想吃自己做去，我们家的门以后你少进。哼，以为谁稀罕你的臭鱼？呸，老娘才不稀罕呢！吃，非把你们这些小杂种吃死不行。傍晚，四凤又去小友河下鱼篓子，看着下好的鱼篓子，四凤心里充满了希望。四凤眯着眼看着这一切，景色是很美的，有一种古朴悠闲的韵味。四凤欣赏了一会儿美景，一拍屁股跳起来，自言自语：还有空欣赏美景，肚子都填不饱，欣赏个屁！四凤回来了。文杰哥有事儿？那个四凤，今天你做那个什么糟鱼，能不能再做一些？后天我要回镇上，想带一些给先生。没问题。文杰哥什么时候走？后天吃过早饭。成，保证没问题。后天早上文杰哥走，我一准把糟鱼弄好。这是买糟鱼的钱。四凤怎么能收杨文杰的钱？他还指望杨文杰带着糟鱼给他打开销路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九爷爷，我没钱，不过等夏上我回来就有钱了。小丫头片子，你这是给我画饼呢？九爷爷，我姚四凤一向说话算话，我篮子里放着一些东西，正准备到镇上去卖呢。等卖了这些东西就有钱了。九爷爷，您别不信，说不定我还能给您打壶酒回来呢。杨文杰没有弄清楚四凤的意思，但看在四凤没有收他钱，送了他4条糟鱼的份上，还是开口了：九爷爷，四凤这钱要不我出了吧？杨老九也是个倔强的。小四凤，咱说好了，渡你过去的钱先欠着，等下场回来，你要是卖了钱，给我带了酒，这趟渡河钱我一文不收。成，九爷爷，那咱可说定了。四凤，你看，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是镇上的青山学堂，我得走了。文杰哥，谢谢你，你快去上学吧，我去别处逛逛。四凤走了许久，走的腿都有点酸了，终于看到了一个2层木楼的饭馆。嘿，小要饭的，去，也不瞅瞅，这是你能进的地儿吗？客人还没上门呢，你倒是先来了。走。你凭什么说我是要饭的？小二哥，凭衣着识人，这是你们酒楼的规矩。哟呵，小丫头片子，牙尖嘴利呀！你不是要饭的，你是什么？去，就你个脏不拉几的小叫花子杵在这里，谁还敢来吃饭呢？快走，再不走，小心我拿水泼你！这店小二如此待客，这酒楼不进也罢。四凤提着篮子进了刘家菜。四凤刚进店，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中年人过来。闺女啊，现在还不行，你要不再等一会儿？大叔，我想见你们掌柜的。掌柜的？见掌柜的做什么呀？大叔，这么好看，我跟你借一句说话。点个订阅吧。啥事儿啊？大叔，您先尝尝。中年人狐疑，这卖吃食竟然卖到了他们饭馆了。大叔，您别误会，这是我亲自做的，想着搭搭你们饭馆的顺风车，您先尝一口再说。闺女儿，好吃。你是怎么做的？这鱼刺都酥烂的。四凤笑笑不语，中年人一拍脑袋，呵呵笑。哎呦，瞧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收回啊！闺女啊，你这鱼卖不卖呀？有多少我全买。不瞒大叔，因为佐料不全，鱼的味道不是很鲜美，这是我实验了几次后才拿出来的。大叔您要，全给您，不要钱。什么东西啊？爹，这闺女啊带过来几条鱼，您尝尝，鱼刺都是酥烂的，一点都不扎嘴，和咱们自己做的鱼啊不是一个味儿。不错。小丫头，你是想把鱼卖给我们家吧？老爷爷，您是明白人，这是我们自家的手艺，就想换点钱过日子。刚才我去了对面，人家把我赶出来了。我在街角坐了半天，发现一个问题，截止我进来，进对面青山酒楼有32个人，进刘家菜的不足10个人，显而易见，老爷爷您的饭馆不如对面的酒楼。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刚才我去了，他们的店小二直接把我赶了出来，以貌取人，能有多长久？刚才我进来，大叔并没有赶我，而是让我等会儿再来，足见刘家菜厚道。小姑娘，这话有意思，刘家菜厚道。这话我爱听。老爷爷，我也不说什么大话，就是想赚点小钱。这叫糟鱼，是我和我妹妹琢磨出来的。我爹死了，我娘改嫁了，
我们姐弟3人艰难度日，就想琢磨着用自己的手艺换点钱，所以就起早贪黑做了这糟鱼。老爷爷，您看要是合您口味，您善人善心，能赏我几个钱做辛苦费？丫头够伶俐的，这鱼啊，咱们全埋下了，一条给你4文钱，成不？成，多谢老爷爷，这么好看，您真是太善人。点个订阅吧。老爷爷，您是这饭馆的东家，对不？老朽刘年仁，这饭馆呐是我爹传给我的，现在是我儿子刘炳元管着。老爷爷，您是善人，能帮我一把，我姚四凤记在心上。说实话，就您这饭馆，这饭点儿只有这么几个人，迟早会干不下去。四凤这话一出，老者和中年人的脸顿时垮了下来。他们这般样子已经1年多了，眼看着就要维持不下去了。老爷爷，我说句不成熟的话，中用呢您就听听，不中用您就当我小孩子乱讲。生意讲究的是2方面，一方面是绝技，也就是大叔您的手艺，这一点我不知道深浅，不乱说。再一点说的是人，人来了生意就来了，人不来1文钱也赚不到。就今天中午店里面那6个人，恐怕大叔您连本钱也赚不回来。大叔，我有个法子，您可以搞个活动，您店里一定有拿手的绝活，比如花生米，比如我刚才做的糟鱼，您可以把它们做成小菜，客人上门点2个菜的送1碟小菜，点4个菜的送2碟小菜，这小菜都是送的，不收钱。那小菜也要本钱呐，送的多了岂不是亏了？大叔，这就又回到我刚才说的人的问题上了。来店里吃饭的人多了，您说是小菜值钱还是大菜值钱？哎呀，多谢四凤姑娘点拨，老朽受教了。刘爷爷，您说笑，这点小问题您会考虑不到，您一定是在考验刘大叔，毕竟现在是刘大叔在经营，您也得尊重刘大叔的意见不是？我这么说也存了点私心。刘爷爷、刘大叔要是真送小菜了，我的糟鱼可以保证大量的供应，而且佐料齐全，比这次的还好吃。好，四凤姑娘，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做的糟鱼有多少都送过来，咱可说好了，不能再有别家出现糟鱼喽。刘爷爷，您是豁达之人，我姚四凤也是守信之人，往后我做多少糟鱼都给您送来，您要是不信，咱们可以写个字据。做生意讲究诚信，我姚四凤要是不守信，您尽可到县老爷那里去告我去。不过有些亲朋还有药，我可以送他们不？好，那咱们先小人后君子。炳元呢？这么好看，去准备笔墨，点个订阅吧。小四凤，我可等你一整天了。九爷爷，我说话算话，你瞅瞅，给你打了酒，还给你买了点花生米。我就知道小四凤啊是只小凤凰，没错吧？小凤凰啊，你怎么知道老头我爱喝卢家的酒啊？九爷爷那点癖好，咱们杨家岭谁不知道啊？九爷爷，往后我会赚很多钱，每回都给你烧酒。就冲你小凤凰这句话，往后啊，只要是你过河，九九老汉就不收你钱。姐，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急死了。五凤、东宝，来吃点心。和生哥，我姐回来了，你快过来，我姐烧了点心，来吃点心。今天去镇上收获不小吧？12条鱼全卖了，卖了48文钱，不过只剩下4文了。对了，五凤，我先去把这4文钱还给杨老仙儿，剩下的6文钱过2天再还。姐，这都是啥东西？那是豆油，可金贵了，你可小心点儿，别让黑虎给我弄散了。咱们做鱼赚钱可全靠它了。姐，我一定看好黑虎。东宝，咱们好好干，不出1年啊，就能奔小康。奔小康？姐，啥叫小康？是不是咱家喂鸡的康？那是米糠，是喂鸡的。我说的小康啊，是咱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裕，顿顿有肉，餐餐有鸡，有新衣服穿，有新被子盖。等咱们攒够了钱，把房子翻新一下，盖成锃明瓦亮的大瓦房，夏天不漏雨，冬天不透风，明白吗？姐，咱们明天还抓鱼不？抓呀！这么好看，这么天天抓鱼，点个订阅吧。哎呀，四凤姑娘，你可来了！上回你也不说你是哪个村的，我都快急死了。四凤姑娘来了，哎呀，快屋里坐。刘爷爷，这是昨晚上刚做的，用了豆油，比上回的还好吃，您先尝尝。四凤姑娘，这回的确是比上回的好吃。一共26条，有大的有小的，刘大叔您验验。验什么验呢？前店客人都等着呢，快拿过去。四凤姑娘，老朽要多谢你啊！你想的送小菜的法子确实有效啊。前天刚推出，客人没有增多，不过昨天客人就多了，比平时多了几个。
他们都说呀，这糟鱼好吃。哪里，我就是胡乱说说，其实也是刘爷爷您家的菜好，我的糟鱼只是锦上添花。四凤姑娘啊，这糟鱼的量啊，以后能不能加大？26条鱼勉强够2天，但是客流量越来越大，客人们都点名要糟鱼，供应不上可不行啊。刘爷爷说的是，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吧，每回25条，以前2天送一次，以后1天送一次，如何？成，就这么说定了。四凤姑娘稍坐一会儿，我让秉元跟你结账。很快，刘秉元送来了26条鱼的钱，每条鱼4文钱，一共104文。刘大叔，您做菜的时候放不放辣椒啊？辣椒？那是什么东西？四凤心里有了数，看来这里没有辣椒，只能另想法子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凤给五凤、小东宝和自己扯了几尺布，又给和生买了2身成衣。和生表示不需要，四凤瞪了和生一眼：“怎么看不上这些粗布衣服？”和生摇摇头，他只是觉得四凤刚有了钱，一下子就给他买2身，奢侈了。挣的钱就是让花的。再说，你总穿着一身衣服怎么行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越来越冷，保证自己不生病，对于咱们这些穷苦人家来说就是赚钱。和生没有再阻拦，四凤说的有道理，赚钱就是让花的，何况他也确实需要替换的衣服。刚才给钱，你怎么不数数？你不怕刘掌柜给你钱不够？他们不敢少给，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我没有数钱，是信任他们。糟鱼是咱们的，他们如果这次少给，我能卖给刘家，也可以卖给别家。刘年人是个老生意，知道这里面的道道。再说了，他们虽然买了咱们的糟鱼，但我帮了他们的大忙。饭馆是刘家的根本，我略施小计，让他们的饭馆起死回生，他们只会巴结咱们，不会使诈，放心。杨老九看到四凤2个人，乐得合不拢嘴。小凤凰回来了，哎呦喂，这是大丰收啊！舅爷爷省着点吃，牛肉很贵的。回到家，天已经将黑。五凤和小东宝听到四凤和生进门的脚步声，小燕子似的飞奔出来。姐，和生哥，你们可回来了！老姑来了，把我们那条鱼抢走了，还骂我们心狠。吴姐不给他，他就揪吴姐的头发，还把吴姐推到了门框上，吴姐的头差点破了。点个订阅吧。你这样去，他不承认，你又当如何？什么如何不如何？我一刀砍死他！你砍死他，杀人偿命，官差把你抓走了，五凤和小东宝以后怎么办？那我也不能忍下这口气。不急，慢慢来，总要抓住他个现行，才能说理不是？和生的话让四凤冷静了下来。是啊，他相信五凤没说谎，但是东院那都是什么人？黑的能说成白的，死的能说成活的。五凤，以后我不在家，你和小东宝把街门从里面插好了，谁叫都不要开门，尤其是东院。好了，不委屈了，那条鱼不吃就不吃，咱们吃更好的。姐今天割了肉，明天中午咱们炖萝卜疙瘩吃，到时候你端着碗在东院门口转2圈，让他们闻香味儿，馋死他们。姐，怎么这么多东西啊？看看喜欢不？专门给你扯的布，等明日让桂枝婶子帮忙给你裁一身新衣服。姐，我不用的，姐赚钱不容易。傻话，赚的钱不就是为了花？放心，以后姐赚很多的钱，让你啊天天有新衣服穿。说婶儿，我想和你们商量点事儿。凤啊，遇到啥难事儿了？说出来，我和你叔都帮着你。说，咱村谁的灶火好？我想把灶火改建一下。双柱沉思了一下。村西的杨老明那是把好手，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家。凤儿，你啥时候用啊？要不叔现在去给你瞅瞅杨老明在不在家？成，叔，他要是在家，您就领他来家，我给他说说怎么办，越快越好。双柱哎一声出了门，点个订阅吧。婶儿，这2天我卖鱼赚了点钱，扯了几块布，就想给这五凤和小东宝做衣裳，我也不会，能不能麻烦婶儿您给帮忙做？这孩子，你跟婶儿还说客套话。哟，这布可真好看，五凤穿上啊，保准跟一朵花一样。婶儿，还有件事儿和您商量，前几天我做的糟鱼，您和叔也尝了，这布就是我做的糟鱼卖的钱挣的。昨天去镇上，人家看中了糟鱼，决定让我一直做，但是光凭我和五凤2个人，又是捞鱼又是做鱼，忙不过来，我就想着让叔跟婶帮帮我们，1天2个人10文钱，您看成不成？那怎么好啊？我跟你叔闲着也是闲着，帮忙的事不用说，这要钱，你们姐仨还艰难着。四凤很感动，
因为长期被姚家东院的人压榨，他的思想里人都是冷漠且自私的。可是他娘走后这段时间，他遇到的人都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婶儿，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回了，一会儿让五凤和小东宝过来。本来还想给蓝妞也扯块布，结果一买佐料钱不够了，下次我给蓝妞和春芽子也扯布回来。在桂枝婶一连串的这孩子的感慨声中，四凤步履轻快地离开了蓝妞家。四凤提着鱼篓出门，这回和生也跟着四凤一起去了小友河。看着四凤下鱼篓的地方，和生问：那天你就是在这里下鱼篓看到了我？就在这儿，就看见从上游飘下来个东西，黑灰色的。我也想占点便宜，就想着万一捞上来个值钱东西，那我就发财了。没想到竟然是你。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能说不值钱，等你想起来要回家的时候，欠我的那些钱给我，不就值钱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呢，长这么大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水冷不冷？废话，冷不冷？你不会下来试试？3个鱼篓不行，下鱼篓得等1天，时间太长，得弄个渔网，一网下去就行了。四凤自言自语，昨天晚上他就想了，但是暂时没有渔网，杨家岭的人家也没有见有人捕鱼。四凤和和生回家，还没进家门，就听院子里吵吵：小死妞，敢吃独食，也不怕吃死你！松手！我是你老姑，是你长辈，吃你块肉理所当然。你们这群小杂种，一定是藏了钱！我要告诉娘，你们藏钱，不孝敬你爷你奶。老姑，我们不怕吃死，就怕你吃死。小死妞，你敢咒我？我是你老姑，你小四凤，你住手！哎呀，我的鞋子！哎呦，老姑，对不住，你抬抬脚，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和生和四凤提着14条鱼回家，万分愁闷。正发愁时，半道碰上了杨大壮。四凤，没头都能夹死苍蝇了，咋的了？今天才抓这么几条鱼，不够。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就是抓鱼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多少，交给我了。四凤闻言眉头舒展，他怎么把杨大壮给忘了？大壮，你能抓来多少鱼？这个说不准，反正应该比你的多。成，大壮，你抓多少鱼我要多少，往后我要是缺鱼你帮我，怎么样？包在我身上。四凤眉头舒展，本来打算让双柱叔用渔网捞鱼，但是现在看来渔网暂时没有，只能麻烦杨大壮了。大壮，咱亲兄弟明算账，鱼不论大小，2条鱼1文钱，行不？四凤，钱不钱的另说，咱们这交情。只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你每回做那鱼，能不能给我留1条？杨大壮，你就知道吃，没问题，只要我做，保准有你1条鱼吃。杨大壮一拍屁股，嘿嘿嘿笑着跑了。晚上，四凤煲鱼，和生烧火，五凤炸鱼。就在他们正坐着的时候，杨大壮提着2篓鱼过来。四凤，看看行不行？够，正好够。大壮，明天早上来拿鱼，许你2条。好嘞，就喜欢和你打交道，畅快。四凤把鱼装好，刚出门就见村长杨正元背着手往这边走。四凤啊，出门去。村长伯伯，是上镇上去，做了点糟鱼，镇上的饭店要。四凤啊，那鱼每天都往镇上送？是，每天送，刚做出来的，新鲜。你那鱼咋卖呀？大伯买你几条。上回文杰带走那鱼呀，他先生喜欢吃，文杰昨个捎信回来，想要再买你几条鱼。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家里还剩3条，全都送给伯伯。我正好要上镇上去，不如我给文杰哥送去，如何？杨正元搓搓手，一个劲儿的喊好，又从袖子里掏出钱，四凤却没有接。村长伯伯，这就外道了。您要是给钱，是不是以后我再有事儿求伯伯帮忙也得给钱？你这么说呀，那伯伯就不给你钱了。以后但凡是有什么事，尽管找伯伯。村长伯伯，您还给文杰哥捎带东西不？一句话提醒了杨正元。那四凤啊，你先去码头，我这就回去。你伯娘还给文杰做了双鞋子，你一并给捎过去。四凤在书院门口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很规矩地站在门口，等门口的人往里面传话。不一会儿，杨文杰出来，看到四凤很惊讶。四凤，怎么会是你啊？文杰哥，我今天刚好来镇上，村长伯伯和伯娘让我把这些捎给你。鱼是昨天晚上现做的，比上回做的更好吃，里面是3条鱼，没办法，只剩这3条了。以后你要是还想吃，就让人捎话回去，我隔3差5的来镇上给你捎过来。他就是你上回从河里救上来的人？不明来路，不明底细，他要是好了，还是让他赶紧走得好。你们家就你们仨，小心点。对，我记住了，文杰哥，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姐，
二伯娘又来咱家偷东西。小屁孩，小杂种，你说谁偷东西啊？就你家那点破烂儿，老娘还不稀罕，白给老娘都不要。你既然不要，干嘛拿我家棉被？这可是我姐昨天刚买回来的。你刚才骂谁是杂种？放什么放？这是孝敬老人的，是你给爷爷奶奶的，你们不送，我让你二伯娘来拿。小丫头片子，你想怎样？那天你拿刀砍我，我还没和你算账呢。你爹死了以后，你们仨就归我管教，我是你的亲伯父。当家的呀，这疯丫头又拿刀，她不会。哼，放心，我们俩是他的亲伯父伯娘，他敢。我认你们是二伯父二伯娘，可是菜刀不认呢。没办法，刀要往你们身上招呼，我也没法子，是不是？四凤，你改，我哎呦！哎呀，四凤疯了！妈呀，娘啊，爹呀，四凤疯了！他拿刀砍我呢！快来人呐，救命啊！和珅站在墙下，看着四凤拿刀追着姚老二砍。四凤虽然砍得下去，但菜刀每次都离姚老二2-3寸的距离，这说明四凤掌握着分寸。小四凤，你个不要命的小死妞！你要是敢伤你二伯，我跟你拼命！和珅见差不多了，慢悠悠地走过来。四凤，别这样了，小心伤到你自己。还不快走，等着被四凤砍呐！两个人一边跑一边喊：疯了，姚四凤疯了，失心疯了，小死妞得了失心疯，不得了，失心疯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东院炸开了锅，李翠花在姚老爹和姚周氏的跟前哭鼻子甩泪。爹呀娘啊，你们要是再不管，可没俺们活路了。俺们只是想给爹娘要床被子，这是咋的了？拿着刀砍俺们！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要不是被子挡着，刀就砍俺头上了。那被子被砍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少说2句吧，也不怕人笑话。啥？笑话？谁笑话呀？亲侄女拿刀砍亲伯伯亲伯娘，咋不怕人笑话？就你窝囊，连3个小屁孩都管不住。我看呐，这家迟早要被他们祸害了。那仨小屁孩咋不跟着他爹早早死掉？你瞎咧咧个啥啊？那都是我老姚家的孙男孙女，你怎么能咒他们啊？疯了不是？再胡说八道，我大嘴巴扇你！你俩都这么个年纪了，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啊？跑去侄子侄女家偷东西抢东西，还要脸不？哼，我那不是给爹和娘，别拿我和你娘倒在前头。你敢说你去西院没有私心？那被子拿回来，进了你屋子里还能拿出来？别净说好听的，你是什么人，大量谁不知道呢？我是你爹。那也不能拿刀砍他亲伯伯亲伯娘，还有没有王法了？姚周氏到底还是呛了一句。姚老爹不再说话。说实话，他也生气四凤胆子太大了，竟敢拿刀砍人。上回姚宁氏走的时候，四凤拿刀砍人，他以为四凤是情急之下胡乱吓唬人，没想到这回倒是真的，被子都砍了一个口子。四凤这孩子也太野了，他要是不管，指不定以后还会变什么事。点个订阅吧。德行，这就哭了。以后要是赚了很多钱，你还不得晕过去？四凤，你不知道，俺这是第一次见这么多钱，从来没见过，真的。说，你知道咱们这附近村里谁家打鱼吗？总这样用鱼篓抓鱼太费劲，我想用渔网。说，你会打鱼吗？哦，河上游倒是有人打鱼，有没有渔网我去瞧瞧。成，说你去看看，咱们买个渔网回来，以后这打鱼的事儿，说就靠您了。四凤在家吗？爷爷来了，快来坐吧，正在做糟鱼，等会儿爷爷您趁热吃。爷爷，您是来说早上的事儿吧？四凤开门见山，姚老爹反倒说不出什么了。你二伯二伯娘他们。爷爷，正好您来了，我正要跟您说呢。早上我气急莽撞了，爷爷也知道我们姐弟3个不容易，我就想着东院也不容易，我们仨努力把日子过好，不巴劳爷爷您和东院，不遭人嫌弃，好好活下去就成。没想到二伯二伯娘几次3番来找我们麻烦。爷爷，既然您来了，我可以保证，只要他们不找我们3个的麻烦，我不再跟他们计较。他们要是再偷偷摸摸来西院偷东西抢东西，我认他们刀可不认他们。四凤一席话说的姚老爹哑口无言，他本来是来训斥四凤的，让四凤注意点，别整天拿着菜刀砍人。可是被四凤这通话说的无言以对。四凤这孩子是知道轻重的，不是那等没成算的人。爷爷，留下吃晚饭吧。叔就留下来，好歹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姚老爹听四凤和双柱说话，才知道四凤想要渔网，双柱没弄来。你这孩子
想要渔网咋不早说呀？说，我怎么把您老人家给忘了？这么好你以前可看，这么好看，是打过鱼的。点个订阅吧。四凤啊，明日爷爷给你结个渔网啊。真的，爷爷会结渔网，那真是太好了。爷爷您说要啥样的绳子？您说明日一早我到镇上买去。麻绳太重，可是咱们庄户人只有麻绳，先用麻绳吧，越细越好，先紧着你们打鱼用。等你们找到更好更细的绳子了，爷爷再给你们另结渔网。次日一早，四凤和和生还有双柱一起去镇上，因为要结渔网，麻绳得让双柱帮着看看买哪种。四凤和和生再去送鱼，两个人分道扬镳，各办各的事儿。等了许久，才见到和生回来。四凤看了一眼和生，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在刘家坐了会儿，遇到什么事儿了？刘家没有结账？有人跟踪我。什么？看，就是他。从没有见过，认识吗？两人下了船，提着东西回到家，四凤才旧话重提。他跟踪你，你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认识你？你的仇家吗？我想不起来。我和你分开后，提着篮子往刘家走，觉得有人离我不远不近，总跟着我。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为了试探，我没有走咱们惯常走的路，而是走了6条巷。这6条巷穿过去就是风景街。他一直跟着我，一直到我进了刘家。我从刘家出来，那人还在街角蹲着，我没理会，直接来码头。他又跟到了码头。这么说，他只是跟踪，并没有什么动作？是的，起初我以为是我的仇家，但是现在想想又不像。如果是我的仇家，他看到我肯定会向我动手的。明天我和你一起去。不，明天你不能去，还是我一个人去。为什么？万一他是你的仇家，多个人多个帮手啊。对方的来路还没有摸清楚，我们两个都去，岂不是被他们一锅端了？明天还是我一个人去，再观察观察，看看他的来路，再做打算。四凤没有接话。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了家，安全着呢。镇上的事儿就先放点个订阅吧。是昨天的人吗？是，一会儿他们要是动手，你别管，赶快跑，往前跑，拐弯这个人多的地方了，不怕。你们想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明抢吗？四凤，站到我后面。无礼，怎么能这么对待姚姑娘呢？还不快退下！随着一个低沉的声音，一个年逾4旬的人走过来。他身上穿着黑红色的丝绸衣服，头上戴着帽子，晃着胖胖的肚子。你是谁？要做什么？姚姑娘和小哥，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我们又不认识你，凭什么跟你走？你要是把我们卖了怎么办？姚姑娘说笑了，某乃青山酒楼的掌柜邹志江，想和姚姑娘聊聊。原来是青山酒楼的邹掌柜，找我什么事儿？请我吃好吃的吗？行啊，去你们酒楼吗？哥，你先去刘家把鱼送去，然后去对面的青山酒楼找我。哎，不急不急。姚姑娘，糟鱼某很喜欢，咱们能不能先去酒楼坐一会儿？正好有现成的糟鱼，邹某再弄几个小菜，咱们好好聊聊。哥，你先去送鱼。不瞒邹掌柜，我们和刘家签了协议，糟鱼要按时送到刘家。邹掌柜，您是老生意，我是小孩子，不懂这生意上的事儿。只是我爹活着的时候教我，做什么事儿都要信守承诺。我答应给刘家送鱼，自然应该遵守承诺，遵守契约。往后我还要在这镇上做生意，如果不遵守诚信，以后可怎么办？邹掌柜，您说对不对？和生已经走远了，邹志江眼巴巴看着，又听四凤这么说，只好垂下了想要阻拦的手。点个订阅吧。姚姑娘好手艺呀。不敢，能让青山酒楼的邹老板夸奖，四凤受宠若惊。姚姑娘请坐。小二哥，一会儿我哥要是来，劳烦你说一下。邹志江开门见山。姚姑娘卖给刘家的糟鱼真好吃，不知道姚姑娘可否把鱼卖给青山酒楼？每条鱼无论刘家出多少钱，邹某愿意比他高4文钱。姚姑娘如何？邹掌柜，其实最初我的糟鱼是要卖给你们的，可是你们不要，我才卖给了刘家。什么？我不说谎，大概20多天前，当初我提着篮子，穿得破破烂烂，鞋还露着脚趾头，我来你们酒楼，想把我自己做的糟鱼卖给你们，指望着和你们做生意赚点小钱，好养家糊口。不成想，你们酒楼财大气粗，看不起我这个小叫花子，3句2句就把我打发走了。邹志江的心拔凉拔凉，他没想到还有这一出，一定是那些不长眼的小二，恰巧姚四凤穿得破烂，店小二把姚四凤当要饭的打发了。
哎呀，对不住，都是我们这些不长眼的小儿，有眼不识金镶玉啊！姚姑娘，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跟那些不起眼的东西一般见识。嘿嘿，我没计较，我一个升斗小民，吃上顿没下顿，有什么资格计较？生意嘛，东家不做西家做，所以我就把糟鱼卖给刘家了。说实话，进刘家的饭馆时，我的心里也没底，刘掌柜也把我当成要饭的了，不过他没赶我走，他好言好语给我说再等会儿再走。四凤哥，这儿。和珅噔噔噔进来，大步走到四凤的身边。没事吧？没事儿，邹掌柜请我喝茶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邹掌柜，其实你也不必要如此，我们家并不是只卖糟鱼，以后还会有别的美食，到时候我第一个来你们青山酒楼，如何？邹志江见四凤这样说，连忙陪着笑点头。邹志江还想请四凤和和珅吃饭，四凤和和珅摆摆手谢绝了，吃人的嘴短。我没上楼的时候，他们没怎么为难你吧？没有，还没说几句话呢，你就来了。后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你说，咱们要是把糟鱼卖给青山酒楼，会怎么样？青山酒楼出的价钱比刘家的多了4文，翻倍价呀！后悔了？刚才你怎么没有答应？是后悔了，想想那可是4文呢，一条鱼多卖4文钱，10条鱼就是40文钱，100条就是400文。哎呀，亏了，亏大了！这世上啊，有2种疼，一种是割肉疼，一种是拿钱疼。看看我为了诚信，白白丢失了多少钱呢？亏了，太亏了！哎呀，心疼死我了！四凤姑娘，何小哥，老朽等你们多时了。青山酒楼的邹掌柜找了我，他说了要出高价卖糟鱼，我没应。刘爷爷放心，我不会毁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不说做生意，单说这人情，我难时你们帮了我，刘叔没把我赶出饭馆，我已经很满足。糟鱼还是供给你们。我就说四凤姑娘是守信之人，不用担心。可是我那老实巴交的儿子非要我跑这一趟。哎呀，四凤啊，不要怪老朽多此一举啊。人之常情，刘爷爷不这么做才不正常。四凤，你怎么就不是我们老刘家的孩子呢？哎呀，老朽真是稀罕你呀。四凤，做老朽的干孙女儿如何呀？四凤啊，老朽有4个孙子，没有1个孙女儿。你能进刘家饭馆，帮着饭馆起死回生，咱们俩也算是缘分。今儿个呀，我老刘是实打实的说心里话，抛开这笔生意，抛开以后的生意，咱们纯粹说感情。老朽稀罕你呀，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老朽等你的信啊。刘年人留下一堆礼物，背着手走了。四凤和和珅看着一堆礼物，面面相觑。刘家这是要把他们在一起吗？点个订阅吧。四凤在屋里算账，整理买回来的东西，整理了一会儿，却发现少了2包点心和1块花布。四凤想了想，他和和珅回来后，把东西一放就锁上门下地了。这个时候谁会回来？五凤想到了东院，却不确定。四凤没有出声，慢慢的走出了自己家。立秋，我在镇上买了点瓜子儿，来给你。四凤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立秋说话。咱爷上地里去了？二伯和二伯娘他们都去了？咱奶和老姑没去吧？四凤问了一大堆问题，立秋总是一个四凤也没有指望立秋能说出什么。咱老姑对你真好，今天拿的点心一定分给你了，是不是啊，立秋？没有，老姑的点心从来没有分给我。呸，老姑最小气，今儿个天将黑时，老姑还去了你们家，回来时抱了一堆东西。我看见老姑嘴里吃东西，可是老姑也没有给我，老姑还骂我，不许我说出去。那天急红了眼，拿刀冒犯了二伯娘，今天特意从镇上买了2包点心和1块花布，想来给二伯娘赔个不是。没成想我们下地回来发现点心和花布都没了。哎，出门的时候明明锁门了，可是回来还是被偷了，真是的。算了，二伯娘也不会跟我一个小孩子计较的，走了。四凤走后没多久，东院的人都回来了。六凤把四凤说的话告诉了李翠花，李翠花心疼肉疼。四凤既然说了从镇上买来点心和花布，那肯定是有的。四凤这孩子心狠是心狠，但不说谎。我见老姑把西院的门打开了，没多大会儿，老姑出来抱着点心，衣服里也鼓鼓囊囊的，衣服下面露出一角花布，老姑还骂我，不让我说出去。李翠花顿时火冒三丈，但她还是留了个心眼儿，
趁着大家伙吃饭的时候，姚牡丹出了她的屋，李翠花才溜了进去，正好看见餐桌上还有没吃完的点心。李翠花又在姚牡丹的柜子里翻出了花布和另一包点心，拿着这些东西，李翠花怒气冲天，从堂屋出来。爹，今天四凤从镇上买回来点心和花布，说是为那天的事儿给俺道歉。四凤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俺是他二伯娘，再怎么着也不能跟个孩子计较。说来四凤也不容易，小年纪就要照顾弟弟妹妹，哎，我瞧着都心疼。这往后啊，俺可要多照看四凤他们，毕竟俺可是他们嫡亲的伯娘，不像有些人净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四凤是个懂事的孩子，你是长辈，大人有大量，这么想就对了，都是一家人，没有那隔夜仇。往后啊，你们少去戏院就行。爹说的对，往后啊，只有俺们照看四凤的事儿，您放心。可是有些人呢，看着长得一朵花，其实一点人事不干。白天咱们都下地干活，有些人就偷偷跑去西院，偷了四凤给我赔不是的点心和花布。爹，这么好看，这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二嫂，你翻我东西做啥？谭老姑，这可是四凤给俺赔不是的点心和花布。你这么大个人了，还是仨孩子的老姑，怎么能去西院偷东西呢？你这样还怎么嫁得出去？媒婆要来打听，你让我这个做嫂子的怎么说？说你光天化日去偷侄子侄女的东西？哎呦喂，臊死我了！谭老姑，你还来抢，有脸没脸？娘，二嫂打我，二嫂抢我东西，娘，我不活了！咋了？二嫂抢我东西，那是我的东西，二嫂偷进我屋抢我东西。娘，你打俺做甚？你就不问问你闺女这东西哪来的？那可是四凤送给俺赔不是的礼。哦，你闺女青天白日去西院偷了来，就成她的了。走，咱去说理，找村长说理去。当家的呀，你是死人呐！你老婆快被人打死了。牡丹说是她的就是她的，你当嫂子的和小姑子抢东西，还有没有王法？打，给你打死俺算了，你都逼走了老三家的，把俺也逼跳河，你就心静了。次日，四凤一个人去镇上送鱼，经过昨天和青山酒楼的邹志江会面，他也不怕什么。四凤把32条鱼送给刘家，特意解释了这2天因为家人都忙着地里的活，打的鱼少，只有32条，等过2天就好了。少那么1-2条不碍事儿，现在都是收庄稼的时候，冒不开也是有的。四凤啊，昨日老朽提的那个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真不好意思啊，刘爷爷，昨天从这儿回去，我们就去地里收鱼数了，一直干到天黑，从地里回来又忙着做鱼，根本没有时间考虑，都快累死了。刘年人见四凤笑嘻嘻地说出这个理由，点头，没有再追问下去。刘年人让刘炳元结了账，亲自送四凤出了刘家的饭馆。点个订阅吧。杨大奎把村南的4亩稻子收割完了，今年收成好，一下子收了36斗稻子，除去给四凤的15斗，杨大奎家竟落了21斗。当着杨正元的面，杨大奎给四凤送来了18斗稻子，比约定的多了3斗，这也是杨正元提出来的。何生把稻子往西厢房搬，四凤忽然想到东院，留下了3斗，和何生一起搬去了东院。杨大奎不是给四凤18斗稻子吗？怎么才送过3斗？剩下的15斗呢？他们3个小娃娃1年也吃不了15斗啊！现在的孩子呀，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苦日子。再荒年缺衣少穿，不紧着点不行啊！娘，你说是不是啊？咱们这做长辈的得替他们把着。就是18斗他们也吃不了，给他们剩5斗，剩下的全部搬过来。老大老二啊，你们去搬过来。说什么呢？5斗哪够仨孩子吃的？你想饿死他们？姚老二虽然怵姚老爹，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的脚步还是往院门口挪了起来。你再敢往前走1步，我打断你的腿！你打俺儿做甚？那稻子要回来，也不都是他一个人吃，还不是为了这一大家子？他们3个小娃娃能吃多少东西啊？净糟蹋粮食。你倒是心里边有人家，你也不瞅瞅，他做那鱼给村长送，给杨老九送，啥时候给你送了？有你这么做奶奶的吗？四凤咋就没送了？四凤第一回做鱼，不就送过来1条？我呸！1条鱼就行了，他每天做那么多条鱼，拿到镇上去卖，挣的钱呢？咋不孝敬你？那小死妮子跟他娘一样，吃里扒外，都不是好东西。要我说呀，小死妮子卖鱼的那些钱都应该交过来。咱们老姚家还没有分家，都是一大家子，他赚的钱理应都交过来。老大老二去西院，先把稻子搬过来。我看你们谁敢出去，谁要敢出去，我就先打断谁的腿。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公子，那就是姚姑娘姚四凤。之前刘家已经门可罗雀了，但是自从姚姑娘给刘家送糟鱼后，刘家的生意就有了起色。刘家还推出了点2个菜送1小碟菜，点4个菜送2小碟菜的法子。如此一来，客人都贪图那小碟菜的便宜，都过去了。我让人打听了，这点子正是姚姑娘出的。没打听错吧？就那个柴火妞。五爷不要小看了这个柴火妞。邹掌柜的，你可是今年的老掌柜了，一个柴火妞真有这么厉害？公子，您听老小跟您说呀。邹志江把四凤如何周旋在他和流年人之间的事儿说了。乔瑞林点点头，一个11、12岁的小丫头能这样游刃有余地周旋在2个今年做生意的老家伙之间，而且两边都不得罪，这个有点意思。这么说，这小丫头还真是个人物。公子不信的话，咱们再观瞧一阵子。你把那糟鱼说得神乎其神，现在去给本公子弄2条来。邹志江应声出去。流年人出来，邹志江拱手抱拳。给刘掌柜见礼了。不敢，邹掌柜亲临敝店，有何指教？不敢，我一个给人当下人的，怎么敢谈什么指教？邹某来是想买几条糟鱼的。不卖，我们家不卖给你糟鱼，你走吧。流年人低不可闻地叹了一声，他的孙子沉不住气，开口就落了下乘。不得对邹掌柜无礼。平原呢，去包2条糟鱼给邹掌柜的。小孩子家不懂事，邹掌柜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用跟小孩子一般计较。本想多给邹掌柜几条，但是现在是冬天，四凤姑娘送来的少，只有区10来条，对不住了。刘炳元把糟鱼拿过来，邹志江掏出钱，流年人推了回去。哎呀，邹掌柜这是打我刘某人的脸呐，哪能收您的钱呢？咱们乡里乡亲的，哪能让您出钱呢？这2条鱼是送您的，您品尝品尝。那多谢刘掌柜了，邹某记下了。送走邹志江，流年人的脸沉了下来，把儿子和大孙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明哥，在学堂，你老师就是这样教你待客的吗？爷爷，他可不是什么客人，他是咱们家的对头，要是没有他们酒楼，咱们家的生意好着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没有了对面的酒楼，咱们刘家的饭馆就一家独大，对不对？刘炳元察觉到父亲语气不对，不敢吭声，但是在心底里他是认同儿子的说法的。我怎么养下你们这些不通人情世故的东西啊？你们以为没有了对面的酒楼，咱们家就一枝独大了？错啊，没有了青山酒楼，还有别的酒楼，没有乔家，还有李家、王家、陈家。你想在这镇上一家独大，不可能。邹志江能亲自上门来卖糟鱼，说明他们家来了贵重的客人。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乔瑞林回来了。乔家是什么人家？你们不是不清楚。我问你们，你们谁能和乔家抗衡？刘炳元和刘伯明都不吭声。乔家在镇上，在青阳城的地位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们刘家只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镇上的老户，为人处事留3分余地。今日邹志江来买鱼，我没收他钱，日后遇到什么事儿，他也会念着这份情分。还有四凤丫头，平原呐，自从四凤去过对面酒楼后，你对四凤就没了个笑脸。老大呀，你是不是认为四凤把糟鱼卖给了咱家，那就只能给咱们家做生意了？当初青山酒楼把他当要饭的赶出去，还不是咱们家收了他的鱼？糊涂啊，糊涂！平原呐，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么死脑筋呢？虽说最初我们没有和青山酒楼一样把四凤当叫花子赶出去，买了四凤的鱼，但这并不代表四凤就一直把鱼卖给咱们。鱼在四凤手里，他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他就是现在把鱼卖给对方，咱们也不能说出什么来。四凤给你出的那个点子，让饭馆生意起死回生，你咋不说呢？你咋不感谢人家四凤呢？流年人看着不服气的孙子和沉默不语的死脑筋的儿子，无奈地摆了摆手，让他们走了。他爹传给他的饭馆，只怕要毁在儿子的手里了。点个订阅吧。邹志江拿着2条糟鱼回去，乔瑞林看着黑乎乎的鱼，皱皱眉。这也能吃？邹掌柜，你可不要哄本公子。公子，您尝尝就知道了。这鱼刺怎么这么酥的？不扎人，还能嚼吧嚼吧咽下去。
公子，糟鱼配咱们家的桂花酒，绝了！哼，这就是那个姚什么凤做的糟鱼？是啊，刘家白送的就是这糟鱼。把剩下的那条鱼包起来，我带回去给爷爷尝尝。想不到啊，一个小小的柴火妞，竟然能做出如此美妙的鱼。看来还真的是邹掌柜你说的，这个柴火妞还真有点本事啊。这次去京城见到你大伯了？爷爷别提了，每次去京城，我大伯看我的眼神，能把我吃了恨铁不成钢。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先数落一阵。爷爷，以后我再也不去大伯父家了。我要是去京城，就去咱们家铺子里面，省得大伯父看着我就数落我，从头顶数落到脚底，我身上就没一处好的。我就不明白了，我长得这么好，比大哥长得近多了，怎么就入不了大伯父的眼？一天天的盯着让我读书应试，我不愿意啊。他也是为你好，你的几个哥哥都考了科举，最差的也过了乡试，他也是看着你是个白身，为你着急。哼，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我都不急，大伯父急什么呀？再说了，他们做他们的官，我赚我的钱，多好，非要我也去考科举。爷爷，我一看到字就瞌睡，你又不是不知道。乔之和慈爱地看着小孙子，或许是老了，对最小的孙子总是多了很多宽容和纵容。爷爷，今天我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你保证没吃过。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乔之和看着糟鱼，问乔瑞林：“这就是你说的礼物？一条鱼而已啊！你爷爷我什么好东西没吃过？”爷爷，你先别嫌弃，尝尝再说。不错，这鱼刺竟然是酥的。这鱼是你的酒楼做的？不是，是别人做的。邹志江专门买来孝敬爷爷的。邹志江有心了，这鱼怎么做得如此酥软，连鱼刺都是酥的？这个邹志江没说。爷爷若是想吃，我让邹志江隔三差五的送2条过来。这鱼味道很好，肉也烂，好吃，让邹志江隔三差五的送些过来。乔瑞林让小厮给邹志江传话，至于邹志江怎么向姚四凤要鱼，那是邹志江的事儿了。这天，四凤正在家里琢磨，不能单靠糟鱼一门生意。一招鲜是独门绝技，但是总不能靠一招鲜吃一辈子。哎呦，何小哥，还真是你呀！总算是找到你们了。邹掌柜的，您这是？姚姑娘不请邹某进去坐坐？瞧我都忘了这待客之道，邹掌柜请。不过我家贫穷简陋，邹掌柜可别笑话。姚姑娘说笑了，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富贵之人呐，往上数3辈都是穷苦人，谁也甭笑话谁。邹志江很会说话，四凤笑笑，把邹志江让到了屋里。点个订阅吧。敢问姚姑娘这是什么茶？家里没有茶叶，邹掌柜您就将就一下，这是山茱萸和红枣，茱萸和红枣补血益气。我们村后山上有很多野生茱萸和野生山枣树，我摘了些晒干了泡水喝，别是一番滋味。没想到姚姑娘小小年纪竟然懂这么多。哪里，我就是瞎折腾，不知道邹掌柜的这么冷的天过来有什么事儿？是这样，上回我们公子回来，我从刘家买回来2条糟鱼，公子吃了极为夸赞，公子又把这糟鱼带回去给了我们老爷子，老爷子就馋上了，叮嘱我们公子隔三差五的给他弄2条。我想着总去刘家买不合适，所以就想到了姚姑娘，看能不能从姚姑娘手里买。这个呀，恐怕不行。当初我跟刘家有过协议，我做的糟鱼只卖给刘家，不能再卖给别家。姚姑娘，不管刘家出多少钱，我比他们高，成不？不是钱的问题，邹掌柜，您是长辈，是今年的老生意，您也知道，这生意最讲究诚信。我既然已经答应刘家，糟鱼只卖给他，不卖给别家，就要信守承诺。如果我把糟鱼再卖给你，那我就失了诚信。往后我还要在镇上做生意，我的诚信没了，以后还怎么做生意？您说是不是？邹志江眉头拧紧，他以为只要自己拿出十足的诚心，就能打动姚四凤，没想到姚四凤竟然给拒绝了。不过糟鱼不能卖给邹掌柜，我可以送给邹掌柜。我和刘家说过，糟鱼不再卖给别人，但是没说不能送。哎呀，姚姑娘，这让我说什么好？我总不能白拿姚姑娘的糟鱼吧？那我还白得了邹掌柜的点心呢。成，就这么说定了。邹某不买糟鱼，但是隔三差五，姚姑娘要送4条糟鱼给邹某，这份情邹某记下了。邹志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能从四凤的手里隔三差五白得4条糟鱼，这是多大的人情。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娘，刚才我准备出去捡柴火，见到有人去了西院，面生的很。西院可就仨小孩，虽说四凤那丫头心狠，可我毕竟是她的亲二伯呀，我就担心那孩子被人给骗了，就留了心。结果你知道我看到了谁？还能看到谁？左不过是那该死的货郎。娘，这回你可猜错了，不是那货了，是镇上青山酒楼的掌柜。啥？镇上青山酒楼的掌柜，就是那个乔家人开的酒楼？人家青山酒楼的掌柜去西院做甚？难不成那小死妮子把鱼卖给人家，吃死人了？胡说什么？你就不能说点好？到底是啥事儿？娘，可不是你说的，那个掌柜对小死妮子客气着呢，四凤和人家是说说笑笑的，我看着那人对四凤恭敬着呢。他爹呀，要不你去西院瞅瞅，那仨都是孩子，镇上青山酒楼的掌柜那可是大人物，别被人骗了还给人数钱呢，到时候村里人还不得指着你的脊梁骨骂，说咱们不管他们仨。姚老爹当然不相信四凤做的鱼吃坏了人，但镇上青山酒楼的掌柜来西院找四凤，他也有些担心。哎，爹，你在那儿好好说话啊！四凤还是个孩子，有啥事儿这么好看，咱可是一家人。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爷爷来了。东宝写字呢？是啊，爷爷，哥教我写字，哥说会教我认好多好多字，等我长大了还要送我去学堂。爷爷，您尝尝。哦，对了，等会儿把邹掌柜送的桂花酒给您，晚上睡觉前喝2口，暖暖身子。姚老爹没有推辞，只要是四凤给的，他都不推辞。这是他亲孙女给的，他没什么好推辞的。你说刚才来的那个是青山酒楼的掌柜？是。他来咱家做甚？不会是你卖出去的鱼出了什么问题吧？没有，爷爷想哪里去了？他想让我把糟鱼卖给他，可是我那鱼已经答应过刘家，不能再卖给别家。啊，好，咱家穷，也不挣那昧心的钱。你做得对，既然答应了刘家，就要守承诺。那你咋能收那掌柜的东西？爷爷不用担心，当初我答应糟鱼只能卖给刘家，却没说我不能送给别人。我答应了邹掌柜，隔三差五送他4条鱼。姚老爹点点头，四凤这样做既没有违背承诺，也让青山酒楼成了他的情，很好，非常好。吃吧吃吧，都尝尝，这可是镇上青山酒楼的点心，1包就够吃了，哪能这么浪费？别吃多了不消化，回头还得花钱弄药吃。哎呦喂，爹，你还拿了酒回来，看来这青山酒楼的掌柜送的东西还不少了。老大老二啊，你们也尝尝，这可是青山酒楼独家酿造的桂花酒啊。爹，那掌柜的找四凤啥事儿啊？看样子不是买的鱼吃坏了人。胡说什么？虽说和鱼有关，但是好事，四凤把糟鱼卖给了镇上的刘家，青山酒楼的掌柜也想要糟鱼，但是四凤已经答应刘家在先了，且承诺糟鱼只卖给刘家，不再卖给别家。那掌柜来是想请四凤把糟鱼卖给他。爹，这是好事啊！就四凤那鱼，卖给一家是卖，卖给2家也是卖。既然青山酒楼愿意买，那就卖给他得了。糊涂！你老大一个人，连四凤一个小孩子都不如。平常我教你，都让狗给吃了。唉，四凤答应了刘家，不再卖给别人。如果这个时候再卖给青山酒楼，那叫不守信。四凤不愧是我姚守义的亲孙女啊，做事情和我一样。你们猜四凤怎么打发那个掌柜的？四凤若是个男娃娃，将来一定像我一样。快说吧，那小死妮子怎么打发走人家了？四凤说不卖给那掌柜，但可以送，隔三差五送4条糟鱼给那掌柜，这事情就这么解决了。你们说四凤这丫头灵力不灵力，聪不聪明？哎呀，我姚守义的孙女儿厉害着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从堂屋出来，姚老二、李翠花回到西厢，夫妻俩进门后立刻关上了门。他爹，怎么办？那死丫头有钱不赚，咱们赚，成不？这可是没有本钱的生意。鱼是小有河里的，现成的，抓来就能用，咱们只要费点功夫就行。四凤那丫头心狠，肯定不会教咱们。不行，得去找咱娘。老三虽然单独住在西院，咱们老姚家可没有分家呢，他赚的钱也是咱们的。他不和青山酒楼做生意，咱们做。等会儿我把娘叫到咱们屋来，你好好的和娘说。姚老二夫妻2人也知道，凭他们2个奈何不了四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姚周氏出面，趁着姚老爹喝点酒晕晕乎乎的，
姚老二把姚周氏请到了西厢，三个人在西厢嘀咕了老半天，姚周氏风风火火出门去了。第二天快晌午，姚家的几个本家来了，姚老爹莫名其妙，但还是高兴地把2位叔伯并2位族兄请到了屋里。等族伯说明了来意，姚老爹愣住了。分家？分什么家？不是你媳妇说你们家要分家吗？是我昨儿个下晌去找的族里，我想着孩子们都大了，咱俩年纪越来越大，也到了享清福的时候，就想着把家也分开了，田产房子分开，不过农忙时候咱们还给他们帮衬，这样咱俩也省心。姚老爹哆嗦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是极不愿意提分家这个词儿的，分家分家，家一分就散了。爹呀，我们这也是为你着想，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为我们操心这操心那儿的。您看啊，我族伯族叔跟你差不多的，人家现在享福着呢，我们也是想让您和俺娘享清福，也省得村里人老说俺们不孝顺。再说了，春生眼瞅着就要娶媳妇了，过了1年，春生媳妇再生个小子，爹您可就是曾爷爷了，咱们总不能老这样一大家在一起，是不是？姚老爹强忍着心中的悲痛，问姚老二：老二，你是真想分家？姚老二躲闪着姚老爹的目光，哼哼哧哧就是不回应。见姚老二如此，姚老爹就知道了姚老二的心思。他的儿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他还是知道的。分家也不是你一家的事儿，老大，你娘请了族里人过来商量分家的事儿，你啥意见？我听爹的，爹说什么就是什么，爹说分那就分。姚老爹心里总算有了点欣慰，至少老大跟老二不一样。姚立夏，姚家大房的二儿子，平时很少和西院交集，平日里见了面点点头问候一声。不过四凤对这个二哥印象极好。二哥来了呀，有事吗？四凤，昨个下晌，二叔和奶奶去找了族里人，说是要分家。昨天晚上我也无意中听到二叔和二婶说，这回分家最重要的是让你交出遭遇的方子。现在他们正在商量着，二叔的意思是分家西院也得在，因为以前三叔在的时候并没有分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以前你们挣的钱，家里卖粮食的钱都交给了你娘了，以后你们各自挣钱各自管着，不用再交给你娘。姚周氏截住姚老爹的话，赶紧插言，生怕姚老爹把话说到底。我们俩年纪也这么大了，也没什么进项，往后啊，农忙时候我们都给你们帮衬，你们呢也不多，每家给10斗米、10斗面、10斗玉蜀黍，4季衣裳2身，另外每年再给10两银子。米面够吃就行，10两银子有些多了。你妹呀，你再想想。我是他们亲娘，还会害他们？我们老两口整日里1个子儿也舍不得花，死了还不都是留给他们？既然你们都嫌多，那就每家8两，不能再少了。牡丹还没有出嫁呢，到时候嫁妆可不老少呢。他们都是哥哥，出这点嫁妆也是应该的。你是想逼他们去偷还是去抢啊？你咋不问他们要100两呢？一天天大白天说梦话，不嫌他们难过呀？不要钱，1文都不要。再说牡丹出嫁，你不是说姚家的女儿没嫁妆吗？老大菊英和大凤都没嫁妆，怎么到了牡丹这里就要准备嫁妆？菊英和大凤能跟牡丹比？牡丹长得多好，牡丹将来可是要嫁进大户人家的。咋啦？嫁进大户人家没嫁妆咋行啊？还不被人小看死？啥大户人家啊？一天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咱们庄户人种田的，老老实实的找个庄户人家过日子是正经，整天想着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大户人家能看上咱？姚老爹呵斥了姚周氏，姚周氏梗着脖子和姚老爹吵，2个人就这么着吵了起来。点个订阅吧。爹娘别吵别吵，孝敬爹娘这事儿正经，咱们没说不孝敬，钱的事儿是小事儿。不过这分家也不能光和我大哥2房啊，还有3房呢。老三家早就分出去了。哎，爹，三弟当年当过，可没有进过族里。既然分家，总不能只分我和大哥。老三虽然不在，但是还有四凤嘛。四凤现在可是3房的当家人呢，不如把四凤叫来，进了族里不也公正？你，老三都死了，就剩3个孩子了，你叫他们来做啥？当初老三去西院住，咱们可都是说好了，只分给老三家7亩地，祖屋夏天漏雨，冬天4面透风。这几年都是老三自己给拾掇的，西厢房也是老三自己找人盖的，现在找他们来做甚？姚老二触姚老爹，
不敢再说。李翠花赶紧接过话茬：“爹呀，老三盖新厢房，你也没少去帮忙，那也不能单说是老三自己家盖的呀。还有那会儿大哥和我们当家的也去帮忙了。现在俺们也不说那事儿了，俺们只说把四凤也叫过来，经了组里，公正不是？也省得以后说起来是俺们欺负三房，人要脸树要皮。俺们也是30好几的人了，不想被人家指着脊梁骨说道。”也不知道姚州市怎么在组里说的，组里4个人竟然都同意姚老二的提法。姚老爹无奈，只好让春生去找四凤过来。四凤很快跟着姚春生来了东院。2位爷爷好，2位伯伯好。爷，您喊我啥事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姚老爹又开始重复了刚才的话，田地、房产都已经分完了。这会儿四凤也在，姚老爹又说了三房因为早就出去单过，所以姚老爹的意思，既然组里提出来让四凤参加，那四凤过来听听就是了。爹呀，倒做房给大哥，我没啥说的。春生眼瞅着要娶媳妇了，我这个做二叔的理应帮衬。我们家立秋现在还小，可是立秋要是大了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挤在一间屋子吧？爹，三弟不在，3弟妹又走了，我这个做二伯的理应照看照看亲侄女、亲侄子。四凤他们仨还是孩子，住在西院多不安全呐。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搬去西院住，让四凤姐仨的住西厢，这样也方便你们照看他们不是？不行，当初老三从镇上回来住，他原是住在倒作房的，倒作房逆战了，老三没法子，才把西边的老宅给拾掇住了。这事儿你们兄弟仨都在场，当时说的也清楚，老三出去住分7亩地，就村西那3亩地也是最不好的，山坡地水到不了，靠天收。老大，当时是不是这样？姚老大犹豫了半天，才嗯了一声。啊，是，当年都说清楚了。那既然当年老三已经当过，现在就照以前的来吧。老二也是为了四凤他们姐弟3个着想，小娃娃家的处那么大院子，操不尽的心。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不过这些年老三不在了，我可怜老三媳妇儿带着仨孩子难过，没让他们孝敬粮食和钱。既然今儿分家，索性都说明白了，这3年多的孝敬钱粮都出了吧。四凤看了一眼姚州市，又看了看姚老二。按照立夏说的，昨天下午姚州市和姚老二商议半天，还去找了组里，这说明分家这件事儿都是姚州市和姚老二2人算计的。联想到昨天邹志江的来访，四凤心中明了，这是觉得三房扒上了青山酒楼，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三早就走了，老三媳妇那事儿全村都知道，剩下3个孩子日子也艰难，大婶子减半吧。我也不是那刻薄人，老三也是我亲生的，只可惜早早走了，撇下这3个孩子，我这当奶奶的也心疼。小东宝那么小就没了爹娘，每回我看见都心疼的要命。算了，可怜我的三儿，不要了，我啥都不要了，人都死了，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再多的钱也还不回我的三儿啊。四凤做糟鱼的手艺，那可是咱们老姚家的手艺。四凤啊，孝敬的钱粮就免了，让你二伯二伯娘跟着你做糟鱼吧，不能再用双柱和桂枝，不能让咱们老姚家的手艺被外人知道了。还有，你从河里救上来的那个外乡人，怎么老也不走？这吃的住的穿的哪一样不要钱呢？让他走，让双柱桂枝不要来，以后你二伯二伯娘帮衬你。话说到这里，姚老爹明白了，所谓的分家原来就是分糟鱼啊。爷，咱家什么时候有祖传的手艺了？糟鱼是咱家祖传的吗？咋不是？你做那糟鱼不就是老姚家的？你传给了老三，老三呢传给了四凤，要不是老三传给四凤，四凤一个小娃娃上哪儿学着做糟鱼的手艺啊？老姚家啥时候有祖传的手艺了？我咋不知道？姚老爹喘着粗气，就这么瞪着姚州市，满是皱纹的脸上都是愤怒。爷，让我想想。不行，四凤，你不能。不等姚老爹说话，姚老二赶紧开口。四凤啊，以后二伯和二伯娘帮衬着你，一定把咱老姚家的糟鱼卖到青阳城。一笔写不出2个窑字，二伯二伯娘想过来帮衬做糟鱼，求之不得。不过呀，做糟鱼是个细活，不能粗枝大叶，一点也不能偷懒。我就怕二伯和二伯娘吃不了这份苦。今天当着族里的爷爷和伯伯们，
我丑话说前头，10天吧。二伯和二伯娘先适应10天，然后咱们再说以后。奶奶既说这做糟鱼的技术是老姚家的祖传，想必二伯和二伯娘做起来轻车熟路，一定能做得更好。姚老二愣了一下，转瞬间一脸笑，他以为四凤会百般阻拦，他根本没有想到四凤答应的这样顺利。点个订阅吧，不要紧吧？要什么紧？不就是想要糟鱼方子吗？没事儿。五凤焦急地看着四凤，可是他并没有问。小东宝却不愿意了。姐，你怎么能答应他们过来做糟鱼呢？我不愿意，肯定是二伯和二伯娘，他们2个就爱占便宜。他们一来还不把咱家的好东西都拿走了。还有立秋，他们俩要是来，立秋肯定也跟着来。到时候我的那些东西肯定会被立秋偷走。不行，姐，我不同意他们来。没事儿，他们来就在院子里，不让他们进咱们屋。那他们要是硬要闯进来怎么办？不是还有你吗？再说黑虎也长大了，你该让你的黑虎给你看门了。四凤去了蓝妞家，把分家的事儿和双柱和桂枝夫妻说了，重点说了姚老二、李翠花要过来做糟鱼的事儿，2个人都表示理解。你明知道他们不会好好干，他们是来偷你手艺的，为什么还答应？我只是不想爷爷太难受，他们日子好过了，爷爷也不用跟着受罪。他们想来就来吧，至于他们能不能学到学好，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如果他们学成了，把糟鱼卖给邹志京，那可就断了咱们的生意了。切，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他们如果真能学到手艺，把糟鱼做好，我也佩服他们。唉，爷爷是个好人。是啊，就是因为爷爷，我才忍下了。东院那么多人，也只有爷爷是真心的关心我们。唉，去年我去山上捡柴火，一脚踩空，从山上掉了下来，我喊破了嗓子，都没有人听到。直到天黑，我娘才发现我没有回家。我娘四处找，没有找到。后山上天一黑就没有人了，山上还有野兽出没。我娘哭着去东院，央求大伯二伯上山找我。爷爷和大伯去找了，二伯说崴脚了没去。双柱叔知道了，找了村长，村长带着人和爷爷一起找，找了整整1天1夜都没有找到我。后来呢？爷爷找到你了？是1天1夜之后，村里人都放弃了，因为后山野兽出没，村里人猜测我可能已经被野兽吃掉了。我娘哭晕了几次，跪在地上求人，头都磕烂了，但没有人再上山找寻。1天1夜找不到，活着的可能性几乎为0，只有爷爷一个人，又找了整整1天，终于在天黑的时候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爷爷背着我，一手举着火把，深一脚浅一脚，一路和我说话。我永远都忘不了爷爷身上的气味、烟草味、汗味混合着，那是濒死的我闻到的最好闻的味道。点个订阅吧。一早，和生去镇上送鱼，四凤专门在家里等着姚老二。五凤和小东宝也早早的起来了，他们心里惴惴不安，总担心今天姚老二、李翠花来会出什么事儿。别担心，没事儿，他们来了呀，正好可以练练黑虎。姐，我还是担心，二伯、二伯娘是长辈，这回又是经过了族里，咱们也不能撵他们。他们要是在咱家乱来怎么办？放心，他们不敢，姐在呢。快晌午了，姚老二和李翠花踏拉着鞋子过来，后面还跟着小立秋。四凤啊，咱开始做鱼吧。二伯，鱼呢？姚老二转了一圈，院子里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鱼呢？没鱼怎么做糟鱼？是啊，没鱼怎么做糟鱼？我以为二伯一大早就去小友河捕鱼了。以前谁打鱼啊？双柱叔。姚老二不说话了。昨天是他说了，让双柱不要再来了，现在得自己去打鱼了。那个和尚呢？咋不叫他去打鱼？不是我说你啊，养着这么一个大闲人，不让他干活，还让他白吃白住，算什么呀？有钱没地方花了。立秋可是你亲爹爹，四凤，你可不能好赖不分呐。四凤没有看姚老二，也没有理会姚老二的话。小东宝却不能听姚老二编排和声，更不能听姚老二说立秋是四凤的亲弟弟。我才是我姐的亲弟弟，立秋不是。哼，我哥一大早就去镇上送鱼了，谁跟二伯你一样睡得太阳晒屁股了才起床？点个订阅吧。晌午吃啥饭呢？晌午我们吃玉米薯糊糊。咋了？二伯娘晌午做啥好吃的？李翠花被四凤这么一问，有些回答不上来。她可不想吃什么玉薯薯糊糊，整天吃都快成玉薯薯了。你们卖鱼挣那么多钱，就吃这？二伯娘，二伯去打鱼了，
这会儿也没啥事儿。等二伯打了鱼回来，你和二伯把鱼包了。以前这事儿都是桂枝婶子干的。啥？让我包鱼？老天爷，我可不干那事儿，又腥又臭。再说天这么冷，包鱼洗鱼，怕不把人冻死？姐，哥去镇上啥时候回来？午饭还做不做哥的份儿啊？不用做，他给刘家送了鱼，还要去买些东西。午饭就做咱仨的饭就行。咋能只做3个人的饭呢？这不还有我和你二伯还有立秋吗？那啥呀，五凤啊，多炒几个鸡蛋，立秋最喜欢吃炒鸡蛋。二伯娘还要留下来吃饭呢。以前桂枝婶子做事都是回家自己做饭，怎么二伯娘什么活都没有干到，先想着吃饭了？知道的是您来做鱼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来蹭饭了。咱这不是一家人吗？我可是你二伯娘，立秋可是你亲弟弟。以后我和你二伯就在这院吃饭了。东宝啊，把狗叫开。二伯娘回吧，我们家锅小，做不了那么多人的饭。昨天我答应你和二伯来做鱼，二伯当着族里的人的面可说好了，双柱叔和桂枝婶子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吃过饭，你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我二伯可是堂堂7尺男儿，吐口唾沫能定丁。二伯娘，你可不能坏了我二伯的名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姚老二在小友河边守了1个多时辰，差点冻成冰块，只打了不到8条鱼。姚老二气急败坏，提着8条鱼回来。二伯回来了呀？打了几条鱼啊？咱们往镇上送，每天至少得20条鱼。啥？20条？哪有那么多鱼啊？你以为那鱼都等在那儿呢，让你去捡呢？二伯，怎么才有8条鱼啊？这可不够。二伯，你是不是不会打鱼啊？双柱叔每次打鱼都能弄来20几条。小东宝拿姚老二和双柱做比较，把姚老二气得鼻子都歪了。可是他也不能反驳，小东宝说的是事实。可能是天太冷，鱼都不出来了。二伯，双柱叔打鱼的时候鱼都出来了，怎么轮到你打鱼的时候鱼都不出来了呢？是不是鱼知道你要来抓它们，它们都窝在洞里不出来了？哈哈，鱼是不是也在河底睡大觉呢？被小东宝嘲笑，姚老二有脾气也发不出来。这是西院，他还指望着能在西院多待上几天呢。那我再去打，我拿渔网去打。姚老爹看到姚老二拿着渔网又往小友河去，皱着眉来了西院。四凤，你二伯打了几条鱼啊？爷爷，二伯打了8条鱼。姚老爹看着木盆里1拃长的8条鱼，眉头皱紧，他就知道这么好姚老二是个孬种。点个订阅吧。爹，你真行，一出手就10来条，真厉害。父子2人把鱼拿回四凤家，四凤看着姚老二干干净净的鞋，再看姚老爹湿了半截的裤子，没有作声。二伯，吃罢饭就过来把鱼包了吧，让我二伯娘来把鱼洗干净。吃完晚饭咱们就做鱼。四凤看着姚老爹湿湿的裤子，抿着嘴没有说话。五凤看着心中不忍，爷，赶紧回去换条裤子鞋子吧，天冷。姚老爹回头看着五凤笑笑，三房的3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姚老爹过来看到姚老二、李翠花一个包鱼一个洗鱼，但是每次姚老二包完的鱼，四凤还要重新弄一遍，不由得心中难受。爷，你看二伯包的鱼鳞都弄不干净，以前双柱叔弄得可干净了。四凤啊，我和你二伯干了一晌，这晚饭应该在西院吃吧。四凤不愿意姚老二在西院吃饭，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他们就成了姚老二的奴隶。二伯娘，早上我不是给你说了吗？双柱叔和桂枝婶在西院干了活，也是回去自己家吃饭的。你和二伯既然是来学做鱼，就要按照规矩来。回去自己做饭，干那一心大点活，还有脸让别人伺候你吃饭，你咋不上天呢？被姚老爹一骂，姚老二和李翠花灰溜溜的走了。他们现在已经单独开火做饭，分家了，当然得自己做自己的。爷，到屋里去吧，哥专门给你买了酒，哥让我悄悄告诉你，这么好看，不让二伯知道。点个订阅吧。早上天一亮，李翠花、姚老二就过来了，他们要看看刚出锅的糟鱼。香，好吃，怪不得青山蛟楼也想要糟鱼呢，这也忒好吃了。四凤啊，要不今天我去镇上送鱼吧？四凤看都没看姚老二，姚老二去送鱼，钱归谁？鱼会送给谁？四凤，你这是信不过你二伯。放心，二伯知道长短，这鱼送给刘家的，我保准送到。对，四凤啊，咱可是一家人，你二伯啥时候办过那等不靠谱的事儿？让你二伯去送，也让那谁和生歇歇不是？大冷天的，你二伯也是心疼你们。姚老二舔着脸跟在四凤和生身后，
何生不明白四凤为什么不拒绝姚老二，但是四凤既然默许，那四凤就是有自己的意思。杨老九向姚老二要钱，姚老二身上哪有钱？姚老二和杨老九扯皮，硬说自己是四凤的二伯，钱由四凤出。杨老九才不理会，直着脖子说姚老二要是不给钱就不开船。姚老二弄了个大红脸，四凤这时才慢悠悠地掏出1文钱。九爷爷，您别跟我二伯一般见识，我二伯身上没钱，他今儿这趟船钱我先给他垫了，不过以后二伯要是再坐船，船钱我可就不管了。姚老二却丝毫没有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气哼哼瞪杨老九，还骂杨老九挣钱不认人。点个订阅吧。四凤啊，结完账了。刘炳元不知道姚老二是谁，但听他直呼四凤的名字，急忙拱手。这位是？刘掌柜，这是我二伯。哈哈，失敬失敬，原来是姚老哥。哎，不是我说你啊，人家青山酒楼给的价那么好，你怎么就死脑筋呢？非要把玉麦给刘家？四凤，你也太不懂事了。不行，明日我来送，把玉麦给青山酒楼。有钱不赚那是傻子。做生意讲究的是价钱，谁给的钱多卖给谁，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你小孩子家的不懂，听二伯的没错。四凤没有理会姚老二，他还要赶快回去呢。姚老二嘚啵说了一路。四凤，咱们就这么回去？是啊，二伯还有其他事儿？二伯有事的话，咱们分开走，我们就先回去了。怪冷的。不是，我是说，你们不买些东西给你爷爷奶奶？哎，不是我说你啊，四凤，卖了鱼，这钱就得给你奶奶管着，你奶还能亏了你不成？二伯，我们三房给我爷我奶的孝敬可一点都没少。我想问问二伯，你给我爷我奶什么孝敬了？我做糟鱼卖钱，那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凭什么要给别人掌管？二伯既然这么孝顺，以后赚了钱，把赚的钱都给我奶掌管。如果二伯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一样把钱给我奶保管，怎么样？四凤对的姚老二喘不过气，听四凤让他把赚的钱交给姚州市管，这么好看，他顿时不说话。点个订阅吧。回到家，姚老爹在西院，他不放心。姚老二一见姚老爹，顿时打开了话匣子，说今天在镇上遇到青山酒楼的邹掌柜，那掌柜对他礼遇得很，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还和他说了好些话。姚老爹给姚老二泼冷水，说人家认识姚老二是谁呀，并斥责姚老二让姚老二清醒些。爷，当初给双柱叔、桂枝婶说好的，2个人一天10文钱，二伯和二伯娘不是外人，我再加2文钱。刚才回来的路上，二伯说让我把赚的钱交给我奶保管，我觉得呀，二伯说的对，所以就想把这12文钱给我奶送过去，让我奶给我二伯保管，您看行不行啊？我跟你奶拿回去也是一样的。二伯，你来西院帮着做鱼，我给你工钱了，那昨个下晌我爷帮着你打鱼，你是不是也得给我爷工钱？爹啊，昨儿你打鱼，谢谢您了。等您儿子赚大钱了，天天给你打酒喝。那啥，爹，我先回去了啊。姚老爹见姚老二这副做派，叹了口气。二伯啊，今天的鱼还没有打，你一会儿去打鱼吧，晚上还得做鱼呢。姚老二一进西厢，李翠花就迎了上来。这会儿四凤给咱们工钱了，说是昨天的工钱，12个铜板，双柱2人才10个铜板了。他爹呀，四凤给咱们工钱是不是有点少啊？你可是他亲二伯，一天6个铜板太少。姚老二原本还沉浸在喜悦中，听李翠花这样说，也觉得有些少。他是四凤的亲二伯，这么冷的天，又是打鱼又是包鱼，一天6个铜板少。姚老二决定一会儿去和四凤说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老二和李翠花正计划着，姚州市进来了。老二啊，你今儿个跟四凤那死妮子去镇上了？啊，去了。咋样？摸着门道没有？那鱼一条能卖多少钱？你们今儿个卖了多少钱呢？娘，这才1天，还啥都不知道呢。再说了，四凤那死妮子精着呢，我迟了一步，等我进刘家饭馆，他们已经算完账了，生怕我知道。呸！小死妮子一肚子坏心肠，跟他那骚狐狸娘一样，心毒的跟狼一样。你俩可得好好学，把做糟鱼的技巧都学会了，咱们自个儿赚钱。姚老二连连点头。当初姚州市密谋分家，为的就是能进西院。那啥，我听说小死妮子还给了你们工钱，拿出来吧，娘给你们攒着。娘啊，你听谁说的呀？那小死妮子精着呢，哪会舍得给俺们工钱？
本来打算今天开始就在西院吃饭，可是小死妮子硬是把俺们赶回来了。午饭还是俺回来自己做的，小死妮子还不让俺进屋，不让立秋进屋，还让狗咬俺，俺都要吓死了。娘，小死妮子要是给俺工钱，那俺还不赶紧给你送过去啊？俺跟小死妮子可不一样，俺可是啥都听娘的。娘，俺还得赶紧去小友河打鱼呢。翠花，你赶紧做饭呢。跟那小妮子去了一趟镇上，本想着能吃顿好的，没成想这小妮子卖了鱼就回来了，啥也没买，午饭都没吃，又冷又饿的。那丫头呀，死抠门着呢。哎，我去打鱼去了。不打鱼，今个黑了就做不成鱼了。娘，你是不知道啊，今天俺还见到了青山酒楼的掌柜。那掌柜对俺可好了，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爹呀，等咱们赚了钱，咱们就搬出去盖个大房子。你不知道，今天你们去镇上，我偷偷进了西院的屋，好家伙，屋里暖和多了，穿着棉袄直冒汗。东宝那小崽子赤着脚在炕上吃点心，那点心呐，把炕桌堆满了，还要新被子新褥子，这东西要都是咱的，咱立秋要是也能点心不断，我这辈子也值了。放心，咱们把鱼卖给青山酒楼，赚了钱立马给你盖大房子，到时候咱们一家人住在里面，舒坦。那咱娘那边呢？今天可吓死我了，要是被他发现，咱可一个子儿都落不住。奇怪，咱娘怎么知道四凤给咱工钱了？一定是牡丹，我回来的时候正巧碰见牡丹站在街门口呢。肯定是他，一天天好吃懒做，啥事都不干，净想着攀高枝儿。哼，我看呐，就他那副德行，一辈子也嫁不出去。隔墙有耳，李翠花和姚老二的话被在屋外偷听的姚牡丹听了个正着。姚牡丹气得差点要冲进去揪着李翠花打一番，但是姚牡丹还是忍了。敢说他不好，好吃懒做，敢赚了钱偷偷藏起来，等着。我今天给刘掌柜说了，天冷，小友河结冰，鱼不好打，糟鱼咱们先不做了。这怎么行？不做糟鱼，咱们怎么赚钱？放心，赚钱的生意多的是，不差一条糟鱼。姐，下雪了，下雪了！姐，下雪了，好大的雪花！真是下雪了，他们俩真快乐，无忧无虑。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吴凤啊，这么大雪，小友河都结冰了，今儿个还打鱼不？爷，不打了，姐姐已经和刘家说好了，天冷，小友河结冰，最近先不做糟鱼。姚老爹点点头，这样也好，天寒地冻的，鱼不好打，路也不好走，这么大雪，养老九也不会开船的。二伯娘，这是给我爷我奶的。都一样，都一样。哎，这是啥呀？闻着真香。爹奶，我们炸了丸子，给你们送2碗。才将我隔墙，看着你们炸了一盆呢，咋才送过来2碗？姚老爹一听姚州是这话，脸拉了下来。四凤好心好意送点丸子，这成不是了？你爱吃不吃？这是四凤给我的，送你吃还堵不上你嘴，整天没事找事，孩子们过得多不容易啊！送你点好吃的还不对了？四凤啊，那丸子咋那好吃啊？立秋可喜欢了。想吃自己不会做，四凤炸那么点儿还不够吴凤东宝吃的呢。四凤一个孩子都多大了，跟个孩子要吃的也不嫌丢人。四凤啊，回吧。腊月26，四凤和和生提着糟鱼，小心翼翼地走在小友河的冰上，过河去了镇上。四凤提着10几条鱼去了刘家菜，和生提着8条鱼去了青山酒楼。刘年人见到四凤很是欢喜。四凤来了，快屋里坐。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点个订阅吧。刘爷爷，这10来条鱼是我送给您的年礼，感谢您对我的照应。这不要过年了，天寒地冻的，我们也不打算再出来，所以趁着今儿个没有下雪，提前来给您送点年礼，恭贺刘爷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祝刘家菜明年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刘爷爷，明人不做暗事，我哥去了青山酒楼，我送给邹掌柜8条糟鱼。早前邹掌柜曾经去村里找我，想让我把鱼卖给他，并说刘爷爷开多少价，他一定比你们高。我没应，不过生意不成，人情在，我答应隔3差5送邹掌柜几条糟鱼。刘爷爷，你也知道，我们小门寒户，夹缝中求生存，谁也得罪不起，所以给刘爷爷送10几条鱼，我又给邹掌柜送了几条。刘爷爷，我这么做妥不妥？四凤如果答应把鱼卖给邹志江，他一点办法没有。但是四凤没有把鱼卖给邹志江，这让他很感动，也更加相信四凤。邹掌柜，这不要过年了，天寒地冻，我想着提前给您送个年礼，
您也知道，我手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给您买点礼物，您也不稀罕，索性我就送了8条糟鱼。邹掌柜，您可别嫌弃。哎呀，姚姑娘真会说笑，邹某正盼着遭遇呢。姚姑娘这里可真的是送到邹某的心坎上了。四凤坐了会儿，因为还要采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提出了告辞。邹志江亲自送四凤和和珅下楼，在青山酒楼的门口，3个人拱手告别。点个订阅吧。哎呦，公子爷，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出来了？有什么不能叫志江去府上的？快，小吴啊，把铜壶准备好。真想不到还能见到这样的美人，这应该是乔家的公子，长得也太好看了吧？叫我想想，用什么词形容好呢？治国攀郎？不对，陌生人如玉？不对，奇了怪了，突然没词儿了。美人？你叫她美人？对呀，长得那么美，不是美人是什么？一个男人长成这样，太暴殄天物了。这要是个女人，还不祸国殃民？哎，刚才那2人是谁呀？还让你这个大掌柜的亲自送出去？公子不晓得，那个小姑娘就是会做遭遇的姚四凤，旁边是她哥哥。哦，就是那个柴火妞啊！哼，看不出来呀。她现在来干什么？改主意了？决定把遭遇卖给咱们？不是，姚姑娘是个守信用的人，这一点志江很佩服。小年纪如此信守承诺，假以时日，姚姑娘必成大器。她来是提前给咱们送年礼的8条糟鱼。原来如此，这柴火妞倒是个会来事儿的。公子有何吩咐？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这几天店里客人也不多了吧？是，从腊月到现在客人就很少，马上要过年了，大家都赶着回去过年呢。二伯父、二哥、三哥过年都回来。好事啊，老爷子肯定高兴。二老爷多少年都没回来了。他们一回来我就想出去，每个人回来都要数落我一阵。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公子爷想开点，360行，行行出状元。公子爷虽不能入仕，但咱们做生意好啊。这些年，公子爷在京城、在府城的生意做的，那可都是风生水起呀。咱们乔家的生意可都是您在打理呢。那又如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他们的眼里照样是一文不名。想想还是老爷子看得开呀。公子，姚姑娘新送来的8条糟鱼，正想着给您送过去呢。邹志江不知道该怎么劝，索性不劝，转移了话题。这柴火妞倒是有心的，包起来，一会儿我回去时带走。老邹啊，这铜锅想起来怎么用了吗？这个没有。我记得这个铜锅也是那个柴火妞做的。是，刚才没问他。公子，咱这事儿说不好听的是偷师。姚姑娘当初画了个草图，让志江帮着做铜锅，是志江偷着做了2个。如果姚姑娘是用这个铜锅做生意，咱们这就有些不地道了。哎呦喂，哼，这还是我认识的邹掌柜吗？什么时候咱们邹掌柜这般心思手软、菩萨心肠了？公子您见笑了，志江从来也不是心慈手软之人，只是姚姑娘心怀坦荡，做事光明磊落，志江不忍呐。咋了？甩脸给谁看？谁又得罪你了？哎呦，谁欺负你了？说出来，看娘不打死他！是不是李翠花？姚州市越问，姚牡丹越哭，把姚州市哭得心疼肚疼。你说是谁？娘去找他。姚牡丹哭了一会儿，瞅姚州市实在是着急，才抽抽噎噎，拧着鼻子不哭了。娘，我就问你，前儿那媒婆来说媒，你怎么又把人家给撵走了？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就待在你身边做个老闺女？哎呦，我的天爷！牡丹呐，你是不知道前儿那媒婆来说的那家是什么人，是下里村的瓦匠。那孩子跟着他爹整天走街串巷，去外面干活，能挣钱倒是好事儿，但是他家兄弟4个，家里只有3间房，你要是嫁过去还得自己盖房。牡丹呐，你长得这么好，那样的人家可配不上你。一想着你以后要去伺候公婆，整天起早贪黑做饭洗衣，娘的心就跟滴血似的。娘，真是瓦匠？可不是瓦匠嘛，娘啥时候骗过你？你放心，娘怎么会害你？娘还等着享你的福呢。娘的福气可都在你身上呢。娘的牡丹长得这么好，又白净又好看，一定能嫁个有钱人，整天啥事儿都不用干，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那日子才叫好。姚牡丹被姚州市劝解了半天，心才放下了。娘，如果我自己相中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州市把杨家岭的适龄小伙想了个遍，都没能看中，
杨家岭这个穷山沟沟，能有什么人配得上牡丹？谁呀？你看上了谁？娘，西院那个和生。啥？休想！和生是什么人呐？他家是哪的？家里都有谁？几亩田？几间房？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看中了？你是不是傻？我不同意。娘，你想差了，我可没那么傻。娘只想着和生现在什么都没有，娘怎么没有想想，一旦他想起来，以后呢？娘肯定也知道，和生被四凤救上来时的那身衣裳吧？村里人都说是上好的料子，那料子镇上的人除了乔家，就没人穿得起。这会儿咱们可怜他，收留他，和他结亲后，我和他住西院，他又知道怎么做糟鱼，那往后这生意还不都是咱的？再说了，我可不想嫁得那么远，离娘那么远，我会想娘的。还有啊，和生就是现在想不起来，万一哪天他想起来了，他记起来自己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公子哥，那咱家可不就也跟着富贵了？不得不说，姚牡丹的嘴是太会说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他和和尚的婚事分析了个透透彻彻。姚州市思索了半天，没有再说话，他得好好琢磨琢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年后还要做遭遇吗？我觉得刘炳元似乎有些不大对劲。是啊，刘炳元和刘年仁相比差远了，做遭遇的事儿年后再说吧。你二伯他们肯定会自己做。昨天双柱叔说你二伯找杨老兵盘灶台去了，已经说好了，年后过了15就盘灶。四凤耸耸肩，原本还以为他俩会实实在在的学好手艺，他们要真学会了，我就不做了，让他们去赚这钱。可是现在看来，我高估他们了。那过了年咱们该干些什么？过了正月，等天气稍暖和了，我先过去趟青阳城。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只有爬到泰山顶上，才能一览众山小。镇上倒是能赚钱，但是格局太小，我想去青阳城看看有没有适合咱们做的生意。和生很开心，因为四凤说了咱们，这说明在四凤的心里，他不是外人。他爹呀，牡丹过了年可就17了，眼瞅着春生就要娶媳妇儿，总不能让牡丹这个长辈嫁在春生这个侄子之后，那村里人还不把咱笑话死。今儿下里村那户，人家还是瓦匠，有手艺。十里八村谁家盖房子不找人家？你就不同意？现在急啊！他爹呀，别再说那个瓦匠了，你是没打听出来，那瓦匠手艺不佳，但是他们家只有3间房，4个儿子。难道你愿意咱牡丹跟其他哥哥嫂子挤在一间屋？牡丹是我娇生惯养的，我可不愿意。那你说咋办？你看中哪家？他爹呀，这不我正想和你商量呢。你看看西院那这么好看，和生如何？点个订阅吧。啥？和尚？你咋相中和尚了？他什么来路咱们都不知道呢。咱们家闺女要讲究知根知底儿，不成不成。姚牡丹就站在东间门外，听姚老爹一连几个不成，顿时气得直喘气。一开始我也觉得不成，一个外乡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配得上咱们牡丹？可是后来又想想，觉得这还真是门好亲呐。你想啊，咱先不说和生记不记得自己家，就说和生这人吧，你觉得咋样？踏实不踏实？能干不能干？姚老爹点点头，姚州市这说的是实话。和生话不多，但是踏实肯干。你也承认和生是个不错的吧？我就是相中了和生这一点。你也说了，娶媳妇嫁闺女讲究个知根知底。和生在西院已经半年了，咱们也算是知根知底了。哎，你说的倒是好，就是不知道人家和生愿不愿意呀。哼，他还能有啥不愿意的？到时候让牡丹嫁给他，他和牡丹住西院正屋，四凤他们仨住西厢，这也算是咱们帮衬四凤、五凤和东宝。我这么想，也是想着我那个可怜的三儿。我可怜的三儿早早走了，那杀千刀的狐狸精跟别人跑了，留下3个小孩子，我不看顾谁看顾？这事儿总得问问和生愿不愿意呀。还有，要是和生想起他自己是谁，人家肯定要回自己家，到时候咋办？啥咋办？他和牡丹都拜了堂成了亲，还能咋？不管他家是富还是穷，咱牡丹都是他老婆。姚州市又巧舌如簧，说了一大堆让牡丹嫁给和生的好处。姚老爹也动心了，觉得这确实是一门好点个订阅吧。正月13，邹志江忽然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登门了。哎呀，姚姑娘这屋里真暖和呀。我怕冷，我弟弟妹妹还小，所以烧了火墙。邹掌柜，过年好。同好同好。
姚姑娘，我也不说什么客套话了。乔家正月15要宴客，想请姚姑娘做糟鱼20条。好，今儿个13，后天一早我把20条糟鱼送到邹掌柜的手中。邹志江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大过年的，不会让姚姑娘白做。姚姑娘卖给刘家的是每条4文钱，我出8文。邹掌柜，我虽不是什么君子，但是说过的话不能不作数。我答应过刘家不卖糟鱼给别处。邹掌柜，您开口了，20条糟鱼我送您，咱不谈钱。邹志江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四凤。都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句话用在姚四凤的身上最合适。邹志江目的已经达到，就要起身告辞。就在邹志江即将出屋的时候，他看到一边的铜火锅。姚姑娘，邹某有个疑问。邹掌柜请讲。这个东西到底有何用？四凤笑笑，这是火锅啊，吃饭用的。这个吃饭用的？怎么用？还望姚姑娘解惑。不好意思啊，这是个秘密，四凤还想用这个锅子赚钱呢。对不住，姚姑娘见谅。不过邹某把话说这儿了，如果姚姑娘想用锅子赚钱，咱们青山酒楼随时恭候。四凤点点头，要的就是邹志江这句话。点个订阅吧。四凤摸着铜火锅，邹志江做的这个虽然很粗糙，但还能凑合着用。四凤琢磨了半个时辰，终于决定2个方案：一，把方子卖给邹志江，一次性付款；二，他无偿提供方子，年底分红。和生沉吟了半天，才缓缓开口：卖方子虽然一次性能够得到钱，但以后铜火锅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如果你想细水长流的话，我觉得第2种方法更好。这样的话，你也能够不断的改进方子，不断的增加配料。再说，青山酒楼背后是乔家，背后实力雄厚，咱们搭上青山酒楼，背靠大树好乘凉。以后你再有什么新的菜品，邹掌柜竟然也会第一个想要，你说呢？四凤点点头，其实他也倾向于第2种方案，只是没有完全确定罢了。你既这么说，那年后咱们就和邹掌柜谈合作，我给他无偿提供底锅和蘸料的方子，我要研究出新的底汤配方，还给他。正月15，四凤和和生起了个大早，2人提着20条鱼去镇上。哎呦，姚姑娘和小哥呀，可把你们盼来了，多谢呀！天寒地冻，你们还能送糟鱼，真是帮了邹某的大忙了。姚姑娘，到咱们酒楼坐一会儿，这天啊，还是冷得不行啊。虽然姚姑娘说不用谢，但邹某还是要谢谢姚姑娘。东家的家里来了贵客，东家就想着弄点咱们这边新鲜的食材，邹某就提议了，糟鱼可是咱们这儿的新鲜菜肴啊，别的地方可没有。哎呀，感谢呀！四凤笑笑，和邹志江说着客套话。和生不作声，听邹志江和四凤你来我往打机锋。话题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铜火锅上。点个订阅吧。邹志江郑重地向四凤求教，四凤笑而不语。和生此时开口了：邹掌柜，我们是穷苦人家，我妹妹琢磨出这个新东西，就是想靠这个东西赚点钱养家。你也知道，我们家弟弟妹妹都还小，哪里都是需要钱的。那是，邹某知道。姚姑娘，你说出个道道，如果可行，邹某定然照办。咱们可是老关系了，别的不说，就冲姚姑娘那糟鱼，邹某也不能亏待了姚姑娘。四凤和和生对视一眼，和生点点头。铜火锅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锅子，正适合着冰天雪地的大冬天用。一家人围着铜火锅，一来吃着热乎，二来一家子在一起，利于团圆。邹志江没见过怎么吃，不好说什么，但还是点点头。铜火锅邹掌柜尽管让人做，不过这汤料和蘸料是有配方的。依着姚姑娘，咱们合作如何？姚姑娘出方子，我出场地。四凤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吗？邹志江已经主动说出来了。其实邹志江是个老生意，精明着呢。邹掌柜这么相信我？不瞒姚姑娘和小哥，邹某做生意也有些不少年头了，见过不少人，奸佞的、抠门的、偷奸耍滑的、玩弄小心眼的，邹某一眼就能看中。就冲姚姑娘信守承诺，应了刘家不把糟鱼卖给邹某，邹某就信姚姑娘。合作火锅生意就这么成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凤让五凤给来妞家送了包汤圆，还让和生给杨老九送去了1壶酒和1包汤圆，他自己拿着1包汤圆和1小壶酒去了东院。姚州市见四凤手里拿着东西进来，一脸菊花笑：四凤来了呀，快屋里坐，这大冷天的又去镇上去了？这是啥？他爹呀，四凤送汤圆来了。
姚州市这份热情让四凤颇不习惯。爷，今儿个上镇上买了点汤圆和酒。哎呀，大冷天你挣钱不容易，干啥买这些呀？浪费。姚牡丹站在西街门口也不说话，不过脸上的表情和姚州市一样，让四凤心里犯嘀咕。四凤和姚老爹又说了会儿话，就出了堂屋，走到东院街门口时，姚立夏从东厢出来，跟着四凤出了东院。二哥去做啥？谦儿，咱奶奶和老姑不知道在说啥，一见到我就不说了，我留点心，听了一耳朵。他们说什么西院正午，你离得远没听明白，你注意点。四凤点点头，联系之前立夏给他报信分家那件事儿，四凤知道姚立夏虽然话不多，但人还是正直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正月16，阳光灿灿，天气出奇的好。四凤决定到山上捡柴火。四凤在屋不？爷，四凤出去了，您老有事？没事没事。你教东宝认不少字了吧？差不多有200多个了，年前买了3字经，东宝都能背了。四凤的意思，等东宝再大点，送东宝去学堂。姚老爹满脸自豪，以前姚老三也认几个字，但是早早去了。东宝要是能多认字，上了学堂，等将来考了秀才，他在杨家岭就更有脸面了。和生啊，你在俺家住着还习惯吧？和生听这话有点意外，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姚家西院已经是他的家了。爷爷想问什么？和生啊，你真想不起来了？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吗？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儿都没有记起来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的？和生啊，你成亲没有啊？和生闻言看了姚老爹一眼，没有回答，只是心底深处他觉得自己没有成亲。哎呦，看我又忘了，你连名字都记不得了，哪还记得成不成亲啊？那和生啊，你想过以后没有啊？姚老爹到底要做什么？是要赶他走吗？爷爷，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姚老爹不好意思起来，今天在家里被姚州市和姚牡丹催促，催得他头疼，这才鼓起勇气来西院。那个，你也在俺们杨家岭住了半年多了，想没想过在杨家岭落户？就是娶房媳妇儿。你看你啥都想不起来了，你也这么大了，要是娶房媳妇儿，给你嘘寒问暖，也省得你老是孤身一人。点个订阅吧。爷爷，我现在挺好的，四凤、五凤、东宝都像我的家人，我也把他们看作是亲妹妹、亲弟弟，我们相处得很好。和生不是应该接着他的话问，杨家岭谁家有合适的姑娘吗？和生怎么就不往这方面拐？四凤姐仨儿自个儿都顾不上自个儿呢，哪能顾得上你呀？你总在他们西院住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想着，不如你娶房媳妇儿，对你有好处。爷爷是要赶我走吗？不是，你可不要这么想。俺们姚家人虽然穷，但也是善良人家呀。你一个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流浪子，能住哪去啊？和生看着姚老爹，有些弄不清楚姚老爹到底想说什么。一会儿要他娶房媳妇儿，一会儿说他总在西院住着不太好。姚老爹葫芦里到底装着什么药？那个，你看俺家牡丹咋样？你要是同意了，找个媒人，桂枝就行，走个过场，瞅个日子，你娶了俺家牡丹，你和牡丹还住西院，这样一来也方便照顾四凤他们。和生这才明白姚老爹找他谈话的真实目的，原来是想把姚牡丹嫁给他呀。爷爷，您知道这儿女成婚须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和人谈婚论嫁，你不是欺骗人吗？如果我是付给人家倒还好说，那如果我是穷得一文不名，上无片瓦，是个十无不赦的浪荡子，那岂不是害了牡丹姑娘？和生这样一说，把姚老爹堵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在家里时，姚州市说的头头是道，说他这样说，和生肯定会答应。爷爷，如果刚才如你所说的，我还住在西院，那四凤他们住哪儿？你要是同意了，你和牡丹住正屋，四凤姐仨住西厢，这样更方便不是？和生唇角微抿，眸光陡然间变得冷寒，这样的目光把姚老爹吓了一跳，他不由自主地想要跪下。你不愿意？是，我不愿意。姚老爹张了张嘴，这么好看，再也说不出声来。点个订阅吧。姚老爹垂头丧气离开了西院，走到街门口，正好碰到回来的四凤。爷爷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咱们家谁说什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刚才咱爷来给哥提亲，
提亲，好事啊！谁家的？谁看上和珅哥了？是咱们村的吗？快说！爷想把老姑嫁给哥。啥？姚牡丹嫁给和珅哥？哥，和珅哥，和珅，你要娶姚牡丹？你要是娶了姚牡丹，以后我们是不是得叫你姑父呀？哎呦，笑死我了！这可真的是一桩好婚事。你再说。和珅越是这样气恼，四凤越是觉得好笑。四凤笑得前仰后合，和珅恼得剑眉倒竖。姐，别笑了，你看哥都生气了。别，太好笑了。杨四凤，你再笑，我就真生气了。四凤搂着肚子，总算慢慢止住了笑声。哎呀，笑死我了！怎么能出这档子事儿啊？是你看中了姚牡丹，还是姚牡丹看中了你？如果你看中了姚牡丹，那就是你品味太差；如果姚牡丹看中了你，那就对了。你长得这么英俊英武，在村里走过去，大姑娘小媳妇儿那眼睛都直了。姚牡丹还算有眼光，不过这人品性太差，配不上你。哎呦，不好了，我又想笑了，肚子疼。爷爷来就说这些吗？没有说其他的？爷爷还说，哥要是娶了咱老姑，以后还住在咱西院，他们住正屋，咱们住西厢。爷爷说这样方便他们照顾咱们。听到这里，四凤算是彻底明白了。刚才光顾着好笑，刚刚不笑的瞬间，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以姚老爹的个性，根本不可能想这事儿。能逼着姚老爹亲自开口的，只能是姚周氏。姚周氏的背后是姚牡丹。以姚牡丹那心比天高的性子，看上和珅的长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觊觎西院吧。你什么意见？刚才你怎么回复爷爷的？和珅看着四凤，没有说话。爷爷是个顶要面子的人，他既然能舍下脸皮和说这件事儿，显然是在家里商量好了。你的意见是什么？我要知道。刚才五凤都听到了。五凤赶紧接着和珅的话说，哥一开始说了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不打算娶妻。爷爷追问，哥又说了不愿意，然后爷爷就走了。拒绝了是吗？和珅点点头，虽然不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点个订阅吧。姚老爹背着手回到西院，刚进家门就看到了姚周氏。姚周氏压低了声音，咋样？他爹呀，那和珅到底啥意见？咱们啥时候办事儿？我都想好了，请杨正元的老婆做媒人，好歹她也是村长老婆。姚周氏巴拉巴拉地说开了，他甚至把弄几桌酒席都想好了，还说了让四凤专门做糟鱼，但凡是来吃席的，走的时候一人送一条糟鱼，如此彰显他们姚家大方。如此一来，就没有人再说他小气抠门。哎，拉倒吧，说这些没用的干啥？人家和珅不同意。啥？他不愿意？他竟然不愿意？他凭什么不愿意？他一个不知道姓甚名谁，不知道家是哪里的流浪子，竟然敢拒绝？吃我家的，住我家的，穿我家的，他还拽上了。等着，我找他去，不骂死他！我……姚牡丹本来还沉浸在喜悦中，猛然间听到姚老爹说和珅拒绝了，又听他娘啰里啰嗦的说了一大堆，哇的哭出声来。凭什么？凭什么？他凭什么不愿意？咱们家哪点对不起的？我找他去。他又作什么妖？西院又惹他了？昨儿个四凤来送汤圆，他不是还笑得跟朵花似的？怎么今儿个又翻脸了？你去打听打听，别家里有什么咱不知道的事儿。姚老二一听也是，今儿个是正月16，老规矩，过了正月16，这年才算过完。按照平常，他娘是忌讳在年里面发脾气骂人的。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爹，俺娘这又是咋的了？大过年的，是啥嫌弃啊？娘，你消停消停，喝口水啊！要是翠花惹着你了，你跟我说，我打他。还不是西院那个不知道来路的臭小子？你爹好心去，少说两句吧，做你的饭去。有啥好打听的？你天天不干正事，游手好闲，干你的活去。一回到西厢，李翠花就凑了过来，打听出来啥了？娘说了半拉。啥？娘咋没说完？咱爹打岔了，没说完。咱娘一直都正在街门口等，看样子是等咱爹。咱爹一回来，咱娘就问咋样。那一定是因为咱爹去西院办的事儿是咱娘也知道的，而且是他们商量好的。姚老二也顺着李翠花的思路，夫妻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分析开来。哎，你说会不会是牡丹看中了西院的流浪子和珅，让咱爹去撮合，人家和珅不愿意，咱娘就气上了，牡丹就哭上了？啥？牡丹？和珅？我的天爷，真敢想！人家和珅长得多俊，不是我说，就你那老妹
一辈子搁家里都嫁不出去，好吃懒做，手脚不干净，心肠歹毒，谁娶她谁倒霉。得亏和珅没答应，和珅要是答应了，不对，当家的，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当家的，你说会不会是牡丹看中了西院的糟鱼，想嫁给和珅，然后让和珅做糟鱼，他们自己赚钱？和珅可是什么都会，给镇上送鱼也是和珅自己个儿去的。嘿，吃里扒外的东西，就知道他不是好人。翠花，幸好你想起来了。不行，我得去趟西院，告诉和珅，一定不能娶牡丹。和珅要是娶了牡丹，咱们还赚什么钱呢？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二伯来了，有事儿？那个和珅啊，早上我爹来跟你说啥了？没说什么，就问我在西院住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走？我说我现在还什么都想不起来，离开了西院，去哪儿都是死。我求爷爷暂且收留我一段时间，等我想起来我家是哪儿的，立马就走。姚老二愣怔了，和珅这回答和他在姚州市那里打听来的不一样啊。不过既然和珅不承认，那他那些劝和珅不娶牡丹的话就不用说了。其实他也是多此一举，牡丹都成那样，他娘都骂了一上午，肯定是这事儿没成。下晌，姚老大媳妇姚王氏和二凤回来了，姚州市的怨气怒气才算是暂时停止了。哎呦，二凤啊，银镯子，你们看，银镯子，二凤带着银镯子真稀罕。一个银镯子罢了，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今儿个跟我娘回来的太匆忙，我那个玉镯都忘了带，那可是我们老太太的陪嫁，老太太赏给了我啊，真遗憾，都是我娘催得紧，要不然你们也可以开开眼。众人更加羡慕了，围着二凤，又是艳羡又是嫉妒，纷纷说二凤帮工的人家真好。二凤收获了一堆羡慕嫉妒的目光后，才趾高气扬地回家了。二凤啊，快回来，大冷天的把你冻坏了吧，快回家去上炕。一听说你要回来呀，奶一早就把炕都烧热了，就等着你回来呢。二凤只好跟着姚州市回了东院。姚老大媳妇和二凤带回来了一些东西，这让姚州市很有面子。刚才姚州市可是收获了一大堆村里人的羡慕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奶，平时我娘不在家，你整天给我爹和春生立下做饭，辛苦你了。这回我回来，我们家老太太特意赏了点心，这可是我们老太太指明给你的，奶，你可别嫌不好。不嫌，你们家老太太能惦记我这个老婆子，哎呦喂，真是菩萨心肠啊。二凤啊，你爷你奶都有了，二叔的呢？哎呦，二叔啊，对不住，我们老太太只惦记着爷爷和奶奶了，没惦记你。李翠花在一边却气得肚子鼓鼓，心里把二凤骂了无数遍，在人家家里当个下人，嘚瑟个啥？奶，我娘是在后厨帮工的，你看手都快裂了，所以啊，我想让我娘歇歇。这可是咱们自己家，你说是不是？我娘手要是裂了，就不能帮工，不能帮工就不能挣钱。哎，春生还等着我们挣钱娶媳妇呢，那可是咱老姚家的长孙媳呀。对，二凤说的对，明儿个啊，我做饭，让你娘好好歇歇。奶，你真好，不过你是长辈，该我们孝敬你的，我娘接着我做吧。那怎么成？你这手细皮嫩肉的，是伺候老太太的手，怎么能干这种粗活？不能做。哎，奶，我娘不能做饭，奶你是长辈，更不能做饭。你也不让我做饭，那可怎么办？咱们这一大家子总不能喝西北风吧？这不还有你二婶吗？让你二婶做。李翠花立刻就要跳起来，他们可是分了家的，当初说好了各吃各的。对，我怎么忘了，这不还有二婶吗？可是奶，咱们不是分家了吗？二婶给咱们做饭不好吧？有啥不好的？分了家也能合起来。再说了，今儿个他们不是过来吃的，你们在家住几天，就让你二婶做几天饭。二婶，那就麻烦你了，等会儿洗碗这事儿啊，就给你了。哦，对了，天冷，让我二叔给你烧点热水，不伤手。啥热水不热水呀？浪费柴火，窗户人哪有那么金贵？你不用管。李翠花鼻子都要气歪了，二凤这小贱人竟然敢这么挑三拣四。点个订阅吧。吃完了饭，大房的人回到东厢。姚老大说着家里这段时间的变化，说的最多的就是西院的变化。不等姚老大说完，二凤就插话了。我说呢，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见西院两个小孩子穿着新衣裳，我还以为是别人家的。照爹这么说，定然是五凤和小东宝了。真稀奇了，三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倒比咱们家都富裕了。又说了会儿话，天就黑了。李翠花满心不情愿起来，在姚州市的监督下做饭。
二凤在李翠花做饭的时候去了西院。四凤啊，你是咋想着做糟鱼呢？那糟鱼我们老太太很喜欢吃呢，还有我们三公子也喜欢吃。有一回我们三公子带回来一条糟鱼给老太太，老太太竟然吃了一整条鱼，把我们吓坏了，怎么能吃这么多呢？要是不消化咋办？谁知道老太太一点事儿没有，还真奇了。二姐回来能住几天呢？看二姐穿的衣服在镇上过得不错吧？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要说好，咱奶肯定说我忘本；我要说不好，那就违心了。你也知道，我是伺候老太太的，我们老太太是天底下最慈善的人，夏天怕我们热着，冬天怕我们冷着。听说我要回来，巴巴的让人做了这身新衣裳。二凤打开了话匣子，从老太太到公子到媳妇子们，最后到那家人的看门狗，都是好的。四凤，能不能告诉姐，你那糟鱼是怎么做的？四凤抬起头，咪咪笑笑，不说话。咱们可是亲姊妹，这可是咱们老姚家的手艺，你可不能瞒着二姐。四凤还是不说话，她想看看二凤接下来到底想说什么。听说你做的糟鱼都卖给了刘家，你是不知道，那一回我们家三公子去刘家饭馆吃饭，回来专门烧了一条糟鱼，老太太不是吃完了一整条吗？后来老太太还想吃，就让人去买。你猜怎么着？全镇上只有刘家菜卖糟鱼，你知道那一条鱼卖多少钱吗？一条鱼能卖到20文。四凤，你真发财了。四凤，不是姐说你，你怎么不自己卖糟鱼？怎么能让刘家一家独大？你看看现在，一条糟鱼卖了20文，奇货可居呀。二姐，奇货可居是什么意思啊？四凤故意问了，二凤脸不红心不跳。我们公子说的，公子说到糟鱼的时候，就说刘家是奇货可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糟鱼竟然是你做的。四凤啊，咱们老姚家可是要发财了，点个订阅吧。四姐，二姐好奇怪，她说的那些都是别人家的，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瞎起什么哄？不想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理会就是。哼，哥说了，写字的时候要静心。二凤姐在这里一直说话，我还怎么静心？看看我写的字，哥回来肯定会骂我的，烦死了。四凤交代了五凤2句，就出门去小友河了。四凤出门不久，和生回来。和生是从五凤口中知道刘家把糟鱼卖了20文一条，不觉眉头皱紧。刘家一条糟鱼卖20文，刘家有点黑了，咱们得斟酌斟酌。这没什么好琢磨的，当初刘家第一个接待了我，卖了我的鱼，这点人情咱得记住了。再说了，当初说好了一条鱼4文钱，至于刘家是白送还是高价卖，都和咱们无关了。按照四凤的想法，他把鱼卖给刘家，刘家给他钱，他们之间的交易就结束了。年前有一回我单独去送鱼，刘掌柜拉着我说了好多，尽是他们饭馆生意不好做的话，话里话外的意思，糟鱼的价当初定得高了，他想降价。四凤沉默不语，二凤不说一条鱼20文，和生还不说刘秉元说的那些话呢。但是现在5倍的差价，他替四凤不值。四凤，我听说你二姐想让你去镇上专门给那家老太太做糟鱼。你想去不想？不想。咋了？和生松了口气，刚才听五凤说了，他还真担心四凤心里憋屈，一冲动答应二凤去镇上给人当厨娘。虽然他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是潜意识里他觉得给人当下人不是什么好差事。点个订阅吧。次日，四凤和和生去了镇上，这回他们直奔青山酒楼。正月还没有过完，青山酒楼还没有什么客人。四凤和生到的时候，邹志江不在店里。又等了一会儿，邹志江才回来，见到四凤和和生，邹志江分外的欢喜，因为上回四凤说过，要是四凤把火锅的配方弄出来了，就过来交给他。姚姑娘和小哥来了有一会儿了吧？哎呀，对不住，刚才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下，小二们没有照顾不周吧？现在的青山酒楼对四凤和和生很客气，他们俩一进来就被小二领到了楼上的雅间。两位稍坐，我去准备一下。今天中午两位就在这里用饭，两位也尝尝咱们酒楼的拿手菜。这位就是我们东家乔公子，公子，这位就是我说的姚姑娘，这位和生和小哥。常听邹掌柜提到，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姚姑娘小小年纪就有此种胆魄和智慧，乔某佩服。何公子不像是咱们这里人呐，
瞧这气质，倒像是府城、京城那边的人。乔瑞林这样说，显然是早就知道了何生和姚四凤。乔掌柜已经跟我说过了，小姑娘，这火锅生意在镇上格局太小，我的意思是在青阳城，甚至是府城、京城同样开始，如此一来才算是大生意。佩服佩服，乔公子的眼光和胆魄，到底是我们这等乡野村民不能比的。当初邹掌柜说了合作，我还只想着眼前镇上的1亩3分地，没想到乔公子上来就说到了京城，四凤开眼了。那姚姑娘的方子可准备好了？四凤点点头，把方子拿了出来。邹志江看得很认真，毕竟这事儿要从他这里开始，而且青阳城、京城那边他也要把关。别看邹志江只是镇上青山酒楼的掌柜，但是青阳城和京城的青山酒楼的掌柜都是他的手下，都得听他的。邹志江看完点点头，好，姚姑娘爽快，乔某就喜欢和爽快人打交道。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凤，回神了，你想什么呢？和生小声地问四凤。在饭桌上，他就觉得四凤一直跑神，莫名的他很不安，尤其是对乔瑞林。乔公子就那么好看了，让你现在还在迷瞪？啊，没有，乔公子再好看，哪有我哥好看？哈哈，我想什么呢？我想啊，哥，你说乔公子说的北漠就在咱们的北方吗？咱们这边已经够北了。北漠在咱们西北方，咱们的东北还有一个东真，他们2个把我们的北方给分割了。以前他们占据的地盘都是先朝大唐的，但是大唐后期民生凋敝，内乱不止，胡人趁乱入侵，动乱足足持续了100年。北方2个大部落逐渐崛起，抢夺了北方水草丰满之地。我大宋立国之后，北漠和东真递来国书，说按照已成的事实，3国相安无事。我大宋刚刚立国，内乱还没有完全平息，国力还十分衰弱，皇上就同意了。如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了，大宋国力日渐强盛，朝中有人提议要收回北方草原。哥，你想起来了。和生愣住了。是啊，刚才不由自主地说了那么多，似乎那些话就在脑子里，一直都在。哥，你原先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顺着四凤问出的问题，和生开始想，可是刚去想自己的名字，头又开始疼了，针扎一样，一挖一挖的疼。四凤见和生脸色不对，哥，今天乔瑞林说给咱们4成分红，少不少？要知道那些方子可是咱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实验出来的，4成分红有点对不起咱们的辛苦了。再说了，咱们又不知道火锅1年能赚多少钱，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他说只赚了100两，那咱们是不是亏了？在四凤轻柔的声音中，和生的头慢慢不疼了，脸色也慢慢恢复过来。点个订阅吧。当家的呀，这鱼还真是好吃。爹娘，你们尝尝，新鲜着呢。老二啊，往后咱们家可就靠你了，这糟鱼一卖，咱们老姚家可就有钱了。你放心，你们俩做糟鱼，往后这家里洗洗涮涮的，娘全包了。二哥二嫂，这有你们的，咱们的糟鱼卖了钱，立秋的零嘴儿可少不了了。二嫂，让二哥给你扯新布，做新衣裳。姚牡丹奉承姚老二和李翠花，李翠花顿时觉得自己要飞上天了。哥姐，气死我了！怎么了？又和春伢子争嘴吃了？瞧你现在胖的，哥都抱不动了。不是春伢子，是东岳二伯娘做了糟鱼，做成了，他们笑的声音可大了。姐，怎么办？他们做了糟鱼，咱们以后怎么办？东宝，你记住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天无绝人之路。糟鱼从来都不是咱们一家的，没有了糟鱼，咱们还有其他的生意，放心，饿不着你。东宝听了四凤的话，转瞬间喜笑颜开。姐姐在他的眼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只要姐姐说，那就一定有门道。咱们还做吗？再等2天，等和尚的兵全消了再说。今天咱们去镇上，正月还没过，饭馆的客人少，咱们就是做了，刘家也不一定要那么多，不急。和尚点点头，四凤说不急，那就不急，点个订阅吧。因为小有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四凤没有再做糟鱼，他想去趟青阳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出去见见世面总是好的。原本四凤打算一个人去，
但是和珅听说四凤是要去青阳城，执意要陪着一起去，四凤拗不过，只好应了。进了青阳城，四凤看着两边的店铺，到底是青阳城，繁华程度是镇上不能比的。要看什么？四凤摇摇头，不知道，看看再说。是啊，看什么还没有定论，只是先看看。两个人走走停停，大街上的店铺一个都不放过。有时候四凤还和店里的小二扯上几句，有时候碰到小玩意儿，四凤会停下来给五凤和小东宝买一些。他一边走一边看，就这么走走停停，天黑了下来。灯火通明，街市如昼，游人如织，这就是城市的繁华，非乡下能比也。哥，你说繁华好还是安静好？和珅看了看四凤，他没有什么感触。杨家岭的安静让他心安，青阳城的繁华对于他来说也没什么。他说不出来什么。如果真让他选择，他宁愿选择杨家岭。点个订阅吧。你睡着的时候真好看。好看吗？和乔公子比呢？乔公子啊，是个美人。你的美是透着阳刚的美，他的美带着点阴柔。治国攀郎你知道吧？就是说乔瑞麟的美偏女性化，你的美是阳刚，你们俩不是一个概念。那你喜欢哪一种美？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各有千秋。乔公子再美，我只能看看，也不能摸。你不一样啊，你是我哥呀，我觉得你美还能摸摸。我是男人，以后不要拿美人来比我。知道啊，我又没有说你是女人，男人也可以用美人来形容的呀。美人这个词可不单指女人，只要是长得好的，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美人。和珅无语了，四凤这个话叫他该如何反驳？以前看的书里说，男人鼻直口阔，剑眉朗目，英气逼人。刚才观察你半天，我觉得这些词用在你身上最强大。乔瑞麟呢？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吹口气就能倒。那你是喜欢乔公子那样的公子哥，还是喜欢我这样的粗犷的山野人？乔公子那样的公子哥能做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走个路还让人扶着，一股风就能吹跑的。要是碰到了个打架的，别想着让他保护我，我保护他还差不多。我要是要啊，当然不二人选还是要你。为什么？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乔公子又不能给我上山砍柴，又不能给我下河抓鱼，更不能给我下田种地，我要他何用？你是我从小友河里救上来的，你还欠我银子呢。我不要你，你跑了，银子可就跑了，那我可就亏大了。再者，我要是不要你，五凤和东宝又不愿意，你现在是家里的店员。点个订阅吧。吃完饭，两个人准备返程，但是以他们俩的脚程，回到镇上，天已经完全黑了，过不了小友河，回不了家。恰好碰上了一个从镇上来送货的驮车，驮车要在次日午饭后回去。四凤决定再住一晚上。四凤没有想到，临时决定再住一晚，竟然让他有了意外之喜。大叔，这是什么？啊，不知道呢。我在吴家园挑菜时，吴家园的菜园子里有一株奇奇怪怪的东西，上面就长着这个，可能装菜的时候不小心带过来的。可是天这么冷，你的这些菜怎么这么新鲜啊？吴家园有暖房？哈哈，小姑娘，你说的对了，吴家园有好几个暖房，暖房里的菜都是新鲜的。你想要这个就给你，看着红彤彤的，挺好看的。不过你可不要吃啊，好看的不一定能吃。我见吴家园那边任由这东西长在地里，没有人管。四凤兴奋的要跳起来，这是辣椒，小辣椒啊！四凤急忙打听吴家园在哪里，那人指了方向。四凤打听了，吴家园有暖房的人家有4户，转了3户的暖房都没有发现辣椒，直到第4户，四凤才找到他要的辣椒。果然和那个挑担的人说的一样，暖房的地头里孤零零长着一株辣椒，而且还结了辣椒。四凤展开他的3寸不烂之舌，讨要到了辣椒。种菜那家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就是觉得好看，任由它自生自灭，所以地头就长了这么一个。点个订阅吧。一回到家，四凤浑身上下都是轻松的，这就是家的感觉。姐，二伯做了糟鱼，
昨天就去镇上卖，二伯回来时说话声音很大，还让二伯娘给他炒鸡蛋。姐，二伯做了糟鱼，咱们是不是不能再做了？四凤没有回答。从青阳城回来的时候，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做糟鱼，只要掌握好火候，佐料配好，没什么技巧，就是做起来费时费力。如果姚老二真做好了，他不做也可以。毕竟让姚老二做了，也算是给姚老爹解决了些问题。次日一早，四凤去了镇上，直奔刘家菜。见到四凤，刘秉元一愣神，不过很快乐呵呵的和四凤打招呼。四凤来了，快里面请。这都1个多月了，一直没有来镇上，今天过来看看刘爷爷和刘叔。哎呦，不巧了，我爹去青阳城了，8月29走的。青阳城我二弟妹又生了，我爹我娘过去帮忙，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四凤笑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刘叔，小友和姐动了，我来问问，现在要是需要糟鱼，我明天就开始做。刘秉元的脸一僵，表情有些尴尬，支支吾吾了半天，没说要也没说不要，反正不是十分爽利。四凤敏感地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最终直到四凤告辞，刘秉元也没有说要还是不要糟鱼。和生知道四凤去镇上找刘家了，他也把渔网补好了。见四凤回来，随口说了一句：明儿一早我去打鱼，双柱叔说他也去。不用，先不用打鱼，二伯把鱼卖给了刘家。他想劝慰四凤，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姚老二李翠花当初来学做糟鱼的时候，他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没事，不做糟鱼，咱们做其他的。对，做其他的。哥，咱把后院的菜地翻翻吧，我想育苗。和生二话没说，拿了锄头，和四凤一前一后去了后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按照姚姑娘的图纸，又做了几个铜火锅，并按照姚姑娘的方子准备了食材，还请姚姑娘亲自到酒楼教授。3个人碰到刚刚去镇上送鱼回来的姚老二。姚老二看到邹志江，气哼哼，没有理会，一扭头直接走了。姚姑娘把做糟鱼的手艺交给了你二伯父。二伯父和二伯母跟着学了3天。那姚姑娘可知道你二伯父把糟鱼都卖给谁了？知道。四凤只说了2个字，不再继续这个话题。邹志江替四凤委屈。前几天你二伯父提着糟鱼去酒楼找我，说要把糟鱼卖给我。我问是他自己要卖还是你让他来卖的，他说都一样，你们是一家人。我觉得不对劲，姚姑娘明明说过糟鱼只卖给刘家，不卖给别家的，而且我要用糟鱼，姚姑娘会送。我尝了一块糟鱼，味道火候都欠了很多呀，我猜那不是你做的，对不对？四凤点点头，和生在旁边补充：前些天我们去了趟青阳城。啊，原来如此，我猜那糟鱼不是姚姑娘做的，就没要。再说我信姚姑娘，姚姑娘既然说不卖给我糟鱼，定然不会出尔反尔。后来呢？后来你二伯父就去了刘家，不知道你二伯父和刘秉元是怎么商量的。我让小二留心了，你二伯父再出来，篮子空了，糟鱼留在了刘家。四凤没有再说话，和生也没有说话，他知道四凤心里不太好受。姚姑娘大可不必如此，刘秉元弃姚姑娘而选你二伯父，刘家迟早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听说刘老掌柜去了青阳城，若刘老掌柜不去青阳城，此事不会发生。但事已至此，不知道刘老掌柜回来的时候会如何面对。姚姑娘若还想做这糟鱼，你做多少，我青山酒楼就要多少，一条鱼10文钱，如何？邹掌柜，你是不是觉得没有了糟鱼的生意，我一定很难过？哪里，怎么只是觉得糟鱼生意不能就这么毁了？没什么毁不毁的，我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邹掌柜要是想吃，说一声就是，说是送给你的就是送给你。好，就依姚姑娘的，只是我们家老爷子喜欢糟鱼，姚姑娘还是要隔三差五的做一回呀。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凤，本公子可等你许久了。没办法，路远，让乔公子久等了。
好了好了，不说废话了，开始，食材都按照你说的备好了，怎么弄？这就可以吃了吗？对，可以了。牛羊肉不要滚得太狠，肉下进去变色就能吃了。乔瑞林放下筷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满脑子都是做生意，这顿火锅让他看到了高朋满座，也看到了财源滚滚。四凤，我这样喊你没问题吧？在此之前我还犹豫怀疑，现在才知道乔某错得离谱啊！四凤，瑞林向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我门缝里看人，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了。四凤，你就是一颗蒙尘的珍珠啊！今日我乔瑞林撂下一句话，只要是你姚四凤要做的生意，我乔瑞林第一个支持，我名下所有的产业都可以为你效劳。乔公子不再考虑了吗？只要我姚四凤的生意你都支持？哼，姚姑娘，姚四凤，我乔瑞林堂堂7尺男儿，顶天立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老邹，拿纸笔，我乔瑞林即刻与你签下契约，从今之后，但凡你姚四凤的生意，只要用得着我乔瑞林的，上刀山下火海，我乔瑞林眉毛要是皱一下，我不姓乔。好，乔公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有乔公子这番话，我姚四凤也给你表个态。什么契约不契约的，不过是一张纸而已。人与人之间守的不是那一张纸，而是精神，是信用。你既出言，我必应。我正在研究一种佐料，需要些时间，等弄出来了，第一个给你乔公子。这顿火锅吃得他热血沸腾，从未有过的热血沸腾。他血液里的那种因子在奔走，是这顿火锅把他身体里的这些因子勾引了起来，是姚四凤把他血液里的这种因子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邹啊，怪不得你推崇姚四凤，这小丫头还真是个人物，说话滴水不漏。我明明看到她眼里的兴奋，但她依然是稳稳当当的。这样的人，以后你得给我盯紧了。姚四凤但凡有什么新鲜东西，你要第一个拿住。公子现在信了。姚姑娘虽然出身乡野，但天生聪慧。出身乡野的人不少，但能如此聪慧的人不多呀。是啊，小小年纪就能看出刘家的将来，眼光不比你我这种常年在生意场上打滚的人差呀。刘家以后不用理会，由他去。后日我要去青阳城，待一段时间后去京城，这一走又是大半年。火锅这边先上，看看情况。半月后青阳城上，阜城那边，你和志海商量着来。哎，火锅上的太迟了，应该年前就上啊，奶奶的，少赚了一大笔呀。公子，姚姑娘的意思是滋补高汤的配方，让一个人掌握就行了。如果将来在阜城、京城上火锅，别家效仿，咱们也是防不住啊。姚姑娘说，只要咱们保住高汤和蘸料的方子，任凭他们效仿，他们也做不出咱们的味道。哼，我这次回来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躲联王。联王觊觎京城的青山酒楼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火锅上了，联王那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瑞林邀请我跟他做生意，你为何没有当场应下？我为何要当场应下？我又不是你，凭什么替你做决定？再说我应下了，你不愿意，我怎么收场？你若是出去到青阳城或者阜城、京城，都对你有利，可以尽快的找到你的家人。你若愿意，下次见到乔瑞林，我和他说。四凤见和生沉默，就知道和生不愿意。乔瑞林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其实大可不必。生意场上利益为先，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就拿刘家来说，之前我卖糟鱼给他们，他们的饭馆起死回生，我和刘家是朋友。但是当我和邹掌柜接触了，刘家就认为我和乔家走得近了，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就成了敌人。假以时日，当我们自己的生意做得大了，大的足以吞并乔家的生意，乔家也会视我们为敌人，就是这个道理。二哥，四凤，啥事儿？二哥，一会儿你来西苑，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姚立夏点点头。你是不是想让立夏去酒楼？你属狐狸的呀，还是属蛔虫的？我心里想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对，二哥老是窝在家里，可惜了。东院也就是二哥能出来。立夏眼明心亮，正直善良，可以去试试。不一会儿，立夏来了。四凤，找我啥事儿？二哥，你想不想去镇上做工？镇上的青山酒楼，二哥，你要是想去，
我可以和邹掌柜说说。立夏扭头又看看何生，你要是想去，四凤在邹掌柜那儿还能说上点话。要能去，我去。二哥，到酒楼做工可不比家里，起早贪黑可能会挨骂。前2年可能连工钱也得不到，如果做得不好，人家也可能不留情面的给你辞退。你想好，或者回去跟大伯娘商量一下，这么好看，再给我答复。点个订阅吧。整整一夜，姚立夏躺在炕上辗转反侧。第2天，姚立夏顶着黑眼圈，给姚老大说要去镇上看看他娘。姚老大想着姚王氏走了也有不少日子了，就答应了。姚王氏见立夏，问立夏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娘，四妹说了，能让我去青山酒楼做工，我想去，就来和娘商议商议。啥？青山酒楼？老天爷呀！四凤那丫头说的，她能让你去？老天爷，我，你爹知道不？你爷你奶知道不？这……娘，我还没说，我谁都没说。四妹妹昨天给我说的，我今早就来镇上了。娘，我想去，我不想在家里。二叔他们做鱼，每天要用大堆的柴火，我砍柴少了就被二婶婶骂。我不想在家，我要来镇上做工，哪怕没有工钱也行。你等等，我去找你二姐，我找二凤问问。娘，二姐，立夏，四凤咋说的？立夏把四凤的话重复了一遍。二凤咬着下唇，心里嘀咕：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丫头竟然能有这么大本事，能在青山酒楼的邹掌柜面前说上话。立夏呀，你立马回去给四凤说你去，记住了，这事儿别让咱奶和二叔二婶他们知道。你一回去就催着四凤明儿个带你来镇上，带你去酒楼。这事儿啊，赶早不赶迟，防着夜长梦多。那二姐，我要是去了酒楼，就不能常回家了，家里怎么办呢？我要是不砍柴，家里……嘿，他们没长手啊，他们做糟鱼，你倒成了他们的长工。你回去后告诉咱爹和春生，打柴只供咱家用，他家卖鱼又没有给咱分一文。哼，二婶那人猴精。行了，我先走了。老太太那边离不开人，立夏呀，明儿个就来镇上，家里的事儿别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凤和立夏前脚走，姚老大后脚就给姚老爹说了立夏去青山酒楼做工的事儿。你说四凤那小死妮子介绍立夏去青山酒楼，她能有那么好心吗？立夏年纪小不懂事儿，老大呀，你可不能被骗了。酒楼给多少工钱呢？说了没有啊？是不是四凤那小死妮子扣留了一半？不然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轮到立夏头上？对，一定是。不行，我找他去。瞎胡咧咧啥呀？四凤是那样的人吗？立夏是四凤他哥，四凤会骗他哥？哼，你眼里那小死妮子哪都是好的，人家那么好，咋不把挣的钱交给你？你对人家掏心掏肺，人家心里有没有你这个爷爷？一壶酒就把你打发了，没见过世面。爹呀娘啊，四凤是不是和那个邹掌柜勾搭上了？我就知道没好事儿，他就是嫉妒刘家买了我的糟鱼。爹，那糟鱼可是刘掌柜自己愿意买的，又不是我强卖的。少说2句吧。东院的争吵，四凤和立夏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站在了酒楼里。邹掌柜，几条糟鱼，昨晚上现做的。哎呦，姚姑娘来的正好，我正惦记着你呢，可巧就送来了，这叫我说什么好呢？来，快坐。邹掌柜，今日来是想求邹掌柜一件事。四凤把来意说了，邹掌柜打量了一下姚立夏，最后当然是立夏留下了。当着立夏的面，邹志江说了酒楼的规矩，试用1个月，1个月后如果能用就留下，管吃管住，1个月2文钱，以后做得好，半年后工钱涨到1个月5文。姚姑娘，我们公子的意思是，现在咱们镇上上火锅，过些时日青阳城的火锅再上，到时候还请姚姑娘亲自到青阳城指点一二啊。四凤点头应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公子啊，真是想不到啊，咱们镇上巴掌大的地方，酒楼一天吃火锅的人就有62个，3天呐，218个客人全部都是点了火锅。按照姚姑娘的建议，4碟小菜免费送，3天的收益是之前的2倍呀。今日开始，咱们青阳城的酒楼也要为上火锅准备。老邹，还得你辛苦一趟。
去一趟杨家岭，把姚四凤请来，让姚四凤手把手教，再让姚四凤在青阳城住2天，盯着酒楼的厨师，把他们都教会了，这边再物色一个，学会了跟我上京城。邹志江也很兴奋，火锅上来那可是大生意，镇上的不说，青阳城的酒楼上了火锅，一炮打响，京城那边再轰一炮，加上府城那边，这钱可不就跟流水似的，哗啦啦就来了。邹掌柜，邹掌柜，邹掌柜，你这是去俺家？邹某找姚姑娘有点事儿。找谁？姚姑娘，姚四凤姑娘。啊，找四凤啊？啥事儿？跟我说也是一样，我可是她的亲二伯，有啥事儿我能做主。你是不是要来遭鱼啊？我正在打鱼呢，明早上就能给你送去。邹志江也是走南闯北经历多的人，邹志江看了姚老二一眼，颇觉得好笑。姚先生，您先忙着啊，我找姚姑娘说点事儿。邹掌柜，您这就歪到了。哎呀，都跟你说了，我是四凤的亲二伯，有啥事儿跟我说也是一样，四凤她也听我的。邹志江知道姚老二是个魂不吝，一拱手扭头就走，公子还在青阳城等着呢。四凤啊，这是上哪儿啊？爷爷，邹掌柜请我去趟青阳城。啥？去青阳城？啥事儿啊？老爷子，是我们公子找姚姑娘有事儿，3、4天就回来。老爷子放心，邹某定然把姚姑娘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四凤她一个小孩子懂啥呀？爹，要不咱们一起去吧？乔公子是啥人啊？四凤小孩子家的，一点礼数都没有，得罪了乔公子，咱们家可吃罪不起。再说了，四凤一个人去，咱们也不放心呐。姚老爹犹犹豫豫，他确实不放心。就四凤那个虎脾气，万一哪句话说错得罪了乔公子，他们姚家可怎么办？爹，你还有啥犹豫的？娘，收拾东西吧，走，一起去青阳城。也行，爷爷咱就一起去，我这心里也没底。邹掌柜说上回做的糟鱼，乔公子吃的时候扎破了嘴，虽说也没有多大事儿，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奶，你赶紧收拾东西吧，我爷和我一起去。等等，你说啥？乔公子吃糟鱼扎破了嘴？哎呦，邹掌柜呀，四凤只是个小孩子，做糟鱼也是养家糊口，还请您在乔公子面前多多美言呐。俺们穷苦人家实在是……老爷子，我和四凤交往也不是1天2天了，知道四凤的为人，可是这次，实在是没法说呀。搁我这儿小事一桩，可是公子金贵呀，公子一句话，我这腿都要跑断了。上一次公子吃了四凤姑娘送去的糟鱼，好吃得很，可能鱼蒸得不太透，鱼刺扎破了公子的嘴了。哎呀，公子的意思是啊，请四凤姑娘到青阳城去，一来呢说这事儿，二来也问问姚姑娘，这鱼刺该怎么做才能够更酥软。哎呀，老爷子一家想去也行啊，到时候老爷子当面给公子解释也行。要不还是爷爷跟着你去吧，爷爷给乔公子磕头作揖，公子说咋样就咋样，哪怕是给公子当牛做马都行啊。四凤很感动，刚才那样说是为了阻止姚老二跟着去，可是没想到却把姚老爹给吓住了。不行，你要是去了，家里的活谁干呢？眼瞅着就要春耕了，地里的活多着呢，不能去，谁闯祸谁去，还不着咱们什么事儿。爷爷，我先去瞧瞧，如果乔公子真让咱们赔偿，那我回来再和您商量，成不？老爷子放心，邹某得了四凤姑娘不少帮助，定然会在公子面前为姑娘求情的。万一公子不乐意，四凤姑娘再回来跟您老人家商议也行。姚老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四凤跟着这么邹志江走。点个订阅吧。四凤，快来快来！乔公子早。日临鲁莽，让邹掌柜把四凤你请过来，实是无奈呀。咱们的酒楼要上火锅，你要是不亲自来教他们可不行。还有，你还得好好的在那些厨师里给我物色一个厨师，我要带去京城，到时候京城的火锅也是要上的。四凤，要不你跟我去京城吧？去京城？对呀，放着县城的人不用，我是不是傻呀？你放心，这一路你只管游山玩水，等到了京城，你只管教京城的厨师做火锅，剩下的时间你随便游玩。四凤，你还没去过京城吧？京城，四凤不去京城。乔公子，眼下我还去不了京城，弟弟妹妹都还小，就我这来县城，他们俩都不乐意，
等等吧，等我什么时候想去了再去也不迟。乔公子准备上多少锅子啊？10个，先上10个，看看情况。生意红火，上到15个。好，不过还有一件事儿顶重要，火锅用的菜一定要新鲜，当天做菜当天用，过了夜的菜就不要再用了，保证食材新鲜，才能赢得顾客。四凤啊，你怎么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昨天你没来的时候，我就跟老海说了，一定要保证菜的新鲜。咱们做酒楼的，但凡是有一点食材不好，客人就不买账，客人不买账，生意就倒了，生意没了，哪还有钱呢？你说是不是？四凤点点头，那边有人来禀告，后厨已经准备好了。四凤，之前你给刘家出的点子，让他们免费送小菜，那咱们这个火锅你也出个点子。等会儿啊，老邹和老海商议好了，你也听听。乔公子说笑了，我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给刘家说的那些也只是瞎猫逮着死耗子。四凤，你别骗我了，我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了，要不是你那瞎猫逮着死耗子的招数，刘家早就关门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根藤上的2根蚂蚱呀，我赚钱就是你赚钱，火锅生意好了，钱来的多了，你的分红自然也就多了。四凤啊，这可不行啊，刚才让你陪我去京城你不去，现在让你想法子你又不想，这不行啊，两样总得选一样吧，你总不能看着咱们的火锅生意不好吧，赚钱是王道。邹掌柜和海掌柜正在商量，他们2个都是老生意经，他们想出的法子定然都是最好的。切，装你就继续装吧，我看你能够装到什么时候。四凤笑了笑，不再说话。邹志江和海掌柜过来了，他们2个人商议后推出的策略是，除了免费送4碟小菜外，再免费送1壶桂花酒。四凤，说说你的意思。我说的不一定对，对了，你们听，不对的你们就当我小孩子胡说吧。1，从今日起，让小二在店门口吆喝，试吃3天，凡今天进店点火锅者免费。2，试吃者在3天内预存一定数量的银子，以后到酒楼点火锅9折优惠，预存多少银子你们商量。3天试吃结束后，凡进店点火锅者，每人送1份小点心，小点心100份，送完为止。姚姑娘，这也太……听我说完，这3天所有的试吃火锅统一都是1份肉、1份豆腐、1份粉条、1份白菜、1份海带、1份萝卜，就这6份菜。3天结束后制作一个菜单，咱们准备的火锅的菜都写到上面，我数了数，大约有近20种，把那些菜都写在木牌上，后面写上价钱，由顾客自己点。免费3天打9折，再送100份小点心，我青山酒楼可不是那么财大气粗的主啊。我说我是小孩子，乔公子你非让我说，好了，我说完了，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四凤，告诉我理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儿抓不住流氓，不下大本钱招不来客人，就这么简单。客人只要进了酒楼，往后的事儿就是咱们说了算。哎呀，不成，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呀？又是试吃又是免费，还不把咱们青山酒楼给搞垮了？就照四凤姑娘说的，3天就3天，100份就100份。从现在开始，让小二在门口可着劲儿的吆喝，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儿抓不住流氓，就这么干了。青阳城的火锅生意就这么开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3天的活动结束了，当夜乔掌柜、邹志江、乔瑞林都在，当着四凤和尚的面，海掌柜把3天的账盘了，收入竟然比支出高，纯收入200两银子，这还不算预存银子的。什么？你要回去？是的，出来几天了，弟弟妹妹在家不放心，再说火锅生意已经步上正轨，以后就没有什么事儿了。等我的辣椒弄好了，我会去镇上找邹掌柜的。哎呀，四凤啊，真不想让你回去，要不我把你弟弟妹妹也接过来吧，以后咱们就在一起，那样你想到什么新玩意儿，我就能够第一个知道。和尚的脸都黑了，这个乔瑞林得寸进尺了。乔公子，俗话说穷家难舍，我还是想住在杨家里，当然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我定然会第一个拿给你。哎，过几日我就要去京城了，真遗憾呐。四凤，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去京城？四凤点点头，现在去京城做什么？等到他想去的时候再说。送四凤和声上了马车，看着马车哒哒哒走远。火锅都准备好了？是，公子，20个铜火锅都准备好了。不过
志江觉得还有些不够，又过了20个在赶制中。志江想的是，公子去了京城，大老爷那里肯定要去，公子可以把火锅当成礼物送给大老爷。还有京城那些和咱们有生意来往的，送别的礼物不新鲜，火锅倒是个不错的。我先带20个囤火锅走，那20个赶制好了，你亲自送到京城来。另外，府城的火锅也要加快赶制了，到时候你去接司凤，让她去府城帮衬着。这丫头做事我放心，又聪明又机敏，脑子也活络。往后你在镇上多往杨家岭跑跑，这丫头咱们得攥紧了。邹志江点点头，公子说的正是他想的。四凤说的那个万全如何呀？是个踏实的，话不多。四凤姑娘手把手教，这几天从做高汤到蘸料，再给火锅填炭清灰，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凤凰，去青阳城玩得可开心啊？开心啊，九爷爷，我给你带了青阳城的花雕酒，要不要？要，当然要啊！小凤凰送的酒啊，是最好的。杨老九对于四凤给的东西从来不推辞，不知道的还以为杨老九是四凤的嫡亲爷爷。两个人进了西院，却发现二凤懒洋洋地坐在院子里嗑瓜子，悠哉悠哉的。哟，四凤回来了，这去青阳城有几日了吧？都烧了什么好东西啊？快拿出来，二姐瞧瞧。姐哥，你们回来了。东宝呢？东宝和春芽子不知道去哪玩了。四凤，你去青阳城做啥了？这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啥呀？怎么也不打开来，让二姐瞧瞧。二姐怎么有空回来了？二姐在镇上不是很忙吗？有忙就有闲，总不能一直忙。我呢，回来住些日子。四凤回来了呀！苗老爹气喘吁吁进了西院。刚才他在地里听到村里人说四凤回来了，赶紧从地里赶回来。凤啊，没出啥事儿吧？乔家人有没有为难你呀？他们是不是把你关起来了？是不是让你给他们下苦力了？爷，四凤肯定没有被罚，这还带回来好些东西呢。乔家人是多金贵的人，请四凤过去肯定是要吃四凤做的糟鱼，又不好说出口，就想了这个法子。四凤，你说是不是啊？爷，没事儿，乔公子确实是被鱼刺扎到了，叫我去青阳城，就是希望我以后再做糟鱼仔细点，把鱼刺做的再酥些，再烂些。那就好，那就好。不对呀，那你咋这么久才回来？这都7天了。我这好不容易去趟青阳城，就多住了2天，在青阳城转转，所以就耽搁了。只要你没事啊，爷就放心了。没事爷就放心了。点个订阅吧。看啥看？有啥好看的？都来西院做啥呀？走，都回去。你掏心掏肺担心人家，人家那心里可没有你半分。哼，一天天瞎操心。爷，这是青阳城的烟丝，我也不知道好不好。邹掌柜说这个好，我就买了。给你尝尝这个好不好？还有花雕酒，一会儿我给您送过去。好，这东西好呀。四凤啊，花了不少钱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挣钱不容易，以后可不行再这么乱花钱了。一把烟丝就收买你了，你就值那一把烟丝，看把你高兴的，以后你就跟着那烟丝过吧。姚老二则笑着问四凤：四凤，你给爷爷烧了烟丝，烧了花雕酒，那给二伯烧啥了？你说呢？烟丝儿我就不要了，花雕酒给你二伯整一壶就行了。还有布，四凤啊，3凤6凤的衣裳都小了，你捎回来的那些布随便拿2块就行。还有立秋的衣裳也该换了。四凤啊，你去县城这些天，你爷爷吃不好睡不好，他可是为你掏心掏肺。还有你老姑，一天往小友河边跑几趟，就看看你回来没有，把你带回来的东西拿一半出来，也算对得起你爷爷和你老姑。对不住啊，我只给我爷烧了烟丝和花雕酒，你们呢，我还真没想到。啥？你没想到？你那良心让狗吃了？老二，进屋去把东西全都拿出来！反天了你！我是你奶奶，给你要点孝敬，你还敢不给？奶，二伯，别逼着我拿刀，我给我爷烧东西，那是我爷心里面惦记着我，担心着我。你们摸着良心说说，你们谁担心我了？只要你们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屋里的东西都给你们。你敢？小死妞，你动我一下试试！你要敢动我一下，我就到镇上，到青阳城告你。点个订阅吧。五凤，东西都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姐，我去给你烧水，你先洗洗。四凤啊，你去青阳城都干啥了？二姐还没去过青阳城，你给二姐说说青阳城到底是啥样。二姐怎么现在回来了？
你一回来，你们老太太不就没人伺候了？老太太身边的丫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我签的又不是死契，总不能老在她家办公。二姐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出去一趟。你去，我看家。二姐这是什么意思？啊，忘了给你说了，我回来，你不是去青阳城了吗？我想着五凤和东宝这么小，不放心，就过来陪他们了。这么说，这几天你一直都住在我家？啊，是啊，不住在这儿，怎么陪五凤和东宝？这俩孩子太不让人省心。谁不让你省心了？蓝妞姐陪我们好好的，你把蓝妞姐赶走，你还指使吴姐给你端洗脚水。我姐都没有让吴姐端过洗脚水，你还吃我姐给我买的点心，吃就吃吧，你还说不好吃。我不喜欢你住我家，我讨厌你，姐，让她走。现在我回来了，你可以走了，多谢你。东宝，别胡说，二姐那是和你吴姐闹着玩呢。四凤啊，别听东宝胡说，我哪舍得让五凤给我端洗脚水呀？那是我洗完了脚，不想浪费水，就让五凤就着我的洗脚水洗了。五凤洗完了就端出去了。这么说，你在我家住，用的也是我的被子，我的褥子。就是，我不让她用，我说那是我姐的，我姐不喜欢别人用她的东西，她不听还打我屁股。四凤火冒三丈，她都舍不得打小东宝，二凤竟然打小东宝。趁现在我还没有发脾气，你立刻马上现在从我眼前消失，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四凤，你说啥？赶我走？我可是你二姐，我帮着五凤东宝，你一回来就赶我走，你怪不得咱奶说你心狠，心都黑了。别逼我拿刀砍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3月底，四凤家迎来了一个稀客流年人。四凤姑娘啊，刘爷爷，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快屋里请。刘爷爷什么时候从西安城回来的？回来半个多月了，今日事情不多，就来看看你。瞧您说的，要是知道您从青阳城回来，我定然去看望您老人家。四凤啊，我今日来是给你赔不是的。病源目光短浅，让你受委屈了。六爷爷别这么说，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当初要不是您老人家买下我的糟鱼，我现在还是那个一筹莫展的小叫花子。刘掌柜有其他想法是正确的，这才是生意人。刘爷爷，您不要这样，生意这种事就是如此，刘掌柜有想法很正常。四凤啊，你跟刘爷爷说实话，邹志江弄的那个火锅是不是你想出来的法子呀？是啊，本来我自己弄了个锅子，我们自己在家里吃饭。那次邹掌柜来，恰好看到我们用锅子吃饭，他就想出了这个。刘爷爷，等我再想出新的菜肴，我还去找您，咱们买卖不成，情义在。真的，四凤？刘爷爷，我说话算话的。流年人笑起来，看来他来这一趟是对的。四凤是个好姑娘，只能说他刘家人目光短浅。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爹呀，咱们做了鱼，总不能把鱼再提回去吧？再说了，咱们也吃不了呀。我可不想把鱼拿回去，白送给老妖婆吃。那你说咋办呢？扔了？扔什么？这里人多，咱们现在就叫卖。咱卖给刘家3文钱一条，现在咱们2文钱一条，俺就不信卖不出去。姚老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李翠花说的，他也不想把鱼拿回去白给姚州市吃。姚老二索性照着李翠花的法子，2个人蹲在路边就吆喝上了。刚出锅的糟鱼嘞，新鲜的糟鱼2文钱一条嘞，南来的北往的停下来看一看瞧一瞧嘞，不好吃不要钱嘞。亏得姚老二这次做糟鱼用心了，吃起来倒也不错，一篮子10几条糟鱼，快到上午的时候总算就剩下3条了。喂，卖鱼的，我刚听你吆喝的是糟鱼，是刘家的糟鱼吗？不是，爷您尝尝，昨个上午打的鱼，晚上做的，今儿个早上刚出锅的，新鲜着呢。我以前的刘家卖的那个是差点，算了，将就着吧。老太太想吃糟鱼，刘家没有，今天便宜你们了，这是6文钱。以前刘家的糟鱼一条20文，今儿个倒是运气好。这位贵人，以前刘家的糟鱼都是卖到20文。可不是，有一回我们家3公子给老太太捎回来一条糟鱼，老太太说好吃，这就惦记上了，隔3差5就去刘家买。现在好嘛，刘家也不卖了，没了，你说这弄得叫啥事儿啊？那贵人，您瞧着俺们这糟鱼咋样？要不俺们隔3差5的给您送2条？这个可以，不过呀，这鱼可是给咱们家老太太吃，做鱼做的不酥烂，我们不仅不给钱，还要问你的罪。
哎呦，乔贵人您说的，俺们就是靠这赚钱的，哪能做不好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们是哪个村的？俺们是杨家岭的。杨家岭？你们是杨家岭的？那你们认不认识姚二凤啊？哎呀，认识的，一个村的，怎么不认识呢？俺和他爹熟。听说刘家以前就是从杨家岭买的糟鱼，那做糟鱼的可是姚二凤的堂妹。是，确实是。俺们杨家岭啊，好些家都会做糟鱼。以前给刘家送鱼的，确实是姚二凤的堂妹，叫姚四凤。姚二凤还在镇上的李家帮工呢，听说是老太太的丫鬟，很得老太太的喜欢。姚二凤也是个能耐的，还能把他娘弄到李家帮工。只是不知道为啥，他们娘俩最近回村子了，在家里住了好久了。不知为啥，爬床呗。姚二凤那丫头可不是个简单的，爬上了我们三公子的床，被三少奶奶抓了个正着。三少奶奶是哭天喊地的，要死要活要回娘家，老太太这才把姚二凤给撵回去了。啥？爬床？三公子？我的老天爷呀，这丫头的胆子也太大了吧！怪不得这次回来就住那么久。郑爷，那姚二凤可是个泼辣货，就这么把她送回去，这事儿能了？有什么不能了的？三少奶奶家可是青阳城的大户，姚二凤一个乡下丫头，能闹成啥样啊？顶多打发几两银子就成了。娘，今天俺们去镇上卖鱼，你猜碰到了谁？有事儿就说事儿，老娘没工夫猜。俺们去卖鱼，碰到了镇子上李家的人来买鱼，那人说二凤爬上了他们家三公子的床，这才被赶出来的。啥？你再说一遍，谁爬床？爬谁的床？我说二凤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就连大嫂也回来了，原来是呀，给人家主子给赶回来的。二凤爬了李家公子的床，李家少奶奶闹的是要死要活，李家老太太就把二凤给撵回来了，连大嫂也给撵回来了。姚周氏怔怔地看着姚老二，半天不出声。他也觉得二凤这次回来的奇怪。哎呦，我说呢，怎么舍得回来俺们这山哥的地儿住了？原来是被人家撵出来了，爬床勾引主子，我呸！黄花大闺女做下这等没脸的事儿，还有脸回来？要是我啊，早跳小有河死了。李翠花可算逮住了。过年的时候，二凤回来，把她挤兑的不行，还让姚周氏对付她。你说到底咋回事啊？被人家撵回来，还有脸回来？我的老天爷呀，活不了了！老姚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咋不跳小有河死去？牡丹呢？你也咋嫁出去了？亲侄女做出这等没脸的事儿，这还叫不叫人活了？忽然，二凤弯下腰呕吐起来。你是不是？娘，你先出去，我和他说几句话。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凤，你看你做了啥错事啊？把你爷爷气得手都抖了，快给你爷爷赔个不是！跪下！跪啥呀跪呀！二凤这时候可不能跪。二凤啊，坐椅子上，我跟你爷爷说。老二，你先出去。娘，有啥我不能知道的？这可是关系我们老姚家的大事儿。姚周氏见撵不走姚老二，只好罢了。他爹呀，其实这事儿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咋不跟我说啊？你看看他办的这是啥事儿？哎，我们老姚家什么时候做过这等没脸的事儿啊？咱们穷是穷，可是不能干那些丢脸的事儿啊！二凤这事传出去，往后咱们还能在村子里住下去？我这张老脸还不被人家给笑话死？族里要是谁知道了，咱们会被出族的。他爹，事已经出来了，你发脾气也不管用。你只说咱家二凤错，那这事儿可不是二凤自己一个人能做下的。李家那公子难道就没有一点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凭啥事情出来了，叫咱二凤一个人背错？姚老爹看着二凤，二凤虽然没有跪下，但也不敢坐在椅子上，站在一边低着头不吭声。那李家那么多人，人家就没出去找别人，为啥偏找他呀？做这等丢脸的事儿，你还有理的？那你说咋办？总不能把二凤真扔小有河，这可是你亲孙女。让老大媳妇儿陪着去趟他娘家王家坳。王家坳在山里面，离咱们这边远，你拿钱让老大去镇上弄药，让二凤喝下去。过几个月就在王家坳那边给二凤找户人家嫁了。二凤猛地一抬头，死死地盯着姚老爹。点个订阅吧。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里。反了你不去就跳小有河死去。哎，老大，你说咋办？老姚家不能出这种事，春生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立夏力求东宝，不能因为二凤一个人祸害了整个老姚家的儿子孙呐。你妈就张罗，老大媳妇儿，你去收拾，明儿个一早就走，
老大，你现在就去镇上买药。他娘，拿钱给老大。他爹呀，不着急，我跟你说。你说啥呀？还能说啥？不着急，等他大着肚子被村子里指着脊梁骨骂。哎，春生还娶不娶媳妇儿？李夏、李秋、东宝他们往后怎么办？老杨家的脸还要不要了？他爹，二凤回来，那也是李家老太太给二凤说了话的。你不知道，李家那位三公子成婚3年了，膝下空空。那个三少奶奶就是个不下蛋的鸡。二凤怀孕了，那可是他们李家的种。李老太太是担心三少奶奶对二凤起了歹心，才让二凤先回来住几天。姚州市见姚老爹不说话，就知道姚老爹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咱二凤又有模样又能干，放咱这10里8村没有哪个能比得上，还不是李家那三公子瞧上了咱二凤。二凤一个女孩子家，哪是那李三公子的对手？这事儿啊，都是那李家人的错。不过他们老太太可是个明事理的，这事儿一出来，他就让二凤先回来，就是怕那个不下蛋的三少奶奶伤到了二凤，伤了二凤，可就是伤到了他们李家的香火。二凤回来就是养胎的，起初不说，还不是顾着你的脸面。这会儿既然家里人都知道了，索性就说开了，也不用大家再猜来猜去。老二啊，你们的糟鱼这几天先别做，二凤闻不得油烟味儿。不做糟鱼，俺们咋挣钱呢？娘，手心手背都是肉，二凤是您亲孙女，俺们当家的还是您亲儿子呢。您总得一碗水端平，不让俺们做糟鱼也行，每天给俺们50个铜板，俺们就不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娘，翠花说的话虽然难听，但也是这个理儿啊。你想啊，二凤回来养胎，那最后生的孩子可都是他们李家的子孙呐。这3里5村的，这青阳城再远了往县城说，从来就没听说过婆家的孩子让娘家养的。二凤这还不是养孩子，还是养胎。娘，不是我这个做二叔的小气，实在是说不过去。俺们就是靠着糟鱼赚点钱，那李家可是大户，就今天买糟鱼，一口气买3条，眼睛都不带眨的。娘，您算算这账，俺们不做糟鱼，一天就少赚50个铜板。二凤回来养胎，吃的喝的那都要钱呐，这钱不该怎么姚家出啊，应该他们李家出啊。姚州市一听，也确实是这个理。二凤啊，你二叔说的也对，这钱应该李家出。你回来时，李老太太可给了你钱？你看这鸡蛋啊什么的都金贵着呢。奶，我跟我娘回来的匆忙，老太太只护着让我们先回来，这事儿……二凤，这可不行啊！你肚子里怀着可是他们李家的大孙子，凭什么要俺们姚家养着李家的人呢？这不成，你要是行动不便，明儿个二叔去李家找他们老太太说说。娘，你也去，这经过的事儿多了，你去一说准成，这种事儿还得你们老辈人出面。二凤恨不能拿块裹脚布塞住姚老二的嘴。老二说的对，二凤啊，要是李老太太没有给你钱就让你回来，那她肯定失望了。明儿个我和你二叔一起去镇上，去李家找李老太太，我和她当面说说，顺便商量一下你和女婿的事儿，抽个黄道吉日把你们的事儿办了。哎，本来你和春生比你老姑小，该你老姑先出嫁，可是这事儿弄的，算了，先紧着把你的事儿办了，你这肚子可不等人，然后再把你老姑嫁了。春生等明年再娶媳妇儿，这么好看，就这么定了。点个订阅吧。奶，老太太虽然没有给钱，倒是给了我几件首饰，我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奶，二叔，你们这会儿去李家不是时候。你想啊，老太太让我回来就是为了安抚三少奶奶，你们这会儿去说了我有了身孕，三少奶奶还不直接找来咱们家来？再等等吧，二叔要是着急用钱，我拿银镯子先给你们，算作我对你们不能做糟鱼的补贴吧。到底是李家老太太做事儿就是大方得体，咱们老姚家是厚道人，这时候不帮忙也不行。爹，你说咱们帮着李家养孙子，李家是不是得感激咱们？那啥，二凤啊，你把银镯子拿出来，俺们一准不做糟鱼，等你走了俺们再做。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李老太太那是看在老姚家的脸面上，承的是老姚家的情，人家认识你是老几。二凤啊，银镯子拿出来，你二叔二婶这些日子先不做糟鱼，你安心在家里养胎。不过那老太太可说了日子，半月10来天还成，要是1个月2个月，你这腰身显出来可就不好了。奶，你放心，不会多久。你也是的，你不是在李家帮工吗？那个三少奶奶欺负咱二凤，你这个当娘的长那嘴只能吃饭，你就不能骂她，就不能护着二凤。
瞧瞧现在，二凤回来养胎，家里还得供养二凤吃食。二凤要是在李家养胎多好，吃香的喝辣的，哪用得着咱操心？老大娶你，真是屁用没有。姚王氏不吭声，对姚州氏的叫骂，姚王氏从来没有反抗过。娘，你看哈，二凤把银镯子拿来了，怎么的也得有俺们一点吧？这些天俺们不能卖糟鱼，这可损失不老少钱呐。俺们卖糟鱼，一天少说也有50个铜板的进项。娘，您总得给俺们分点，补补俺们家的窟窿啊！你也知道，翠花那嘴不把门，一不留神说出去，可不是啥好事啊。老二啊，娘要这些东西也没啥用，娘整天在家里也不花，娘死了这些东西还不都是你们的？娘都是给你们攒着的。姚老二并不买账。娘，我是你亲儿子，你说啥就是啥。可是翠花不乐意呀，我也没办法。再说了，3个孩子都那么大了，吃的喝的穿的全靠俺们做糟鱼养活呢，我这也是没办法呀。再给你10个大钱，不能再多了。上回你卖糟鱼说一天最多20文，咋现在就成50文了？大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姚老二见好就收，能从他娘手里要40个铜板，算是破天荒了。大爹，你说二凤真能嫁给李家三公子？操那心做啥？她嫁不嫁也碍不着咱们。二凤那死丫头心贼着呢，她嫁给李家公子，咱们也捞不着啥好。说的也是，那死丫头过年回来，生生让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饭，哼，李家不要她才好呢。当家的，你说咱们能不能去西院做糟鱼，借他们的走？反正他们现在也不做糟鱼，咱们做了还去镇上卖，说不定李家那人就过来要鱼了。姚老二心里犯嘀咕，四凤肯定不会同意。算了算了，不做就不做，正好歇着，整天做糟鱼也是很累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又过了些日子，二凤给自己收拾打扮妥当，由姚王氏陪着出了门。这天是15，每逢初一、15，李老太太都要到观音庙烧香。二凤熟知李老太太的生活习惯，李老太太每次到观音寺上香，都要到大殿里听一会儿经。二凤，你是二凤。不等李老太太说完，二凤扑通就跪下了，一番唱念作答，痛哭流涕，说自己想念老太太，说自己知道错了，还说自己知道怀上身孕已经晚了，还说自己想弄包药把孩子打掉，还想跳小友河去死，可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结果一拖就拖到了现在。李老太太经也不听了，带着一帮人急速回家，当然还带走了二凤和姚王氏。李老太太让人请了大夫过来，大夫给二凤搭脉之后，确认二凤确实怀了身孕，而且日子不短了。二凤已经有孕3个月了，这是李家的骨血，是老三的孩子，李家的孩子不能就这么流落在外。这事儿我做主了，瞅个黄道吉日把二凤抬进来。二凤是我使出来的人，性子什么样我清楚。老三，你可愿意？李三公子愣怔半天，才吭吭哧哧的嗯了一声。李老太太已经和三公子商量好了，下个月就有个黄道吉日，直接把二凤抬进来。至于姚家那边，随随便便打发点银子就成。三少奶奶一听，大声哭嚎，要回娘家。李家的大门也不是你随随便便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你成婚3年，连个孩子都没有，三郎找个小妾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生不出孩子，总不能让三郎绝后。你真要回去也行，我找个人请你娘家人过来，当着你娘家人的面清点你的嫁妆，想走就走吧。三郎不愁找不到媳妇，你要是好好的，那孩子生下来，你还是嫡母。二凤在李家多年，也不是没有自己人。李老太太这一番话，很快一字不差地传到了二凤耳朵里。二凤心里欢喜，但是脸上一点没有了露。点个订阅吧。又过了几天，李家终于来人了，一个婆子带着一个小丫鬟过来。看着婆子带的4样礼，姚州氏的嘴都是歪的，差点没扯到耳朵根。送走婆子，姚州氏把那4样礼摸了又摸。娘啊，这件我喜欢，给我做件衣服吧。姚州氏心里不舍，但还是应了。这锦缎她也不能穿，颜色太鲜艳了。老姑，那东西你可不能拿走，那都是李家送来的聘礼，到时候可都是要当做我的嫁妆带过去的。老姑要是拿走了，到时候李家人问起来怎么说？奶，
大户人家有大户人家的规矩，这4样聘礼都是在李家记了当的。我在老太太身边几年，知道这些规矩。我嫁过去，咱们家还要置办嫁妆，这样咱们姚家才不会被人瞧不起。老姑想要等我进了李家，有的是机会。奶，你说是不是？二凤啊，咱家可没有陪嫁的规矩，你大姑你姐可都没有陪嫁。奶，我知道咱们不管出多少嫁妆，也不敌李家1/1000，但我总得带点嫁妆过去不是？大姑和我姐出嫁时没带嫁妆，那不是因为大姑和我姐嫁的都是一般人家吗？我这是要嫁进李家啊，李家可是高门大户，李家大公子还在外面做官呢。奶，我要是在李家站稳了脚跟，你说还能少了咱家的？行，奶给你置办嫁妆，可是这么多东西你也不能全带走不是？一半，奶给你一半咋样？奶，那些东西你就是全留下也行，往后别想让我帮着姚家做一点事儿。老姑17了还没出嫁呢，再留下去可真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最后姚州市心疼肚疼肝疼的把那4样礼全都送到了东厢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日子一天一天，眼瞅着离吉日只剩下10天了。姚州市盘算着让李家办酒席，他以为李家好歹也得派个人来说道说道这喜事该怎么办。可是一直等到距离吉日只剩5天的时候，李家才来了人，还是那个婆子。婆子说了吉日那天的流程，二凤听完点点头，表示没有异议。姚州市不干了，这好歹也是喜事儿，哪有女婿不来迎亲的道理？这让俺们老姚家的脸往哪儿搁？二凤肚子里的可是李家的大孙子，不能这般欺负人。迎亲，女婿必须来迎亲，不然二凤就不嫁了。姚州市这样说，让婆子鄙夷又惊讶。难道姚家人以为二凤到李家是做少奶奶的？太可笑了。姚老太太，二凤姑娘是做妾，不是正头娘子。说白了，二凤姑娘到了李家，李家跟你们连个亲戚都算不上。老太太，我要是你呀，什么也不说，安安生生等吉日到了，把二凤姑娘送走就行。再过几日，二凤姑娘可就连门都出不了了。你回去传个话，女婿要是不来迎亲，3天回门的时候，女婿得来。还有啊，这段时间俺们姚家给他们李家养孩子，李家得意思意思，不多，100两银子就行。婆子瞪大了眼睛，满脸惊异。二凤恨不得把姚州市的嘴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凤出嫁，那是你二姐，你得出礼，不多10两银子，给你二姐办嫁妆。奶，咱家嫁闺女不是不办嫁妆吗？我大姑和大凤姐出嫁的时候都没有嫁妆，怎么到二凤姐这边就要办嫁妆了？小死妞，你咋那么多废话？二凤是嫁去镇上的李家，李家是大户人家，不办嫁妆，李家瞧不起二凤。10两银子，明天给我送过来。后天吃席，你做50条糟鱼过来，村里人都要来吃席。走的时候，一家送1条糟鱼。奶，1条糟鱼4文钱，这是我卖给刘家的价钱，50条就是200文。奶给我钱，别说50条糟鱼，就是100条我也能做得出来呀。啥？要钱？你个黑心烂肚肠的！二凤是你姐，让你弄50条糟鱼，你还要钱，反了你了！奶，没钱我还真做不成，要不让二伯做，二伯也会做。姐，咱上哪弄10两银子？瞧你皱的眉头，能夹死苍蝇。放心，要钱没有，要命1条。姐有的是钱，但不能给他们，那是给你和东宝花的。正日子那天，李家果然一大早来了2个喜娘，在屋里给二凤收拾了一番，还专门带来了一身桃红色的衣服。二凤就这么着，穿着一身桃红色，拜别家人出门了。哭什么哭？大喜的日子有什么好哭的？二凤是去享福，又不是去受苦。你们一个当娘的，一个当姐的，嚎丧呢，一点也不给二凤争脸。呸！爹呀，俺想拿些礼，这是二凤的喜事。这不，大凤也回来了，她那日子艰难，孩子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俺想不能拿，1条线也不能拿。娘啊，平时你想咋都行，这回俺非要拿。这是人家冲着二凤的喜事送的礼，俺是二凤的娘，俺拿走这些天经地义。大凤那样子你也见了，当年要不是你逼着大凤嫁过去，大凤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就守寡。大凤才20出头，你可是大凤亲奶，你咋这么狠心？老大媳妇儿，拿走，全部拿走，好好给大凤和孩子添衣裳。栓子俺瘦成那样，
你给栓子做好吃的啊，好好补补。最近先别让大凤回去，好不容易接回来，多住些日子。慢点吃，都是你的，还不快谢谢你四姨、五姨、小舅，就知道吃。四凤，这孩子没见过世面，你别怪他。看着大凤畏畏缩缩的样子，四凤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姐回来了，就在家里住着，不用走了。你看栓子只比东宝小1岁多，可是栓子的个头，哎，大姐要是不嫌弃，就让栓子在西院和东宝玩，东宝正缺玩伴呢。大凤感激不已，她也巴不得栓子和西院的人交好。四凤能主动让栓子留下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呦，四凤姑娘，哎呦，你可真难找啊！邹掌柜，你怎么来了？四凤姑娘和小哥，邹某奉公子之命来请四凤姑娘去府城。之前在青阳城，四凤姑娘手把手教会了万全，公子把万全带去了京城，府城这边也要上火锅，可是没有成手啊。公子想麻烦四凤走一趟，手把手教会一个成手。四凤低头沉思，去府城一来一回，加上在府城住上几天，总共也就10-20天，也行。邹掌柜，你先回去，我们商议一下，明日吧，不管我去不去，明日我都会去镇上见你。哎，好，那邹某在镇上等四凤姑娘。四凤、和生和邹志江回到家，见立夏站在街门口，姚老大、姚王氏还有姚老爹都站在街门口和立夏说话。原来邹志江带来了不少礼物，一个人拿不了，本来要带个小伙计过来，但是一想，还不如叫立夏跟着回村一趟。要去吗？当然要去，府城啊，我可从来没有去过。青阳城比镇大，府城比县城大，京城比府城大。咱们不仅要去府城，还要去京城。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看看。四凤啊，那邹掌柜可有说你二哥在酒楼做的咋样啊？没出错吧？爷，放心，我二哥好着呢。邹掌柜说我二哥很踏实，手脚利落，干活很快，就是话不多，不敢往人前站。邹掌柜本来想让二哥在前厅招待客人，可是二哥和客人们一说话就脸红，没办法，邹掌柜只好把二哥安排在后厨。哪儿都一样，哪儿都一样。你二哥呀，就是话不多，人太实诚，不是那等嘴上不把门的人。后厨好，后厨能学到手艺。爷，跟您说件事儿。四凤把邹志江请他去府城的事儿说了。姚老爹一开始笑呵呵的听，听着听着笑容没了，变成了惊讶，眼睛都瞪得老大，半天不说话。爷，我要是去了府城，家里还得请您多照顾。五凤和东宝太小，2个孩子我实在是不放心。我想，不要姐，我不要你去。上回你和哥都去了好些天，二凤姐住咱们家，打我好疼的，我不要你去。我和你姐就去几天。不行，1天也不行。东宝乖，别误了你姐的正事儿。这回呀，爷爷看着您俩，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东宝闹腾，五凤委屈，这个时候也商量不成啥。姚老爹见状就回了，不过临走还是说，要是四凤和生去府城，他会照看五凤和东宝。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带五凤和东宝一起去府城，他们俩从来还没去过府城呢，带他们俩去见识见识也是不错的。如此，咱们在府城多住几天，也不用担心家里。哥，你说啥？行，带五凤和东宝一起去。姐，你说什么？带我和五姐一起去府城？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五凤，把你和东宝的衣服收拾好。这样最好，五凤和东宝见见世面。以后哥还要带你们去京城，看更繁华的地方。姐，我不去，我留下看家。有什么好看的？就2间破屋子，几只鸡，3只鹅，2只羊，外加1只狗，没事儿。明天一早，我给双柱叔和桂枝婶说一下，让他们每天过来喂喂他们。哥，姐，我还是留下吧，家里没个人也不行，万一……五凤，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再去给咱爷爷说一声，咱们一家都去府城，让爷爷来看门。我还要当着东院所有人的面说，咱家放了1000两银子，谁要是来咱家，我的银子丢了，我就去报官，让县老爷来审。别犹豫了，收拾东西，姐姐带你们到府城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四凤啊，都收拾好了没有？啥时候走啊？一会儿就走。爷，我想了一夜，准备带五凤和东宝一起去，让他俩也见识见识府城的繁华。那啥，你要带五凤和东宝一起去，那成吗？邹掌柜乐意不？到了镇上再给邹掌柜说也行。我把你要去府城的事儿啊，跟你奶他们说了，他们都说呀，那府城是啥地方呀？树叶掉下来，
砸到个人都是贵人呐。府城毕竟不是咱们村里，说话办事儿都有讲究。我寻思着让你跟着邹掌柜去，实在是放心不下。你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可怎么对得起你爹呀？我都跟你大伯和大伯娘说了，让他们照看吴凤和东宝。没想到你要带吴凤和东宝去。那成，咱们一起去。吴凤和东宝也刚好见见世面。家里那些活计我都跟你大伯说了，让他帮衬着点。姚老爹都说成这样了，四凤还能说什么？既然要走，那你们快点收拾啊，把东西都收拾全了，一会儿咱们就上路。这赶路的事啊，你不清楚。我的行李昨个晚上你奶奶就给收拾好了，我这就回去拿。爷爷，你可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到路上可得照顾好自己。那吃的喝的，你别想着省点钱啊，要吃饱了喝好了，路上赶路可别着急，别惦记着家里，俺娘有俺们照顾着呢。如此漂亮体贴的话，把四凤都感动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九爷爷，我去府城回来还给你烧酒，你想喝府城的什么酒，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准都给你买。哎呀，小凤凰可真能干呐，这么快就要去府城了，那京城啥时候去呢？不急不急，饭得一口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今年先去府城，京城等明年后年再说吧。等我去了京城，给你烧京城的酒，咋样？不要，京城的酒啊也不一定好喝，还没咱镇上萧家的酒过瘾呢。你要是去了京城啊，见到皇上替九爷爷问声好，要是去了金銮殿呢，抠一块金疙瘩回来。什么金疙瘩？皇帝的金銮殿，那地砖和墙可都是金子做的，你趁着皇帝老儿看不见，抠一小块回来，让你九爷爷也长长见识。成，就这么说定了。九爷爷，不管啥时候，只要我去了京城，见了皇帝，一准替你老人家向他问好，我再瞅他不注意，从墙上抠一小块金子回来。那就这么说定了。四凤啊，邹掌柜请你去府城，到底是去做啥呀？你给爷爷说说啊，让爷爷心里有点底。爷爷，我说了，你得给我保证，回去后不能乱说，尤其是我奶和我二伯，我不信他们。姚老爹有些尴尬，亲孙女不信任亲奶奶，亲侄女不信任亲伯父，这说出去非被笑话死。我和邹掌柜一起做火锅生意，青阳城的青山酒楼已经上了火锅，乔公子觉得府城也可以上，就让邹掌柜请我去府城，教府城的青山酒楼的伙计做火锅。之所以把二哥带上，就是想教会二哥，让二哥在府城的酒楼专门做火锅。如此一来，二哥见的人多了，经的世面多了，手里再有了这做火锅的手艺，将来一定不愁。四凤，这叫爷爷说啥好？这叫爷爷说啥好啊？爷爷啥也不用说，只要好好看着就行。二哥脑子活络，最重要的是人品好，在外面做事八面玲珑当然好，但我还是觉得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好。姚老爹感慨地叹了一声，四凤小小年纪就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老二快40的人了不明白？点个订阅吧。这一路，邹志江把四凤等人照顾得很好，每天赶多少路，在哪里打尖休息，晚上在哪里住店，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四凤姑娘，我们马上要进城了。一帮人下了马车，站在城门口。哥，这个大名府属于哪一路？河北路大名府，统大名府及镇州、营州、贝州、亳州、德州、沧州等24州，得清军、保顺军、定远军、破虏军、平戎军等14军。四凤和和珅的对话很自然，邹志江却听得心惊。和珅随口就说出了河北路的治下，此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守门的兵士过来盘查，邹志江先安慰了众人：不要慌张，进城要经过一番盘查，一会儿就好了。邹志江早有准备，把一个钱袋子悄悄塞给了盘问他的士兵。士兵背着手捏了捏钱袋子，点点头，一摆手，马车被放行。四凤，你让我来府城做什么？二哥，我和邹掌柜合伙做火锅生意，你应该知道。李夏点点头，镇上酒楼的火锅火爆得很，让你来府城，一来你在镇上的酒楼经历过火锅，二来你是我堂哥，我交给你，邹掌柜放心，我也放心。往后这府城青山酒楼的火锅你都要负责起来，等到了酒楼，我亲自教你高汤熬制、蘸料配置、布菜，教你怎么给火锅添炭，怎么保养火锅。教会了你，我就回去，你就留在府城的酒楼。啊！立夏懵了，这是要让他在府城的酒楼独自一人负责火锅？立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好好跟四凤学，好好干，别给咱们老姚家丢脸。爷爷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二哥，
当着爷爷的面，我还有件事要说。大凤姐这次回去我见了，骨瘦如柴，那双手跟鸡爪子似的。还有大凤姐的孩子栓子，4岁的孩子跟2、3岁的差不多。我的意思，二哥，你在府城酒楼做工，工钱不会少，以后大凤姐和栓子你要管起来，他们娘俩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要担起这个做弟弟和做舅舅的责任。四凤，你放心，我姐对我的好，我记在心里。以前我是没有能耐，这往后我有能耐了，肯定不会亏待大姐的。二哥，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栓子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了，这么好看，会记着你的好。点个订阅吧。哎呀，三哥可把你给盼来了，半个月前呢就收到了公子的信，还算着什么时候三哥能过来呢。志海呀，这就是公子提过的姚姑娘，这位是何公子，这几位都是姚姑娘的家人，专程陪着姚姑娘来府城的。四凤姑娘，这位是我的堂弟邹志海，和我一样勉强管理着府城的酒楼。哎呦，姚姑娘、何公子连日赶路，想必是累了。后院已经备下了客房，请几位先到客房洗漱休息，有事咱们明天再说。色香味俱全，看着就很好看。别说吃了，邹掌柜，这也太奢侈了。你这是存心想把我的胃口养刁，等我回了村里吃不到这样的饭菜，我可得找你算账。瞧四凤姑娘说的，你四凤姑娘的能耐，早饭吃这些，小菜一碟呀。关键是看四凤姑娘想不想吃啊。4个人用完了早饭，就在饭桌上，四凤把火锅的事情和邹志海说了。一切按照四凤姑娘说的做，四凤姑娘尽管吩咐。木炭的添置很讲究，一顿饭客人们吃多少时间，用多少木炭，别等到中间木炭烧没了，客人还在吃饭，那就倒了生意。四凤说了很多，立夏和2个伙计也听得很多，当然一遍是不行的，接下来的几天四凤都会手把手的教他们。立夏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非常认真地跟着学。接下来，邹志海、邹志江兄弟2人研究怎么开始推广铜火锅。之前，四凤在青阳城用了免费试吃的招数，邹志江也对邹志海讲了。邹志海饶有兴致地研究四凤在青阳城用的招数。哎呀，三哥，怪不得你如此推崇四凤姑娘，四凤姑娘简直就是个商业奇才呀！她用的那个试吃，就是抓住了一些人贪小便宜的心理。其实，在咱们买卖行当里啊，这种叫做小鱼钓大鱼。咱们先给他们吃点甜头，让他们吃好了，大鱼就来了。具体如何推广，咱们不妨听听四凤姑娘的意思，这也是公子的意思。这火锅推出去，咱们酒楼的生意可就又上一层楼了。不过，我担心满庭香，从去年到现在，满庭香的生意也很火，还有西街的一品居，还有同喜楼。邹志海一口气说了7、8个酒楼，都是府城知名的酒楼，这些酒楼都是青山酒楼的劲敌。咱们只要保证菜品干净，味道上层，这客人呢就知道哪家好哪家坏了。四凤姑娘在青阳城的时候说过，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干净卫生，咱们守住这点应该没有问题。哪几家背后都有大来头，你不能跟他们硬着干。咱们家虽然也不怕他们，但老爷子说过了，不张扬的赚钱才是正道。乔家走到目前的地步，以稳求生，大公子地位特殊，咱们不能添乱。三哥，公子在心里面已经交代了，咱们只要平平稳稳的赚钱就行，不必要和他们对着干。咱们求稳，咱们不是那挣钱不要命的人。三哥，这回能不能多住些日子？公子在信上说了，如果碰到什么难题，可以请四凤姑娘帮忙出出主意。咱们这火锅一上来呀，别人肯定是要挖人的。这个不用担心，高汤的熬制，蘸料的配置，就只有立夏一个人掌握，这是火锅的精髓。立夏是四凤姑娘的堂兄，这就是四凤姑娘带来立夏的真正意思。四凤姑娘还在研究一道美味，据说是辣椒，青阳那边没有，等四凤姑娘弄出来了，火锅会更好。邹志海恍然大悟，极为赞成的点头。兄弟2人拿定了主意，找四凤商议如何推广火锅。点个订阅吧。四凤姑娘，看，咱们什么时候推出火锅呀？弄个木匾，挂在最醒目的地方，木匾写上新式菜肴还有几天，中间那几个几空着，今天写上5，明天改为4，后天改为3，以此往下推。那几个数字用醒目的红色，直到0那天，门口扯上红绸横幅，青山酒楼新推出异域铜火锅，欢迎品尝，5折优惠，仅此1天。邹志海看看邹志江，2兄弟眼中都是思量。邹志海是个行动派的，不一会儿就把木匾竖在了酒楼门口。有老顾客打听到底是什么菜肴，伙计们得了掌柜的叮嘱，一概笑而不语。就这样过了2天，
木匾上改成了1天时。四凤没有上街，而是找到了邹家兄弟。昨天问的人多不多啊？前天中午和晚上加起来有50多个，昨天升到了80多个，今天这才一小会儿，已经来了几波人问。我看了一下，约莫有20-30人。其他酒楼有动静吗？有，已经有4家酒楼通过各种关系来打探，伙计们和后厨的厨师我都盯着呢，不让他们回家。这些天呢，都在后院住着，也不让他们接触外面的人。今天最后一天，可以让伙计们透一点口风。明天新式菜肴推出，5折优惠，可以预定。邹掌柜，你准备了多少锅子？20个，估计不够。大堂30张桌子，雅间20个，即便是上1半锅子，20个锅子也不够。明天的5折优惠，怕是要出事儿。怪我没事先想到你们准备了多少锅子。邹掌柜可想过，咱们这边一推出，你的对手们这么好看，可有对策。点个订阅吧。加紧制作铜火锅，可以有和咱们的一样大的，也可以比咱们的小1号的。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要新鲜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仿制，所以咱们要抓住这个时间段，手快打手慢，赶制出来的火锅要更加的精致些。邹掌柜可以送给府城的贵人家，我知道你们乔家有很多故友在府城，这些人每家送1个。铜火锅送出去，贵人们在家里吃锅子，肯定要弄汤底和蘸料，这时候邹掌柜你就可以出面了。汤底和蘸料就是你酒楼的杀手锏，明白吗？四凤姑娘，这招是真绝呀！我这就去安排赶制铜火锅。邹志海急匆匆走了，邹志江则陪着四凤，他再次对四凤有了新的认识。邹掌柜，赶制的铜火锅几天能出来？大约3天。我堂弟找了3家作坊，先赶制40个。昨晚上初步估算，府城要送出的火锅就有24个，如此剩下16个，再加上店里的20个，应该够用了。不用那么多，再上5个就行。物以稀为贵，多了反倒不新鲜了。生意这种事儿，要的就是让别人觉得他们要是不抢就没有了。还有那3家作坊必须和他们说清楚了，一旦别的酒楼出现火锅，他们必须赔偿咱们，这就是要他们保密，至少要保密一段时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三哥，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这般推崇四凤姑娘，公子又为什么在心里千叮咛万嘱咐，凡事要多和四凤姑娘商量。哎呀，四凤姑娘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在真正实施上，我不如四凤姑娘啊，下不去这个狠手。你我都是久在生意场上的，进的人多了，经的事多了，难免的会瞻前顾后，尤其是在府城，哪一个都是手眼通天的人呐。公子一直说凡事不能太满，这也是老爷子说的，我们都明白，却都没有照着办。四凤姑娘让上这25个锅子，就是不想让我们把事情做得太满，我们不可能把钱全部都赚到手，和气生财才是重要的。三哥，那我就按照四凤姑娘说的照着办，接下来几天我会去拜会府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把咱们的锅子送出去，礼多人不怪，咱们谦恭了，这财运啊说不定就开了。三哥，你在店里多帮衬着。青山酒楼的火锅生意就这么一炮打响了，连着3天场场爆满，20个锅子全部用上，立夏每天忙得水都顾不上喝一口。看着酒楼的生意如此红火，谁的心里都欢喜。点个订阅吧。邹志江和四凤、和生等人回乡，立夏被留了下来。四凤对立夏好一番交代，立夏频频点头。姚老爹交代立夏好好干，立夏一一应了。归乡心切，来的时候慢悠悠走了4、5天，回去的时候只用了3天半。到了镇上，天正好黑了。邹志江招待大家在镇上的酒楼住一晚，明日一早他送各位到码头。双柱和桂枝帮着和生推车，只是这夫妻俩的脸上并没有显得多高兴，反而有些愁闷。你说啥？我二伯他们住我家。东宝说啥？姐，二伯住咱家了，咱没家了。四凤脸上的笑顿时没了，把目光看向双柱和桂枝。哎呀，俺们拦不住啊！你二伯说你们去府城不回来了，把房子给了他。因为这事，你二伯还和你大伯打了一架，把你大伯的头都给打烂了。唉，俺们没办法，就和你二伯商议，别的俺们都不拿，就把后院种的那些辣椒苗给移走了。这可是你千叮咛万嘱咐的。四凤大踏步往家走，姚老爹再也顾不得和村民说话，一路小跑往家走。谁叫你们住西院的？谁叫你们住西院的？爹，你听俺说，你和四凤不是去府城了吗？起初俺们也没打算搬过来，这不是有一回俺们去镇上卖糟鱼，碰到人说四凤巴结上了乔家，在乔家买了大房子，俺就寻思着这房子肯定是靠人养的，房子里有人住才能保住啊。
这西院要是能够长久不住人，会垮塌的。所以俺们就搬过来了。俺们也是要给四凤看房子，这搬家老费神了。老大，走的时候怎么交代你的啊？当初四凤把立夏介绍去镇上酒楼，又把立夏带去府城，你们俩说要报答四凤，你们说会好好的照看西院，你是怎么照看的？俺们跟爹保证要好好照看西院，俺们每天都来西院扫扫院子，喂鸡喂狗喂羊喂鹅。村西的地还是俺孩他爹和双柱一起去交的，俺们尽心了。可是二弟他们要搬过来，俺们也拦不住。就因为这，俺孩他爹还被二弟打破了头，拿着铁锹打，幸亏被拉住了，要不然人命就没了，也不知道有多大的仇气。没那回事儿，俺们哥俩的事儿，哎呀，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小时候俺们哥俩还经常打架呢，打得死去活来的。娘，你说是不是？老大老二的事儿回头再说，这都回来了，还不赶快回家？老二啊，帮着你爹把这东西都搬回去。四凤啊，东院西院都一样，走走走，咱回东院住。西厢虽然小了点儿，但紧凑，你们姐仨住正好。再说了，离奶奶近，奶奶也好照看你们不是？还愣着干啥？快把东西都搬回去，别让人看笑话。你们都是强盗，你们坏，你们抢我的家。姐，我不去东院住，我就要住我的家。东宝哇的哭出声来，东宝这一哭，五凤也哭了。这咋还哭上了？是不是路上受了颠簸？走走走，回去奶给你们做糖水蛋吃。点个订阅吧。爷，当初分家的时候是经了族里的，现在当着全村人的面，爷，你能不能把分家的字据说给大家？我们三房应该住哪儿？哎呀，提那些做啥？那就是说玩的。四凤啊，你小孩子家别当真呐，这可是你亲二伯。对，我亲二伯，不是亲二伯还做不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当初分家冲的是我的遭遇吧？学会做遭遇，把我的遭遇生意抢了，趁我不在家再抢我的院子。哈哈，你们听听，这就是我亲二伯，猪狗不如的亲二伯。爷爷，我今天当着众位乡亲的面，要做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儿，我要和姚家二房断亲，你们从我的家滚出去。四凤，你说啥？断亲？是断亲，和姚家二房断亲。从今日起，我姚四凤、姚五凤、姚东宝没有姚家二房这门亲，没有二伯二伯娘，没有三堂姐、六堂姐、三堂兄。呸！作死！你个小死妞，你以为你去府城几天，尾巴就翘上天了？你敢断亲，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村长呢？三族伯，你们都看看，这小死妮能成啥样了？以为自己攀上了贵人，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看不起俺们了？想断亲，门儿都没有！老三是我生的，没有老三就没有你们仨。你们想上天？今天你们要是断亲，我先打死你！四凤不理会姚州市的叫骂，拨开众人进了屋。忽然，院子里的众人听到屋里传来一声嘶吼：“啊！”村民们一震，这声音太让人难受。和生急忙跑进屋：“四凤，没事啊，大不了咱们重新收拾。把这些东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呦，你们干什么？这是俺们的东西，别扔坏了。哎，四凤，你干什么呀？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扔什么扔啊？给我拿回去！我是你二伯，你爹死了，你娘那臭不要脸的改嫁，你们仨归我管。别说我住西院，我就是把你们仨撵走，也是天经地义。赶紧给我搬回去！敢啊！你把我们赶出去啊！你要不把我们赶出去，你别姓姚。小兔崽子，反了天了！看我不打死你！姚老二上前几步，揪住东宝要打东宝，可是手还没有落下，就被和生抓住了手腕。李翠花心疼的连滚带爬，赶紧捡拾一些没摔坏的。姚州市也慌着抢被子抢褥子，那些被子可都是四凤年前刚做的，里面的棉絮都是新换的，还有被面，那可都是上好的。只是他们还没有抢几件，就见四凤从灶炉里拿出一块红彤彤的柴火，扔在了杂物堆上。被子褥子见火就着，火很快着起来。啊，我的东西！老天哪，这败家贱人，你咋不把他收了去？这是作孽呀！杨正元站在当院，见四凤如此，大大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凤会做出这种行为，四凤这性子也太烈了。姚老爹苦着脸，一边抢救东西，一边想要劝四凤，可是又没有底气。哥，去看看八仙桌下面那个活砖下的银票还在不在？拿出来，明天咱们去镇上买东西。常柱叔，劳烦你找匠人，我要盖新房。四凤，你说啥？啥盖新房？双柱叔，你没听错，我的房子被阿家人住了，我恶心，我想扒了重建新房，
劳烦双柱叔找匠人来。四凤的话掷地有声，所有的村民都呆愣了，就连杨正元也呆愣了。魏知审，盖房做饭这事儿就包给你了，叔叔大爷、大娘婶子们，姚四凤要盖新房，大家伙多帮衬。如果谁有空闲能帮得上忙的，一天15个铜板。有人愿意就跟双柱叔说，婶子大娘们要是愿意过来做饭，给桂知审说。四凤这话一出来，院里院外顿时都热闹了。村长伯伯，四凤不懂事，这盖房子还得您多帮衬。你这房子还是你爹在的时候盖的，年久失修，冬天冷夏天热，确实得翻修了。放心，伯伯心里有底，一定给你把好关。你说说，这叫啥事儿啊？哎，四凤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容易吗？那可是亲二伯呀，怎么就老想着霸占侄女侄子的东西呢？得亏四凤硬气，这要是五凤当家，这仨孩子连条活路都没了。东宝今儿个黑跟婶儿走吧，晚上跟春伢子睡，五凤也过来吧，等明儿个你姐买铺盖了，婶儿再帮你们做新被子新褥子。四凤没有反对，五凤和东宝年纪小，夜这么长耐不住，虽然已经是初夏，但夜晚还是很凉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说我是不是很作？穷家破日子烧什么烧，将就着用就行了，哪来的那么多讲究？不讲究怎么行？人活着不就是图这口气吗？如果被人欺负到头上，拉屎拉尿都不敢吭声，那成什么了？你支持我？当然支持，我是你哥，我不支持你，你就不管我了。我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人，出去还不得饿死？四凤扑哧笑了，凭和尚的能耐，出去饿死鬼才相信。不过他知道和尚在劝他，这心意他知道。四凤把带回来的东西一一整理，吃的用的分开放，找来找去，突然觉得少了一件首饰，那是邹志海专门给他和五凤买的。哥，小邹掌柜送的那个红旗匣子放哪儿了？找不到。明明放在那个大木箱子里了，怎么不见了？你再找找，是不是手误？别放到别处了。四凤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仔细回忆，从府城回到镇子上，马车直接进了酒楼后院，酒楼的人是不可能碰的。算了算了，等明天再说吧。四凤，明天准备做什么？明天啊，让双柱叔找匠人，咱们找地方先住下。等找到地方了，把这里的东西都搬出去。沉默，四凤不再说话，和声也不作声。许久，黑暗中才传来四凤的声音：哥，你计较别人用你的东西吗？当然计较。是啊，谁不计较呢？我辛辛苦苦置办的东西，别人用的心安理得，凭什么？等咱们的钱再多一点，咱们就搬出去，去县城买个房子，这样东宝上学也方便。这样好啊，去县城住麻烦事少。等过年了，乔瑞林给咱们分红了，咱们就去县城买房子，离开这个龌龊地。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天麻麻亮，五凤就回来了。他心疼哥哥姐姐，虽然双柱叔送了2床被子，但依照他对哥哥姐姐的了解，他们俩昨夜一定没有睡好。五凤，记不记得在府城时，小邹掌柜给咱们买的那个首饰，放在红旗小匣？昨晚上我整理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五凤皱眉想了半天，摇摇头，忽然想到一件事儿。昨天乱糟糟的，人多，春伢子长了个心眼儿，看着咱们的行李车。春伢子说看到老姑在车旁边晃悠，春伢子吆喝老姑走，老姑还骂了春伢子多管闲事。四凤抬腿去双柱家找春伢子，双柱桂枝都起来了，2个人都不是懒人，一个烧柴，一个做饭。见四凤过来，桂枝招呼四凤进屋，还说早饭一会儿就好。四凤，真的要把屋再盖？叔，扒了再盖，他们住过的地方我恶心。成，那叔一会儿啊，吃罢饭就去找匠人。四凤点点头，离开了双柱家。等四凤、五凤、和声吃完了饭，东宝拉着春伢子过来了。姐，四凤姐，快去把你给春伢子的礼物拿出来。东宝很欢喜的去拿他给春伢子的礼物。四凤忽然问春伢子：昨天你看见我老姑在咱的车旁转悠了？他还翻看了一个大箱子，我喊了一声，他还骂我。后来东宝喊我，我就没再看车。四凤考虑了一下，背着手出了家门，去了东院，点个订阅吧。大伯早。四凤来了。我来找我爷说点事儿。对了，大伯、大伯娘，二哥在府城很好，你们放心，只要二哥好好干，工钱很可观。四凤啊，过来啦。爷，府城小邹掌柜送给我和五凤的簪子和镯子，还有耳坠，都放在红旗小匣子里。爷爷，你当初也见了吧？见了。人家邹掌柜是个厚道人。可是现在不见了，那些首饰不说值1000两，也值800两。昨晚上我找了3遍都没有找到，昨天闹哄哄的，也不知道谁手长摸短给拿去了。
不过这东西也好找，邹掌柜送的首饰上都刻了我和五凤的名字，想必也好找。啊，那咋办？爷爷给你挨家挨户问问去。爷，这样不好。如果是有人偷的，咱们上门去问还好说；如果不是人家偷的，咱们上门去问，人家肯定会恼火。再说，平白无故去问，那就是怀疑人家，乡里乡亲的不好。我准备去报官，让官府来查，毕竟这是价值800两的首饰啊。这事儿由官府出面比较好，他们有自己的法子，一准能查到，还不得罪人。姚老爹沉默了，他还想着挨家挨户问，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就这么着吧，爷，一会儿我要去镇上买东西，顺便让邹掌柜去县衙报案，让县衙的官差老爷明天来查案。那要是查出来，会不会被抓走啊？会呀，县衙的官差可不是咱们这样和颜悦色说话，人家有很多手段，一定能查出来。再说了，昨天那么多人，指不定有谁看见了。爷爷放心，官府查出来就不碍咱们什么事儿了。抓走了打板子下监牢，那也是他自找的，谁让他手长摸短？你个败家的小死妞，你还在说啥？知道丢了还不赶快去镇上报官？那么贵重值钱的东西，你咋能随便放？不知道天高地厚，看把你能耐的！现在丢了吧，活该！还不快去！等官差老爷来抓住了贼，你让那酒楼的老板给官差老爷说说，把那贼下监牢，上钉板，下油锅，在手指头上扎针，我就不信治不了他这黑心肝的贼。点个订阅吧，四凤啊，见到邹掌柜没有？见了，把事情都给邹掌柜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邹掌柜已经去了县城，他说这事儿包在他身上，明天他会和官差老爷一起来。他还说要多带一些人，要是查出来抓到贼人，直接就脱了裤子打板子，当着全村人的面打完了板子就带回县衙的监牢。光脱裤子打板子哪够啊？先把腿打断，再把手剁了，这样他才能长记性。没有人接姚州市的话，姚州市站在街上吼了一会儿，回去了。娘啊，你说官差老爷要抓住了贼，真会脱了裤子打板子，当着全村人的面打完了还要下监牢？你是说四凤丢的那几件首饰吧？哼，小死妞显摆，那么贵重的首饰就随随便便扔在箱子里，那要是弄个包袱拴在身上，哪里会丢？真是个败家的，丢了也活该。不过要是官差老爷找回来了，娘给你要过来，给你当嫁妆。娘，救救我！我不想滚钉板，不想被脱了裤子打板子，我不想被罚去做苦力，不想下监牢。你说的啥？你好好的打什么板子，下什么监牢？那首饰是我拿的。姚州市一听这话，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嘴里的那个让他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的贼，竟然是自己的女儿。那些东西是你拿的？娘，救救我！我不要去！明天官差老爷要是来抓到了我，我就活不了了。你把首饰拿出来让娘看看，到底是啥东西？有小死妞说的那么值钱吗？别是小死妞想讹人吧？放心，娘看了后再说。姚牡丹哆哆嗦嗦的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漆的匣子。死丫头说这东西上都刻了她和五凤的名字，在哪儿？我咋就看不见？死丫头整天说大话唬人。娘啊，咋办呢？明儿个官差老爷就要来了，娘啊，咋办呢？我不要被打板子，你去跟四凤说说，人家既然能送他一次，就让那什么掌柜的再送他一节就是了，别让官差老爷来村里。娘，你先放柜子里，这么好看，我去西院。点个订阅吧。四凤啊，官差老爷明儿个真要过来？当然，邹掌柜的背后是乔家，乔家在青阳城说话算话，跺一脚青阳城震3震。这些奶奶你又不是不知道，连县太爷都听乔家的。黑暗中，姚州是冷不丁打了个哆嗦，声音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跋扈和凶恶。四凤啊，你看咱这乡里乡亲的都住了这么多年，村里人啥样你也清楚，这冷不丁把官差老爷请了来，说你丢了首饰，这谁的脸上也不好看，你说是不是啊？奶奶也是为你着想，你们姐弟3个往后还在村子里行走，这么弄会得罪村里人的，要不就算了吧。那些首饰不是府城的什么掌柜送的吗？你让他照原样再送你一些不就行了？奶，你现在说已经晚了，邹掌柜这会儿只怕已经和县太爷说清楚了，明儿个一早他们就来了。他们来咱村具体怎么查，查到了以后把贼带到哪儿去我就不知道了。说来这事儿也不赖我，要怪就怪他自己，谁让他偷东西。奶，没事的话我们就睡了。哼，你这招数管用吗？听说过惊弓之鸟吗？姚牡丹就是那只鸟，我要让他自己吓破胆，自己把东西拿出来。你说他们要是明着向我讨要，说不定我还会给他们，毕竟我又不喜欢那些东西。但是姚牡丹千不该万不该去偷，我最恨这种下作的行为，偷盗抢劫
最让人不齿。没事了，没事了，东西送过去了，官差老爷来了，再也不怕。姚牡丹听姚州氏这么说，顿时觉得头顶上的大山消失了。周掌柜，我姐在家呢。今儿个早上，我姐说您会来，我还以为我姐骗我呢。真香，这锅里做什么呢？啊，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呀。海掌柜笑呵呵的和和生四凤打招呼，并把身边的2个官差介绍给四凤和生。海某人奉公子之命来给姑娘送礼，四凤姑娘和公子可不能推辞啊。瞧海掌柜说的话，我这家徒四壁正说没东西呢，您这是雪中送炭来了。老二，你咋了？爹，四凤是不是把官差老爷给请来了？那些官差是不是要把俺们抓走啊？平常我怎么教你的啊？谁叫你手长摸短偷东西？四凤已经报给官老爷了，官老爷要抓你，我也没有法子。你赶紧快去给四凤赔不是，把东西都还给四凤。爹去给四凤求求情，兴许四凤看在我的面子上，还能让邹掌柜说上几句好话。要不然，官差老爷把你带走，下了监牢，你爹我就是磕头作揖，也是救不出你了。爹呀，俺们就是在西院住了几天，没拿四凤啥东西，俺们真的什么也没拿，就是吃了鸡蛋，喝了羊奶，就是仨孩子穿了四凤他们仨的衣裳，那也都是他们穿旧了的。天地良心，俺们真没偷啊！四凤那些钱可都好好的，一文不少啊。柜子里那些布都是俺娘拿走的，还有豆油和俺们无关呢。还不说实话，还不说实话，等着官差老爷把你下监牢才说是不是啊？不想死就赶紧把首饰盒拿出来。爹，你说啥呀？啥首饰啊？还装！官差老爷都来了，马上就要召集村民挨个询问，你还装？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快把首饰拿出来，再不拿出来，你爹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你就等着下监牢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你说清楚啊！官差老爷来不是因为俺们住了西院，四凤还不是那等不顾脸面的人，你们一家搬出来，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偷四凤的首饰，那些首饰可是傅成邹掌柜送的，上面都打着四凤和吴凤的名字，你就是藏起来也是不行啊。哎呀，我的儿啊，你咋这么糊涂呢？那官差可不讲情面，他们下起手有多狠，你根本就想不到。老二，你快拿出来吧。不对呀，爹，不对呀，我是你儿子呀。我虽然混，我虽然爱占小便宜，但是那等偷东西的事我可不干呐。这是你教的呀，这是辱没祖宗的事啊。我姚老二就是穷死饿死也不能干呐。那首饰可真不是我拿的。你想啊，我一直都在院子里，翠花也在院子里，你们带回来的东西我根本就没看见呢。那么多人看着，我们怎么偷啊？难不成我能分身去偷首饰？姚老爹一听也是啊，那天老二夫妻2个一直都在院子里，三凤、六凤、立秋也在西院，而一车礼物是在街门口放着的，不应该是老二。不是你就好，不是你就好啊！爹，到底是咋回事啊？四凤报官是因为丢了首饰，都是啥首饰啊？那么金贵？是府城的小邹掌柜送给四凤五凤的，有镯子、簪子、耳坠什么的，挺贵重的。四凤不要，人家小邹掌柜硬是要给。回来的时候装在一个红木漆的匣子里面，四凤随手就放在大木箱中，没想到最后首饰不见了。那些首饰没有1000两也有800两，所以四凤昨个就去镇上找邹掌柜，让邹掌柜去县城报官了。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其实四凤对2位官差的到来也莫名其妙，他也没有想到这世上竟然真有这么巧的事儿。他对姚老爹说让邹志江去报官，那都是假的，是故意说给姚牡丹听的。没想到要什么来什么，今天就真来了官差来充门面了。至于那2个官差，因为海掌柜从青阳城过来，出城的时候正好碰上，海掌柜和县衙的人常打交道，就邀请官差一同行路。就这么着，邹掌柜、海掌柜并2位官差到了杨家岭。刚刚离开小友河码头，姚老爹就跑了过来。四凤啊，咋说了？官差老爷咋没出来问话呀？爷，你说我让邹掌柜去报官的事儿，是不是被人听去了？今儿个天不亮，黑虎一直叫唤，我起来一看，木匣子回来了，首饰一个也不少，不知道是谁从门缝里又给塞回来了。啥？你说那首饰又被送回来了？本来我想东西既然已经回来了，我就去镇上告诉邹掌柜，让他去县衙销案。
可是我还没有去镇上，邹掌柜就陪着官差来了。官差本来是想要挨家挨户查问的，我想着东西已经回来了，咱也没有损失，还是算了。乡里乡亲的，要是查问出来，多不好看啊！您说是不是啊，爷爷？对，四凤啊，你做的对呀。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兴许他们就是觉得好看，玩了会儿又给送回来了，这样好。那你说不查了，官差愿意？大老远的来了，你说不查人家就走，官差会不会找咱们的事儿啊？爷爷，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悄悄给官差塞了点钱，这才把事情压下了。要不然这么好看，这么怎么样？点个订阅吧。他爹呀，咋说了？我咋听外面吵吵说官差走了？走了。不是来查案的吗？咋就走了？不查了？说是今儿天不亮就被人送回去了。四凤给官差塞了钱，好说歹说，说了好多好话，官差才不查了。要不然啊，今儿官差非得把咱们村搜个底朝天不可。姚州市全然忽视掉姚老爹后面的话，他只听前面的，官差走了，不查了。至于四凤塞钱什么的，他根本没听见。你这是咋了？昨儿个是牡丹，今儿个是你，是不是病了？要不要找杨老仙儿弄2副药啊？没事儿，昨个牡丹肚子不舒服，起了几次夜，我照顾牡丹没睡好，今儿个好好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姚老爹听姚州市这样说，联想到姚牡丹昨天的样子，就没往别处想。他哪里知道偷首饰的贼就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官差的到来，姚家西院成了杨家岭茶余饭后谈论的重点，尤其是对四凤的议论更是此起彼伏。有些村民竟然还神乎其神地说什么四凤出生的时候看见姚家房顶上有五彩云，这怎么还说的这么神奇啦？都能编神话了，五彩祥云，哼，我还齐天大圣呢。姐，齐天大圣就是你讲的那个孙悟空吧？对，就是他。有一天齐天大圣会踩着七彩祥云过来接我，明白吗？齐天大圣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你做啥？接我不接？小东宝，你怎么这么可爱？你怎么能这么搞笑？那云彩上只能坐下一个人，你说是你上去还是我上去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行了，你快说说房子要怎么盖？扒了重建还是重新找地方？和尚一说这话，四凤的思绪就回来了。今天邹掌柜、海掌柜还有官差到来，把他的盖房思路打断了，得重新捡起来。四凤把自己的想法跟和珅说了，按照四凤的意思，房子干脆全都扒了，扒到地基，重新盖起。把门楼修一下，换了结实的大门，茅房也要盖个顶子。我把茅房忘了，行，就照你说的来。那我去画图纸，等盖房的人来了，再详细的给他们说。傍晚，盖房子的人如约而至，双柱陪同。姚老爹听说盖房子的人来了，也赶紧过来。虽然他不出钱，但他是四凤的亲爷爷，盖房子可不是小事情，他得在场。主家，这修3面火墙，费时费工还费钱，主家确定要修成这样？就照我说的盖。四凤啊，要不用修火墙，弹炕，天冷了烧炕就行，火墙太费钱了。爷爷，修火墙是想让屋里暖和点，弹炕省事儿，可是整个屋子里不暖和呀。钱不用操心，挣钱就是花的，不然起早贪黑挣钱做什么？哎，姚老爹还要阻止，四凤已经领着盖房的人出了屋，双柱跟着，3个人一边研究一边说着盖房的工钱。姚老爹跟出来，听到最后工钱是一个大工1天35个铜板，一个小工1天20个铜板，包工不包料。姚老爹才松了口气，还好，这人没有欺负四凤是个小孩子，这么好看，没有胡乱要钱，点个订阅吧。因为要扒了房重建，四凤就得重新找地方住。姚老爹的意思，东院倒座房，新石头好，春生结婚的日子定在了过年的时候，这离春生结婚还有大半年。等春生结婚，西院的新房早就盖好了。春生知道后，跑去问姚老爹：“爷爷，让四凤住到座房，我没意见，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就是爷爷，能不能问问四凤，给俺也弄出去做工？俺也不说去府城、县城就行。”姚老爹吃惊地看着春生，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极为看重的大孙子心里头竟然有这样的小九九、小算盘。一时间，姚老爹心里头五味杂陈。春生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做工，这让他心里头难受。不过姚老爹尽管心里头难受，还是决定和四凤说说：“爷爷，我准备租用村东头那2间公房住半年，
那边地方大，您看看家里这些鸡、羊、大鹅，哪一个都是跟着走。村长伯伯好心把村东的公房让我住，可我也不能白住，就说了我出租金半年，新房盖成了总得透透风，你说是不是？姚老爹不知不觉就被四凤给带到了另一条思路上，开始思考租金多少。那是，咱也不是那等无赖人家，住村里的房自然是要给钱的，不给钱过不去呀。村里面那么多人看着呢，不过钱也不能太多，差不多就行了啊。盖房还要花不老少的钱呢，省着点。哎，我听爷爷的。姚老爹不再提让四凤一家住倒座房的事儿，而是先去村东的公房查看了。四凤看着姚老爹急匆匆出门的背影，半天不说话。爷爷的心真好啊。是啊，就因为爷爷，所以东院的人只要不过分，我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爷爷虽然也有私心，但他的心里还是惦记着我们的。咱们要好好孝敬爷爷就行。是，好好孝敬爷爷，干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得知四凤要搬家，还要盖房，杨大壮带着一帮小伙伴过来了。四凤，你要盖新房？对，盖新房。你还要来给帮忙的人工钱，1天15文。是啊，咋了？我能不能来？你能做啥？嘿，四凤，你可别小看人，我家盖猪圈我还打土坯呢。真的？骗你是小狗，不信你问问他们。杨大壮，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是盖房子，你要是真能干活，算你一个。至于工钱，那要看你干活干得咋样。没问题，保证让你满意。俺杨大壮可不是孬人，有的是力气。师傅，你看看俺也能的，俺能和泥，俺还能搬土坯，俺不要那么多工钱，你看着给就行。这样吧，你们都说自己能干活，我也没见过，总得让我看看不是？村东的那2座公房我租下了，现在还没有打扫，你们帮我打扫了，我验验你们干活利索不利索。成，包在俺们身上了。走，咱们都去，让四凤看看咱们到底能不能干活。杨大壮，今儿个没工钱，不过你去河里弄10来条鱼，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东院那边过来帮忙的有姚老大和姚王氏，用姚老爹的话说，四凤把立夏带出去了，立夏将来挣了钱，可都是大房一家的。哼，要是咱们没住西院，那死丫头还不能盖新房呢，她还得谢咱。李翠花听姚老二这样说，想了想，觉得也是这个理儿。就因为他们住了西院，四凤才决定盖房，那他们要是不住，四凤也就不盖房了。他爹，你说的对，咱们是在帮他。就他们那破房，风从墙缝里呼呼的刮进来，不定什么时候就塌了，他得谢咱。夫妻2个在屋里嘀嘀咕咕，自我安慰了老半天，可是让他俩去找四凤要谢礼，他俩又不敢。老大一家最精，你瞅瞅，他们一家都去那边吃饭了。春生没去干活，大早还给春生端饭回来。不行，他爹呀，你得去，你就往那儿一站，啥也不做，总能吃上饭不是？李秋，从今儿起你就去西院吃饭，你爷爷在那儿呢，你也去，听见没？拿个大碗，你吃饱了端2碗回来，再拿5、6个白面馍馍，听见没？李秋早就想去西院吃饭，他看着干活的人端着碗蹲在街上大口大口的吃饭，手里2、3个白面馍馍，他的肚子就咕咕咕的叫。听他爹这样说，李秋立马跑出去了。李秋饱餐一顿，回去后的当晚就开始搂着肚子在炕上打滚，说肚子疼。李秋喊肚子疼，把姚老二和李翠花吓坏了。姚老二心疼儿子，更恨四凤，这会儿什么也不顾了。爹，俺们住西院，四凤记恨俺们，俺没啥说的。可是立秋他就是个孩子呀，咱们去哪他去哪儿。四凤他这心里面咋这么狠呢啊？他咋就能往菜里面下药呢？胡说！四凤今儿个一直都在忙着，哪有那闲工夫啊？再说立秋肚子疼，不找杨老仙儿，你骂四凤能让立秋的肚子不疼喽？我也在西院吃饭，我咋没肚子疼啊？村里那么多人都在吃一锅饭，咋没肚子疼？立秋啊，你今儿个都吃啥了？吃了1碗肉菜，3馍馍。姚老爹一听，气得一跺脚，什么也没说，出去找杨老仙儿了。不一会儿，杨老仙儿来，摸摸立秋的手心，敲敲立秋的肚子，翻翻立秋的眼皮，最后让姚老二跟着他去拿药。药拿回来，哄立秋喝下去。第2天，姚老爹一早起来要去西院，姚老二从西屋出来。爹啊，俺有事说。你说吧。你看啊，立秋昨个在杨老仙那儿看病，花了10文钱。立秋是在西院吃饭后犯的病，这钱应该西院出，对不对？你说什么？姚老二没有看清姚老爹的脸色，重复了刚才的话，话音未落，啪的一声，
姚老爹一巴掌打在姚老二的脸上。你还敢问四凤要钱啊？你可要脸吧？立秋咋病的？吃多了撑的。杨老仙儿都说了，3个白面馍馍1碗菜，我都吃不了那么多。立秋多大点儿啊？你不知道你还有脸呢？哼，我不管立秋咋病的，那总是吃了西院的饭菜病的。爹，你不能不认这个理儿啊。那立秋忒小了点，咋就没人阻拦呢？但凡是有个人阻拦，立秋也不至于病着，俺们也不至于花这10文大钱。现在挣钱有多难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是敢去跟四凤要钱，这么好看，小心我打断你的腿！点个订阅吧。以前姚老爹这样说狠话，姚老二早就服软了。可是这回姚老二丝毫没有服软的意思。爹，你不能这样护着西院，护着四凤啊！俺娘病了好几天了，他来看过。俺娘可是他亲奶奶，这方圆百里有他这种孙女儿。亲奶奶都病了好几天了，躺在床上连1碗水也不端，只顾着自己盖新房，也就是没有了老三。要是老三在呀，他敢这样？以前俺娘说四凤那丫头心狠心软，俺还给俺娘解释说小孩子不懂事，不用和他一般见识。可是现在你看看他又有钱了，连夜拿钱给杨老九，给双柱，给村里其他人，他可给俺娘一根线了，给俺娘端1碗水了。哎呀，爹呀，你不能因为跟着他去了一趟府城，回来了这心就偏成这样。你这1碗水要端平啊，不能太偏心了西院了。俺可是你亲儿子，俺都被他挤兑成这样子了，你也该看看俺们呢。姚老爹气得眼前黑了一大片，他还想着给姚老二补窟窿，姚老二却在后面拆台。一阵咳嗽声，姚周氏从屋里出来。自从那天晚上因为姚牡丹偷首饰的事儿，姚周氏一夜未眠，整整1天都待在屋里不出来，生怕官差来抓人。一直等到官差走了，姚周氏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姚周氏毕竟上了年纪，就这么一下子病倒了，从官差走那天就病倒了。老大媳妇儿，先给你娘炖个糖水蛋，今儿个呀，你就不用去西院办公了，留在家里照看你娘。不用，谁也不用，我死了你们才高兴呢。我生你们养你们，我都要病死了，连问都不问，我死了算了。西院有钱，小死妞能给你买烟丝，能给你买酒，能把立夏弄去府城，你们都去西院，不用管我，我死了正好不碍你们的眼。听姚周氏这样说，姚老爹也觉得自己这几天光顾着西院盖房子，没有管姚周氏不对。病了就回屋躺着去，我去找杨老仙儿跟你来瞧瞧病。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老爹和杨老仙一前一后回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四凤。爷，咋了？谁病了？你奶昨个躺了1天了，说是头疼，昨个1天就喝了1碗粥。四凤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大约能猜到姚周氏为什么病的。爷，您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去瞅瞅我奶。我奶奶看病钱我出吧。那哪能让你出啊？哎，你盖房子也花不老少的钱呢，你奶奶看病也花不了几个钱，不用你出。没事儿，盖房子钱是盖房子，给我奶看病的钱我还是有的。爷，你们赶紧去吧，我就不过去了。我奶看不惯我，我去了反倒不好。杨先生，您尽管给我奶看病，不用考虑要贵还是要贱，捡好的用，别舍不得。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奶可得好好的。哎呦，瞧瞧这四凤啊，真是懂事啊！姚少义，你有这么个孙女啊，真是福气。姚老爹带着杨老仙儿进了东院，杨老仙儿给姚周氏诊脉，姚周氏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说什么不要太贵的，他没钱，他没病，就是起夜着了凉，躺2天喝碗姜汤就好了。杨老仙儿被姚周氏絮叨的烦了，对了姚周氏2句。又不让你花钱，刚才来时碰到四凤，四凤说你看病的钱他出，你管那要贵还是要贱呢？人家四凤3间大王房直愣愣的就起来了，还差你这点看病的钱。他说啥？给我看病钱死丫头出。才将来时碰到四凤，四凤就是这么说的。牡丹，快去把你大哥喊回来，我躺2天就好了，不花那冤枉钱。杨老仙黑心着呢，他开药生怕拿不到钱。牡丹呐，你去西院跟死丫头要钱，要我看病的钱，就说我说的，钱要50文钱，拿回来咱们自己看病，不要让他把钱给杨老仙儿，快去！姚老爹皱眉，你还病着呢，好好躺着。四凤把钱给杨老仙就是给了，你管恁多做啥呀？拿钱拿回来你又舍不得，等老大抓药回来，牡丹给你娘煎药，好好的吃2副药。我没病，我就是牡丹呐，快去呀！死站在那儿做啥？一天天啥都做，连碗水都烧不开，养你这么大顶啥用？快去
跑腿的事儿总会吧，赶紧把这么好看，钱要回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因为做贼心虚，因为怕丢人，姚牡丹没有去。姚王氏端着糖水蛋进来，姚周氏可算是逮着了出气筒了，冲着姚周氏就骂起来：“想把老娘烫死啊！烫死我，你们就好过了。黑心烂肚肠的臭婊子，整天不安好心，一个扒着我死，我不死，我偏偏就要好好活着，气死你们！”姚王氏被姚周氏劈头盖脸一顿骂，气得手都是哆嗦的。姚王氏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抬头对姚老爹说：“爹，你说过的，四凤不懂事，需要俺们这做长辈的帮衬。俺是四凤亲伯娘，俺不帮衬谁帮衬？昨儿个俺和桂枝都说好了，今儿个还是俺们俩搭伙。别人做饭总是浪费材料，爹，你让老大去西院帮工，不就是为了看着不让他们浪费材料吗？俺今儿个还得去，俺娘跟前这不还有牡丹吗？那你去吧，告诉四凤，我一会儿早过去，等会儿老大回来就让老大过去，你跟老大多用点心，四凤是你亲侄女儿。爹，大嫂去西院吃好吃的，不管娘，你咋就答应了？娘还病着呢。胡说啥？你大嫂去西院是帮着四凤干活，啥吃好吃的？你都嫩大了，啥都不干，你娘病着，你好好的在跟前伺候，咋恁多废话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天，西院来了一个陌生人，来人自报家门，正在干活的姚老爹过来一看，欢喜不已。谁呀？姚菊英的大儿子孟旺。人心都是肉长的，姚菊英记得姚老三的好，也记得四凤的好。姚菊英知道娘家也就四凤和姚老爹能让他有所念想。姚老爹看到孟旺很欢喜，到底是亲外孙。四凤盖新房，孟旺过来帮忙，他们表兄妹往后常走动，这关系就又近了。房子有条不紊地盖着，不到1个月，北屋的主体就落成了。转眼就到了上梁起脊那天，姚老爹起了个大早。这天可是鼎鼎重要的一天，要放鞭炮，要上香敬祖宗，要请族里的长辈们过来喝酒。大梁上还要族里最高辈分的人亲笔写上男丁的名字，这是这里的规矩。四凤对这些规矩持无所谓的态度，姚老爹要如此办，那就如此办，入乡随俗，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鞭炮一响，姚老爹亲手点燃了香烛，带着东宝郑重地喝了3个头。四凤双手抱胸站在一边，看着众人那份兴奋，不由得笑了。他这算是盖起了自己的房子，真好。鞭炮响得正浓的时候，邹志江笑呵呵来了。邹志江送上了大大的红枫，还有一整只猪。这红枫和猪一送，这份热闹被推上了高潮。姚老爹的脸红得透着光，这辈子他也盖了几次房，但是只有这一次他容光满面，让他这么好看，觉得惊艳。点个订阅吧。四凤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丝毫没有发现小有河的水小了很多。原先养老酒停船的小码头，如今已经完全露出了水面，河床已经裂开了大口。杨正元很发愁，天天往小有河边跑，看着日渐下降的河水和干涸的河床，眉头紧皱。已经3个月不见一滴雨，庄稼都蔫了。不仅杨正元愁，村民们都愁。地里面庄稼减产，打出来的粮食交了税后所剩无几，怎么够家里人吃？口粮不够咋办？四凤看着这般困境，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这一天，四凤都没有出门，窝在家里。和生忙着盖房，也没有在意四凤摆弄的东西。一连3天，四凤连新房那儿都没去，一直在家里。终于在第4天，四凤出门了，她直奔杨正元的家。村长伯伯，我想在河边建水车。四凤，你说建啥？村长伯伯，你跟我去我家看看吧，我做了个模型。杨正元跟着四凤去了村东的四凤临时的家，就见院子里放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奇怪的东西让杨正元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四凤，你要弄啥呀？村长伯伯，这就是我说的水车。四凤啊，这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别捣乱了啊！伯伯正愁着呢。村长伯伯是不是在为没法浇地发愁？我这个水车呀，就是为了解决浇地难的。现在是干旱天，用水车浇地，免了挑水之苦。伯伯，你看。杨正元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村长伯伯，这就是小有河，上面的木盆呢，就是咱们的小石渠。咱们建个水车，把小有河的水弄到石渠里，不就能浇地了？
哎呀，四凤啊，四凤，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呀！咱们杨家岭的地有救了！走走走，跟伯伯去河边看看，在哪建个水车好。点个订阅吧。杨正元和四凤沿着小友河足足跑了一下午，终于确定了建水车的地方。方案初步确定，杨正元去找做水车的木匠，四凤回去画图纸，两个人分头行动。杨正元一脸喜气，一溜小跑往村里面走，碰到村里挑水的人，乐呵呵的和挑水的人说道：挑不了几天了，等咱们的水车建成了，就不用挑水了。水车？啥水车呀？村长，啥水车？你倒是说清楚啊！四凤修的，四凤为咱们村修的水车。四凤说了，他出钱建水车，大家有力出力，有了水车就能浇地了。挑水的村民都停了下来。四凤掏钱建水车？啥水车？拉水的车？没错，就是四凤掏钱建水车。刚才四凤和杨正元考察建水车地方的时候，四凤就说了，建水车的钱他出，村里人有力出力就行，只要把石渠修好，那水池子修好，这也算是他为村里做点好事。这事儿就像一阵风，瞬间满村人都知道了。凤啊，你要建水车，拉水的车？是啊，爷爷，挑水浇地那是杯水车薪，把人累得不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建了水车，让水自动流到地里，不就省事儿了？姚老爹看着四凤画的图纸，他看不明白，他只知道今天盖房的时候，每个人都夸他，说什么四凤要帮着村里建水车，村长都去找木匠了。这会儿看到四凤果然要建水车，姚老爹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他的腰杆前所未有的直，脸仰得很高。慢慢的，杨家岭建水车的事儿传遍了3里5村，小友河下游的村民也来观看了，有人甚至和3个木匠说好，等杨家岭的水车建好了去他们村。不过事先杨正元和3个木匠已经说好了，图纸不能外传，那可是四凤的心血，谁要用总得经过四凤同意。四凤建水车那是为他们杨家岭村谋福利，别的村算什么？当有人求到杨正元这儿，杨正元抹不开面子找四凤的时候，四凤轻描淡写的一笑：村长伯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意见。日子一天一天过，3个木匠卯足了劲儿干。杨正元带领村民修建水池，修建石渠，杨家岭的村民前所未有的齐心协力，前所未有的团结一心，水车就这么着建成了。水车开始运转那天，西院的房子停工了，所有人都去河边看水车。和生和四凤远远地站着，他们俩没有挤到最前面，因为村民太多了，不仅杨家岭的村民来了，小友河下游的几个村也有很多人来。和生见四凤并没有表现出来多么的喜悦，疑惑地问：你不开心？没有啊，我很开心啊。那你怎么不笑啊？四凤莞尔：高兴就非得表现在脸上吗？我心里高兴就行了。走吧，看看咱们种的棉花，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伯娘，啥事儿啊？咋了这是？县老爷来了，问水车的事儿。你伯伯说建水车是你的主意，你伯伯让我来找你，快！大老爷，这就是我们村的四凤，姚四凤，水车就是他出钱建的。刚才给大老爷看了图纸，也是四凤画的。水车是你想出来的？是。别害怕，你说说是怎么想出来的？县太爷和颜悦色的和四凤说话，还生怕四凤害怕了。没咋想，就是我在用纺花车时，棉絮老是起毛，弄得我直咳嗽。我就在纺花车上面弄了个竹筒，装了点水，让水滴到棉絮上，这样棉絮毛毛就飞不起来了。然后就想到这法子了。对，大老爷，四凤就是把竹筒绑在了纺花车上，我去看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呀。县太爷大笑起来，被青阳县百姓传得神乎其神的水车，原来就是因为纺花车上绑个竹筒。不过这个小丫头确实聪明。那你怎么想着给村里面建水车呀？爷爷年纪大了，挑水浇地太累，我就和村长伯伯商量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做，都是村长伯伯和村里人做的。那钱呢？你拿出了那么多钱建水车，你家人同意吗？四凤仰着脸看着姚老爹，姚老爹腿都软了，眼前这可是县太爷，一县之长啊。同意。姚老爹总算磕磕巴巴说出来了。老人家心怀天下，本官谢过。县太爷双手抱拳，恭敬地给姚老爹行了个礼。姚老爹吓得腿一软，县太爷给他行礼了，
县太爷竟然给他行礼了。点个订阅吧。西院的房子全部盖成的那天，东院来了个婆子，说是镇上李家的，也就是二凤的婆家。来人说二凤生子，生了个女儿，已经10来天了。姚王氏一听，又喜又忧，喜的是二凤生了，忧的是二凤生的是女儿，李家3房想要的是儿子。姚州氏很兴奋，不管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二凤生的。二凤生下了李家的骨血。姚州氏丝毫没有想二凤能不能在李家站稳脚跟，这不是他考虑的事儿。姚州氏摆起了二凤娘家人的谱。这来的也太迟了，你们应该在二凤还没有生的时候就过来，请我们娘家人去照看二凤。幸好是二凤身子骨结实，平平顺顺把孩子生下来了。要是万一碰上那等黑心烂肚肠的，起了歪心思，害我们二凤，我们上哪儿说理去？那婆子陪着笑，听着姚州氏数落。不过婆子的心里可没有高看姚州氏半分。姚州氏这样刁蛮抠搜的人，她见得多了。婆子也是经过事儿的，任由姚州氏数落半天。最后婆子走了，带来的4样礼物全都进了姚州氏的手里。姚王氏不愿意，嫁给李家的是他女儿，给李家生孩子的是他女儿。李家让人来姚家报喜送礼，理应有他们一份，他们才是正经的老丈人丈母娘。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房子建成后，四凤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村里所有来帮工的人都按照之前定好的，每个男人15文钱，女人帮忙做饭8文钱。算工钱的日子，大家伙都很开心，只是领工钱时，大家伙百般推脱。都说四凤已经帮村里建了大水车，这工钱意思意思就是了。男人们一致决定把15文工钱降到10文。村里人这般做让四凤很感动。姚老大和姚王氏没要工钱，姚老爹的意思他们和四凤是一家人，再说还有立夏的事儿，老大一家不能要工钱。姚老大也同意，不过四凤还是给姚老大夫妻开了工钱，毕竟这2个多月姚老大和王氏帮助他们良多。姚菊英的儿子孟旺自然也没有要工钱，不过四凤和和生专程去了孟寨一趟，把工钱给孟旺送去了。姚菊英说什么也不要，只说往后他们表兄妹多走动就好，他们家没什么可以帮助四凤的，只有这把子力气。四凤看着家贫如洗的孟家，心里面盘算着怎么帮助姚菊英。四凤并不知道，姚菊英也不知道，还有一桩大喜事等着孟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凤回到村里，见桂枝在自己家。桂枝开门见山问四凤去孟寨的事儿，四凤也没有遮掩，照实说了。桂枝笑呵呵地说，村里杨四圈媳妇看上了孟旺，想把自己的2丫头说给孟旺。婶子说的是春燕？可不是春燕，春燕今年15了。四圈媳妇的意思是孟旺踏踏实实的干活，不稀罕力气，见人就笑，这孩子看着喜庆。再说了，你大姑是啥人呢？咱们都清楚，春燕嫁过去也不怕被欺负。四凤啊，你看这事咋样，能不能成？婶儿，这都是你们这些大人的事儿，我能说啥？我又不懂。你不懂是不懂，可是你看人准啊。要我说呀，孟旺是个好孩子，春燕也不错，他们俩要是成了，也是桩好事。那我以后嫁了春燕姐，是不是得叫一声表嫂了？你这孩子，这是8字还没一撇呢，别胡说。春燕那脸皮薄着呢，你觉得这事儿好，我就去趟你大姑家，事情成了，我也挣回没人肉吃吃。四凤当然拍手叫好，她和春燕没怎么打过交道，但桂枝婶说春燕好，那肯定是不错的。桂枝第2天果然去了孟寨，回来的时候脚步十分轻快。四凤知道这是8九不离10，成了。得知桂枝已经给2家都说好了，就等过几日让2个孩子见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孟旺的婚事有了着落，四凤欢喜之余为和生感慨，哥，你说孟旺表哥来咱家帮个忙就能帮出个媳妇，你在村里住了快1年了，咋也没人看出你的好来？孟旺表哥好是好，可是比你就差远了。李家的人去过杨家岭后，姚王氏去看望二凤，给二凤讲了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从四凤上府城开始，说到四凤盖新房，又说到四凤建水车，这一系列的事儿把二凤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个柴火妞竟然这么厉害，姚四凤哪来的这么多钱？二凤出月子后又回到李老太太跟前伺候李老太太，
用他的话说，他伺候老太太伺候惯了，小小姐有奶娘照看着，他闲着也是闲着。二凤这样谦恭，李老太太很受用，就留二凤在身边伺候。关键是二凤在她身边能给三少奶奶添堵。二凤啊，没想到你这位堂妹这么厉害。是啊，我常年不在家，也是最近才听我娘说的。我娘说四妹现在可受村里人尊敬了，村里从80岁的长辈到4、5岁的孩子都说我四妹妹好。我三婶改嫁了，哎，我也是发愁。四妹妹虽然有能耐，但是咱们这里讲究丧母长女不得娶，我四妹妹的婚事啊，将来还不定有多艰难呢。李老太太心里一动，心中有了计较，只是并没有当面和二凤说。次日，李老太太派了个婆子去杨家岭，名为看望姚王氏，其实是去打听四凤的事儿了。婆子回来后，一五一十把四凤的事儿说了。李老太太点点头，原来二凤说的都是真的。二凤这个堂妹还真是个人。点个订阅吧。二凤对李老太太派人去杨家岭打探一事了若指掌，只是二凤并不开口。上杆子的买卖不是好买卖，当初李三公子对她示好，要是别的丫鬟早就和李三公子混在一起了，可是二凤就不。二凤硬是吊了李三公子半年多，把李三公子吊得猴急猴急的，允诺了他无数条件后，他才从了。四凤的事儿也是这个理儿。二凤看着崭新的西院，心里极度的直冒火，但是二凤脸上一点也不显露，还专门抱着孩子去了四凤住的村东的公房。五凤很喜欢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外甥女，逗着孩子笑。四凤，你真厉害，3间大瓦房哧楞楞起来了，花了不少钱吧？啊，没花多少，也就200多两银子。二凤只觉得心一阵一阵的抽抽，四凤这口气好大呀！200多两银子在四凤的口中就这么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说出来了。咱们老姚家呀，就属你有出息了，我听说县太爷都夸你呢。四凤笑了一下，没做声。四凤啊，听咱爷说你们在府城住在乔家的天山酒楼。那你和乔公子关系不错吧？还行。二凤拐弯抹角想打听四凤和乔家的关系，四凤回答的心不在焉。二凤担心自己真要把四凤弄进了董家，乔家会干涉，所以这事儿他得小心点。二凤回东院后又打听了一番，终于知道四凤和乔家的联系全靠镇上酒楼的掌柜邹志江，并没有见乔公子来杨家岭。这么说，四凤和乔家的关系也就一般喽。有了这个推测，二凤就开始盘算，要想能做成这事儿，只能让姚州市出面，还不能让姚老爹知道，当然他爹他娘也不能知道。二凤把事情给姚州市说完，还让姚州市保证这事儿只有他们2个知道，不能说出去。说出去那边有了提防，这事儿就不成了。姚州市听了二凤的计划，这事儿要是成了，西院可就剩五凤和东宝俩小孩。五凤软得跟面条似的，东宝不到6岁，这俩孩子好拿捏。西院刚盖好3间大瓦房，西院还有钱，西院那些东西可全都是他的了。这天，四凤和和生给五凤说了，要去镇上置办点东西。2个人刚刚走出家门，就见姚州市过来。少有的，姚州市笑着和四凤说话：“四凤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镇上。”“咋了，奶？有事儿？”“啊，要去镇上啊！等等，你二姐生孩子，那是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咱们家小门含户的，也不方便去伺候你二姐。上回你二姐回来也没住几天，正好你要去镇上，我给你二姐拿些鸡蛋，你给你二姐送去，也好让李家人知道你二姐也是有娘家的人。”姚州市这一番话，差点让四凤怀疑姚州市换了心。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哥，怎么了？想起什么了？和生收敛了心情，深吸一口气。没什么，我去叫门。是四凤姑娘吗？我们姨奶奶正在哄小小姐睡觉，你随我来。四妹来了呀，来，屋里坐，莫怪我啊，玲姐闹睡觉，奶娘半天哄不下，只好我来哄。哦，现在睡着了吗？刚睡着，已经放下了。四妹妹，快进屋，家里人都还好吧？二凤这样和四凤亲近，让四凤很不习惯。她自认和二凤并没有亲密到这种地步。二姐，我来镇上还有事儿，临出门时，咱奶让我给你烧鸡蛋，
现在鸡蛋也烧到了，二姐，你要是没话捎给家里，我就先走了。慌什么？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也得留下来吃午饭，可别回去了，叫村里人笑话，说你来了，我这个做姐姐的连顿饭也管不起。小梅啊，你去看看老太太得空不得空，就说我娘家四妹来了，给老太太请安。四凤皱皱眉，或许是受扬州市的影响，她很烦见什么老太太，还有像这种大家族的老太太，规矩都很大，她懒散惯了，不喜欢被人评头论足。我们老太太最和蔼了，菩萨一样，你别怕，说不定老太太还要留你在家中小住呢。老太太，奴带四妹妹来给您见礼，四凤啊，快给老太太磕头。二凤说着便跪下给李老太太磕头了。姚四凤，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就是姚四凤，听你二姐说你会做糟鱼。四凤没有说话，老太太的语气傲慢得很，她听着不舒服。你们村的水车听说也是你出钱建的？一个女孩子家不好好在家里做女工，整天在外头跑，成什么体统？四凤心中不悦，李老太太这是在训斥她吗？凭什么？你那糟鱼做得不错，就留下来住2天，给老身做糟鱼吧。你既是二凤的堂妹，也不亏着你，给你2文钱，也省得你回去说李家欺负人。老太太安，您留我住下恐怕不行，我有家，我来镇上还有其他事儿，来李家只是受我祖母托付给二姐送鸡蛋，现在鸡蛋送到，我就不打搅了，告辞。站住！谁让你走了？你眼里有没有长辈？二凤，这就是你说的连县太爷都夸赞的人，无礼粗鄙，真是个没教养的。四凤刚刚走出李老太太的院子，就听身后二凤气喘吁吁地喊着：四妹妹，四妹妹，等等等等！四凤，你回去后不要跟我娘说，我娘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很好，成不？好，我不会乱说的。四凤，你到我院里再坐一会儿，我有些东西麻烦你给我娘捎回去。四凤想说，我还有事儿，你让别人捎吧。可是二凤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他还真拒绝不了。罢了罢了，谁让他吃软不吃硬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凤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姐妹好好聊聊。不了，我确实还有事，我先走了。想聊天，等你哪天回村了，咱们再聊。四凤啊，姐给你说件事，关系到你的终身幸福。四凤微微蹙了蹙眉，关系到她的终身幸福，什么意思啊？咱们这儿啊，讲究师母长女不得娶，就是像你这样的没娘的长女，没人想娶。姐这里呢有门好亲事，他们家不计较这个，说只要你能嫁过去，你当家做主，家里你说了算。五凤东宝他们家也照看，还说聘礼你说了算，你要多少给多少。四凤听二凤这样说，顿时明白了，怪不得二凤千方百计的留下他，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哦，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二凤姐能想到我，姚四凤感激不尽。哎，一笔写不出2个姚字，咱们是亲堂姐妹。我知道以前我有些事儿做的不对，可是那也是咱们姐俩的事儿。这在外面呢，咱们还是一家人。你把丽家带出去，我这心里啊感激着呢。所以一有好事儿，我就想到你了。这事儿我谁也没说，要让二叔二婶知道，他们肯定把三凤推出来。我才不想便宜了他们呢，一天天偷奸耍滑，这回还想着霸占你的西院。哼！你怎么了？是不是这些天因为盖房建水车的事儿累着了？要不你在我这里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走。你放心，我这院子没人来，僻静。你要是嫌吵啊，我把玲姐抱出去，你安安稳稳睡一会儿。不了，我哥还在外面等着我呢，我先走了。四凤按着桌子站起身，勉力的往门口走，头晕的厉害，好奇怪。姚二凤，你给我喝了什么？四凤啊，你看你都这样了，还是在我这儿歇歇吧。春花，还不快去！四凤暗道不好，二凤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就在这时，院门开了，进来一个口水流的大长的傻子。四凤什么都明白了，什么姐妹情深，什么师母长女，感情这二凤是要把她嫁给傻子啊！四凤啊，这就是董家少爷，虽然年纪大点儿，但董家家里有钱富裕，你嫁过去啊，直接当家，到那时候你就不用起早贪黑做糟鱼了，董家的铺子坐着等收钱呢。到时候啊，说不定二姐也得求到你头上。表少爷呀，这就是我四妹妹，看看俊不俊？
你呀，好好和我妹妹说说话，哄得我妹妹喜欢了，就给你做娘子。啊！你打我！你打我！我要告诉我娘，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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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我让我娘把你扔井里！里面怎么了？儿子，天赐，天赐，娘在这儿。啊，天赐啊，你咋躺在地上？我的老天爷呀，杀人了！我儿子被杀了！是你杀了我儿子！来人呐，这下贱胚子杀了我儿子！快来人！姑母，天赐被人杀了！来人呐，把天赐扶起来！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丫头片子能上天不成？娘，打死他！打死他！把他扔井里！司凤在自己意识完全消失的一瞬间，大声的嘶吼：“哥，和尚，救我！你是姚家人吗？”“是。”“快，出事了，快跟我进来！”和珅大步跟着小丫鬟进了李家，刚走到二门处，就听到司凤的嘶吼。和珅只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要爆发，他迎着声音来处，几个跳跃就到了二凤的院子前，却见二凤正站在院子外的甬道上。见和珅过来，二凤脸色陡然变了：“大胆，这是李家，来人，快来人，抓贼了！”映入和珅眼帘的被两个婆子抓住的四凤。和珅只觉得头顶上有什么炸开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和珅抱起司凤就走，刚走不远，就听身后李老太太的声音：“站住！擅闯官宅，伤我家人，你好大的胆子！来人，给我抓住了，送官！”和珅抱着司凤，缓缓转过身，看着李老太太。和珅的眼眸里迸发出的杀意，让李老太太胆寒。这么多年，她只见过一次这样的眼神，那还是5年前在江宁府时，怎么今日又见到了？你5年前，江宁府一次冲号，把朝廷发给士兵的粮饷扣下，虚报、谎报、瞒报，是空饷。当时负责发放粮饷的李继德，一听说京城来人，服毒自杀。李老夫人还记得吗？你怎么知道？你是谁？你是……啊，不可能！李老太太看着身着粗布衣裳的和尚，按着自己的心口，自己安慰自己：不可能，不可能，那人不可能在这里。那人那么高高在上，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个人？那人身份高贵，不可能出现在青山镇，更不可能和姚家扯上关系。对，不可能。他可能只是听说，不怕。来人呐，抓住他！眨眼间，3个下人都躺在了地上，剩下的拿着木棍的下人战战兢兢，不敢再上前。这人怀里抱着一个人，就能把人打得吐血，他们哪敢上前？你们这帮奴才，上去打呀，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重赏！敢擅闯官宅，打死他也没事儿，一切有老身顶着。三少奶奶站在远处，看着二门处的混乱，冷笑2声。三少奶奶身边站着的小丫鬟，正是刚才出门领和珅进李家的小丫鬟。少奶奶，怎么办？要去找三公子吗？找什么找？不用找。一会儿派个人去找三公子。等等，还是不用找了。咱们着什么急呀？老太太会让人去找的。你和吴妈把咱的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回青阳城住几日。好好珍惜眼前的富贵，过不了多久了。这声音像是从地狱里来的一般。李老太太手脚瞬间冰凉，她听到过这声音，5年前她听到过一次，就是那一次，她的丈夫李继德服毒自杀，江宁府从上至下16个人被索拿进京，整个江宁府被一窝烩了。老天爷，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和姚司凤有关系？老太太腿一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和珅抱着司凤一路狂奔，路上不少人指指点点。和珅正跑着，忽然听到有人喊他：“何小哥，你这是？”和珅定睛，原来是刘年仁。刘掌柜，能不能借用拖车去最近的驿馆？快上车！刘年仁帮着和珅把四凤放到了驮车上。四凤姑娘这样不能去驿馆，先去我家。伙计，去找安大夫，让安大夫家去。好。和珅稳了稳心神，刘年仁这样做更好，把大夫请到家，就免了四凤被诟病。四凤是2个时辰后才醒过来的，入眼是陌生的环境，还有和珅满是血丝的双眼。可算是醒过来了。醒过来就没事了。四凤姑娘，你觉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四凤姑娘，目下不好移动，先住在这里，我派人回村说一声，今晚就住在这里，过2日再回去。四凤点点头，她现在浑身没劲儿，还疼得不得了，
回去肯定会吓到五凤和东宝，在镇上住2天也行。不过邹志江和流年人能坐到一起，少见。等邹志江和流年人都退了出去，和珅才开口说话：“还疼不疼？”“疼。”这一个字让和珅恨不能把所有的伤痛都自己背了。“你和他们打了？”“打了。”“是我大意了，我没想到他们会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是我大意了，我应该随你一起进李家的。我要是进去了，就没这事了。”“你进去，他们还会想别的法子。既然别人已经盘算好了，迟早会有这一出。我只是不明白，二凤这般算计我，对他有什么好处？”和珅冷冷哼了一声，没有出声。“这是哪儿？刘家还是酒楼？”“酒楼。”原来流年人亲自驾车往刘家的饭馆去，在青山酒楼门口正好碰到了邹志江。待邹志江看到躺在和珅怀里的四凤，眼睛瞪得像铜铃。邹志江上前拉着罗马缰绳，把流年人的驮车拉进了酒楼的后院。和珅抱着四凤直接进了客房。四凤听了和珅的述说，闭了闭眼。“我有点不明白，二凤为何要害我？”“你不用管，邹掌柜会去处理的。李家蹦跶不了多久了。”四凤头痛，也不再管这些事儿。“你受伤了？”“没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多谢刘掌柜。”“邹掌柜客气什么呀？四凤与我也不是外人。”“那是啊。”平常一直敌对的2个人，此时为了四凤握手言和。“四凤这事，李家做得过了。何小哥打了李家人，万一李家要告官，还请邹掌柜前去斡旋呐。还有四凤虽小，但名声不能被李家给毁了。一个女孩子没了名声，往后可不好啊。”“刘掌柜顾虑的是，我这就去一趟李家。”邹志江和流年人拱手告别，邹志江径直去了李家。邹志江去李家时，李三公子正好在家。听邹志江来是因为四凤的事儿，李三公子暴跳如雷。“一个乡下丫头，还劳邹掌柜前来说和，面子还挺大呀。邹掌柜，看在你的面子上，1000两银子。另外，让姚四凤一步一个头，给我母亲磕头认错。还有，我表侄儿看上她了，选个吉日把姚四凤送到董家，这事算完，否则免谈。”邹志江皱眉，这个李三公子就是个混混。他邹志江过来，虽然代表不了乔家，但是能代表乔家6公子。乔6公子是什么人，李三公子不会不清楚，可是他还这样胡搅蛮缠，可见是个不清楚的。李家离破败不远了。邹志江回到酒楼后院，见和珅站在院子里。“邹掌柜回来了，李家怎么说？”邹志江把李三公子的话重复了一遍。“邹掌柜，劳烦你再去趟李家，找李家老太太，告诉她，李继德虽然服毒自尽，但李继德手里的账本还没有上交，让他自己掂量。”邹志江心惊，和珅怎么知道李家的事儿？5年前，李老太太率领全家回到青山镇老家，说是李家老爷子死在了任上，他们回来定居了。本以为李家好歹也是官绅，李家的子孙应该也是底蕴深厚的，可是没想到李三公子却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对于四凤，邹志江是一定要护着的，即便是得罪李家，他也要护住。邹志江知道，若是公子在，定然和他的想法一样，何况现在还有一个和珅在。邹志江拱手再次走出酒楼后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路上，邹志江都在思忖和珅说的话。邹志江决定从李家回来，立刻给公子写信。虽说李家不值一提，但和珅的身份却值得公子注意。邹志江2访李家，直言拜访李老太太。邹志江这回没有上次那么好说话，把和珅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转述了。邹志江还没有走出李家，就见李家的管家着急忙慌地去找大夫，说是李老太太病了。四凤一直锻炼，身强体壮，这点迷药奈何不了他，让他恶心的是那药。安大夫的药还是管用的，喝了3服药后，四凤已经完全清醒，身体也有了力气。咱们出来2天了吧？我想回家。好，我去跟邹掌柜说一下。四凤姑娘想回去？我已经没事了，出来2天了，该回去了。那四凤姑娘稍等，邹某请安大夫来再看看，若是可以，再抓几副药。四凤姑娘回家照样喝。四凤点点头，她不需要和邹志江客气。邹志江出去请安大夫，
安大夫来的时候，刘年人也来了。邹志江、刘年人、何生3个大男人盯着安大夫诊脉。安大夫搭了一会儿四凤的脉，捻着胡须说：“眼神虽然清明，但还是有些体虚气弱呀。老夫再开3副药，吃完就不用再吃了。”3个大男人点点头，都松了一口气。安大夫走了，四凤郑重地向邹掌柜和刘年人道谢。当天的情景他已经听何生说过了，能得刘年人和邹志江联手相救，他感激不尽。刘爷爷，大恩不言谢，四凤记下了。哎，四凤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什么关系啊？不必放在心上，回家后好好再养几日啊，听话。四凤点点头，他是个干净利落的人，说话做事都是如此。邹志江备了马车，又准备了一些礼物和补品，刘年人也送了一些补品。2个掌柜目送四凤的马车远去。邹掌柜，李家那边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邹志江摇摇头。刘掌柜，请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回到家，五凤见四凤脸上有伤，吓坏了。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成了这样？哥，你头上怎么也有伤？谁打你们了？出了什么事？邹掌柜派人来说你们有事，在镇上住2天，是不是你们打架了，受伤了才不敢回来？五凤，先去把这个药煎了，给你姐姐喝。东宝正在外面玩，听小伙伴们说他哥他姐回来了，扔下小伙伴就往家跑。一进门正好听到和生吩咐五凤煎药。煎药？谁病了啊？姐，你的脸。哥，姐，怎么了？咋成了这样？谁打了姐？我找他拼命去。和生把东宝搂在怀里，沉声安慰东宝，好半天才把东宝哄下去。和生命令四凤躺在炕上，不能下炕。四凤只好窝在炕上不动，等着五凤熬药。就在这时，姚周氏踮着小脚来了，老远就喊四凤的名字：“四凤啊，四凤，咋才回来呀？鸡蛋给你二姐烧到没有啊？你二姐说啥没有？你这孩子一出去就疯玩，不知道家里人都惦记着。”滚！和生冷冰冰的一个字，吓得姚周氏一跳：“你个浪荡子，竟敢对我无礼！这是我老姚家，要滚也是你滚。在我姚家住了1年，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没想到竟把你养得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我是四凤的亲奶奶，你敢对我无礼，我大扫把赶你出去！”和生的脸冷得吓人，姚周氏到底还是被吓住了，不敢硬往屋里进。四凤刚刚喝完了药，听到姚周氏这般不顾脸面的在院子里骂，跳下炕。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他白吃白住咋了？又没有吃你的喝你的，我花钱我愿意，我就养他一辈子，你管得着吗？你个小死妞，跟你那骚狐狸娘一样不学好，小年纪就养男人，你。姚周氏和四凤都不知道，就因为四凤那句我就养他一辈子，和生的怨气瞬间烟消云散了。四凤深呼吸2下，闭了闭眼。姚周氏不来还好，他还没有想到姚周氏，现在看到姚周氏，他已经全都明白了。怪不得姚周氏前段时间对他和蔼很多，怪不得姚周氏非让他给二凤烧鸡蛋，哈哈，原来二凤早就和姚周氏联手了。姚周氏，你是不是看我最近脾气好，没抡刀是不是？你让我给二凤烧鸡蛋，为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我弄这身伤回来，还没有去找你算账，你倒先来了。好，东宝，去把爷爷喊来，这事儿我先给爷爷说说，爷爷要是办不了，我就去族里告状。姚周氏一听，脸色变了，怎么成了这样？二凤当初说的可不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二凤说的十拿九稳，只说让老太太相看相看，如果中意了就让董家上门提亲。董家虽然比不得李家，但守着2个铺子也是很有钱的。害我姐姐没门儿，等我爷爷来了叫你好看。姚周氏彻底慌了。东宝，你个小兔崽子，站住，别跑，别去找你爷爷，回来。这一回他定然不会让姚周氏好过，他要逼着姚老爹惩治姚周氏。如果再这样下去，姚周氏会把整个姚家的女孩都祸害了。进屋躺着。哎，哥，别在意他说的那些话，我们是一家人，永远都是。放心，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东宝很快带着姚老爹来了，见到四凤这样，姚老爹吓了一跳。啊，四凤，你这是咋了？谁打的？你不是上镇上去了，咋成这样了？哎呀，到底是咋回事啊？谁打你也去找他去。爷，
我告诉了你谁打的我，你真能给我做主？姚老爹不心疼四凤是假的，四凤这么好的女孩子，知理懂事，三里五村打着灯笼都难找这么好的孩子，谁这么狠心下狠手打四凤？那当然了，你说出来，我去找他。再不行，我去找村长，咱带着全村人去找他。爷，打我的是李家人。啥？李家人？哪个李家？二凤嫁过去的李家。啊，他们家为啥打你啊？姚老爹心里不安，总觉得四凤的眼神透着失望。为什么？东宝，去把大伯和大伯娘也请来。姚老爹心一沉，李家人打了四凤，难道和二凤有关？不对啊，四凤去镇上，老婆子让四凤给二凤烧鸡蛋。按说李家高门大户，就算是再看不起庄稼人，也不能上手打人呢。很快，姚老大和姚王氏过来了，夫妻两个见姚老爹也在，很奇怪。四凤见人齐了，才慢悠悠地说：“我奶最近变了，不骂我了，对我还嘘寒问暖，我很感动。我以为我奶总算知道心疼我这个孙女了。前天我去镇上，我奶说让我给二凤烧鸡蛋，我很开心，知道心疼二凤，这是好事儿。我提着鸡蛋进了李家，没想到一场祸事等着我。没想到进了李家，我差点出不来，差点死在李家。”什么？你说你脸上这伤是李家人打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爷爷，稍等，听我说完。四凤把自己进李家见二凤，二凤怎么拉着他去见李老太太？他没行跪礼，李老太太怎么奚落他？他要离开李家，二凤怎么让他往家里烧东西？说到这里，四凤顿住了。姚老爹狐疑地看着四凤，这不是很好吗？除了李家老太太奚落四凤外，一切都很正常啊。四凤这伤到底是怎么来的？姚老大惴惴不安，蹲在一边。姚王氏手揪着衣襟，同样惴惴不安。他并不知道姚州市让四凤给二凤烧鸡蛋，李家不缺那点鸡蛋，但是姚州市让四凤烧鸡蛋这件事本身就透着诡异。他也是四凤走了之后才知道的。此时见四凤脸上都是伤，姚王氏本能的眼皮直跳。我也以为二凤惦记着家里，真要给家里人烧东西。哼，哪知道二凤说烧东西是假，千方百计留下我是真。我至今不知道我是怎么中的迷药，一小会儿我就觉得头晕，看什么都是花的重影。二凤抱着孩子带着丫鬟出去了，我知道不好，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水缸中。我只有用凉水刺激脑袋才能保持清醒。这时候来了个憨憨傻傻的男人，叫嚷着说什么娘子娘子，然后又来了一个妇人和两个婆子，两个婆子一左一右抓住我，妇人打我，想要逼我就范，幸好我哥救了我，我这脸上的伤就是在李家弄的。姚老爹脸色刷的白了，这难道是二凤算计四凤？四凤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二凤可是你姐姐，她怎么会？姚王氏小心翼翼地插了一句。四凤没有看姚王氏，姚王氏的声音越来越低，明显的没有底气。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也不相信二凤会是如此心肠歹毒的人，可是为什么我在二凤的院子里中了药，二凤还硬拉着我不让我走，还说给我说了门好亲。我以为是什么好亲，原来就是个傻子。姚老爹、姚老大、姚王氏听得心惊肉跳，三个人都不敢往下想，却又不得不往下想。如果不是和珅救了四凤，那四凤岂不是……三人后脊梁发凉，尤其是姚王氏，站都站不稳了。我哥为救我，头上背上挨了几棍子，他的头上现在还有淤青。我们逃出李家，碰到了刘掌柜，刘掌柜给我们找了大夫。这2天我就住在青山酒楼，爷爷不信可以去镇上打听打听。至于二凤为什么要如此，那就要问二凤自己了。我也觉得奇怪，我是二凤的妹妹，就算不是亲妹妹，我爹和大伯可是亲兄弟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害我？邹掌柜打听了，原来是李老太太的侄孙子是个傻子，一直娶不上媳妇。二凤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了。大伯娘，你在李家做过帮工，李老太太是不是有个侄孙子是傻子？如果是，那我在二凤院子里见到的傻子就是李老太太的侄孙了。啊！姚王氏腿一软，瘫在地上。他这一举动，姚老爹、姚老大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姚老爹手脚冰凉，二凤算计四凤，要让四凤嫁给傻子。其实如果我不去李家，这事儿也不会发生。可是偏偏我去了李家，
而且去李家的理由还不能推脱，是我奉奶奶的命去给二凤送鸡蛋，李家缺那一篮子鸡蛋吗？这几句话像炸雷，在姚老爹的脑子里炸开了。刚刚他也觉得说不通，可是这会儿四凤这几句话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了，是老婆子故意让四凤给二凤送鸡蛋，二凤借着这个机会算计四凤，老婆子和二凤早就联手了，亲奶奶和亲孙女联手陷害另一个孙女，这要是让族里知道，让村里人知道，她的老脸往哪儿搁？这死老婆子心咋这么狠？她就是再看不惯四凤，再不喜欢四凤，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老大茫无目的的跟着姚王氏夫妻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小友河码头。他爹，这可咋整啊？四凤伤成那样，地下的差事保准没了。二凤啊，这不是害咱们吗？这孩子咋这么没良心呢？夫妻两个相顾无言。杨老九看了姚王氏和姚老大，问了一声：“你俩上船不上啊？”姚王氏看着姚老大，姚老大看着姚王氏，两个人迈不开脚。他们应该去质问二凤，可是质问二凤之后呢？让二凤给四凤赔礼道歉，四凤会原谅吗？二凤算计的可是四凤的终身大事啊！让四凤嫁给傻子，二凤可真想得出来。两个人坐船到了对岸，两个人猛猛的下船后直奔李家。后角门，姚王氏找到了春生未婚妻秀儿的娘。秀儿娘见姚王氏来了，慌忙把姚王氏拉到一边，说了最近李家的情况。姚王氏惊出了浑身的冷汗，在家时听四凤说的轻描淡写，只以为和生轻而易举的救出了四凤，只以为并没有多大事。没想到和生在李家打伤了那么多人，邹掌柜还因为四凤的事亲自来李家，李家现在乱成了一锅粥。姚王氏就拜托秀儿娘去找二凤，他们夫妻需要听听二凤的说辞。过了许久，二凤终于来了。此时的二凤和之前回村时的二凤截然不同，此时的二凤愁容满面，眼下黑青。爹娘，你们怎么来了？二凤啊，你给娘说说，四凤那事儿不是你的主意，对不对？二凤一听有些不耐烦，这几天李家都乱套了，算计四凤的事儿没成，董家那个傻子还被和生一脚踢上了。大夫说此生不能行人事，老太太的侄媳妇整天哭天喊地的，说要找四凤算账，找不到四凤就找二凤，这主意是二凤出的。二凤当时说的十拿九稳，可是现在自己儿子却成了废人，他不找二凤找谁？哎呀，娘别说了，要不是四凤，我现在还好好的。你看看我现在，老太太不理我，三公子也不来我院子，我都烦死了。你说董家咋了？董家有钱有地，董家少爷就是痴呆了点，四凤不是很厉害吗？四凤嫁过去了，正好涨价，往后董家那一切都是四凤。啪的一声，二凤脸上挨了一巴掌。爹，你打我！你祸害你自己还不够，还要来祸害我们，你知道算计亲妹妹是什么后果吗？啊，那是要被除族的。哎，爸，别等着族里出面了，往后咱们姚家就没有你这好人。你想害死俺们呢？你想害死李夏？姚老大喘着粗气，老实巴交的他终于爆发了。当初二凤做李家妾，他不乐意，可是想着大凤已经过成了那样，二凤自己选择的路，只要二凤自己愿意，不受苦就行，他认了。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二凤竟然算计让四凤嫁给傻子。二凤这么做根本就没有想过姚家，没想过立夏。往后你就当你娘没有生过你。姚老大拉着姚王氏走了，二凤捂着火辣辣的脸，眼泪吧嗒吧嗒的落下来。他错了吗？不，没错。四凤嫁给傻子咋了？四凤咋就不能嫁给傻子？大凤还嫁给痨病鬼呢，为什么大凤能嫁给痨病鬼，四凤就不能嫁给傻子？凭什么四凤要高人一等？四凤还是死了爹没了娘的，师母长女历来不受家族喜欢，凭什么四凤就受到家人的保护？点个订阅吧。他爹呀回来了呀，饭都好了。啪！李翠花很兴奋，多少年没见姚老爹动手打老妖婆了，打，狠狠打，打得老妖婆下不来床才行，整天作妖，整天骂人，非得老头子教训才行。你打俺，你凭啥打俺？你干得好事，四凤都说了，往日你看不惯四凤，咒骂四凤，我没管，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算计四凤。四凤哪点做得不好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四凤是老三的亲闺女，老三死了，你就一点也不心疼？
把四凤嫁给个傻子，你安的是啥心呐？我是他亲奶奶，他啥时候把我当亲奶奶看了？他挣钱咋没有交给我保管？他宁愿拿钱去给村里建水车，也不把钱给我，他就没把我当亲奶奶。哼，让她嫁给傻子咋了？有啥不好？那东家富裕着呢，她嫁过去那么有能耐，把东家握在手中，还不是一样想干啥就干啥？否则像她这样的师母长女谁要？姚守义，我还不是为了姚家着想？你说说，我哪一件事不是为了姚家着想？你竟敢打我！我给你生儿育女，我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吃，伺候你穿。我在姚家这么多年，苦劳功劳一大堆。现在你因为一个小丫头片子打我，我告诉你，姚守义，我跟你没完。他的心里苦得不行。原来姚州市不是看不惯四凤，他看不惯姚家的女孩。姚老爹心灰意冷，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想明白这事儿。姚老二就在这个时候进了家门，看到这情景，吓得一激灵。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州市依然啰里吧嗦，说自己在姚家的功劳，说自己那些年的辛苦，说自己背一个抱一个，跟着姚老爹下地干活，生老三的时候难产差点死了。姚州市说了一堆，把他在姚家前3年后5年的光辉事迹说了个遍。姚老大夫妻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姚老大跪在姚老爹的跟前，爹，你要打要骂，俺受着。姚王氏也跪下了，谁让他们生了个祸害姊妹的女儿？姚老大闷葫芦，低着头不说话。姚王氏结结巴巴说了他们去镇上找了二凤。二凤咋说？如果二凤能解释，如果二凤说不是他的意思，或者都是李家逼的，那他就能在四凤跟前解释。可是姚老大夫妇都低着头，啥话也不说。姚老爹失望地叹一声，刚要抬腿，眼前一黑，整个人都向后倒去。爹，你可别吓俺呐！你咋了？娘，俺爹咋了？咋了？死了才好，省得整天回来打人。老大呀，别管他，让他死去。姚老二听到姚老大惊呼，也赶紧出来了。李翠花随后，4个人都手忙脚乱地扶着姚老爹，又是掐人中，又是顺气，但是姚老爹始终没有醒。姐，不好了，咱爷晕倒了，二伯去请了杨老仙儿。东宝结结巴巴地把东院的情况说了。其实院里的情况他也不是太清楚，他就是在自家西院听东院的动静，最后听到大伯和二伯惊呼，然后听他们说去请杨老仙儿。又过了一会儿，东宝看到姚老二请了杨老仙来。四凤沉思了片刻，让五凤拿了钱去杨老仙家，不管大房二房出不出钱，这钱他出。这是气血攻心，肝火太旺，得躺几日了。你们谁跟我回去拿药啊？少说也得喝上7副药。哎呀，爹呀，你可不能躺倒啊！你要是躺倒了，俺们可咋办啊？俺们还小，俺们不能没有爹呀！姚老二咧着嘴，声音都哽咽起来。那架势根本没有跟着杨老仙儿去拿药的意思。他知道去杨老仙儿那儿拿药得给钱，姚老大却没想那么多，跟着杨老仙儿出去拿药。二他娘，刚才我给咱爹抓药，钱还赊着，你给我取40文钱，我给杨老仙送过去。姚王是不舍得，可是她向来在丈夫面前没有反驳的份儿，只好回去取钱。怎么就这么点儿？就这点，还是上回丽家回来给的。姚老大思索了半天，才重新进了堂屋。娘，俺只有24文钱，刚才给爹抓药要40文，你看。没钱，1文也没有。他不是对那死丫头好吗？让死丫头付钱。姚老大无奈地叹了一声，拿着24文钱出门。他决定给杨老仙儿好好说说，先欠着，等他卖了粮食再还上。谁知道姚老大拿着24文钱去杨老仙儿那儿，杨老仙儿却说钱已经被五凤付了。姚老大心里不是滋味，垂着头回了家。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哼，看把他能耐的，油蜡钱烧的不行，还知道自己姓姚吗？有本事把全村人的医药费全垫上。他要是真垫上，我就说他好。他爹到底咋回事？我咋听得不甚明白？姚老二压低了声音，把他听到的加上他猜想的一股脑的说给了李翠花。李翠花愣了半天，差点没喘过气。老天爷，
我说呢，这段时间死老婆子对四凤那丫头那么好，又是嘘寒又是问暖，还拉着东宝亲香，原来是打的这主意。看来上回二凤回来就是为这事儿。二凤胆子真不小啊。哼，那是，能爬上主子床的丫鬟咋会胆小啊？姚老二颇有些遗憾，他知道的太晚了，他要是早点知道，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到那时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西院只剩下五凤和东宝，那还不任由他拿捏。西院3间瓦房崭新崭新，他们一家正好住进去。看着吧，这事儿啊没完。老头子心软，虽然打了死老太婆，但是老太婆一哭啊，这事儿就算是完了。但那边不行啊，四凤那死丫头可不是省油的灯，指不定还要怎么闹呢。你可别往跟前凑，小心惹祸上身。姚老二点点头，他当然知道，他才不愿意沾上这个是非。想什么呢？这么出神，头还疼不疼？不疼，我在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生不明白，诧异地看着四凤，示意四凤说下去。我太自负了，低估了别人，高估了自己。我以为不管什么事都是光明磊落、明明白白、真刀真枪的，我从来没有把阴谋诡计放在心上。现在想想，是我自己的错，以后我不会再犯这种低级错误。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姚老爹在炕上躺了3天，四凤终究没有去看望姚老爹，也没有见东院那边任何人。姚王氏倒是畏畏缩缩来了2趟，却都被和珅挡了。哥，那天我恍惚听到你和邹掌柜说李继德，李继德和李家什么关系啊？和珅把李继德的事儿说了。四凤惊异地看着和珅，好半天，四凤才小心翼翼地问：哥，你想起来了？在李家看到你那样只有愤怒，后来李老太太来了，我只看一眼，脑子里忽然就有了李继德，有了5年前江宁府的一幕。后来把你救回来，咱们在酒楼住下，你喝了安大夫开的药，昏昏沉沉的睡去，我守在旁边，就试着看看能不能顺着李家的事情往下想。可是一刻一想，头又开始疼，索性我就不想了。还是没有想到啊。哥，以前你有没有类似的忽然自己跳出来的记忆片段？有。什么？快说，是什么？咱们第一次去庆安城，我看到乔家的青山酒楼的门楼，忽然脑子里就蹦出了异乡居3个字，而且那酒楼比乔家的酒楼更大更气派。还有，我常常梦见一个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敢肯定他和我的关系密切，或许是我爷爷，因为我能够感觉出来他对我的好。哥，等过了夏天咱们去趟京城吧，或许你的家在京城，到了京城见到许多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或许你的记忆就恢复过来了。和珅点点头。好。2个人背着柴火回到家，邹志江和刘年仁在院子里正和五凤东宝说话，他们2个一起来看望四凤。见四凤已经恢复完好，2个人都很欣慰。邹志江还带来了李家的消息，李家3少奶奶提出了和离，李家现在连个掌事的人都没有，因为二凤现在是李3公子唯一的妾，李3公子焦头烂额让二凤出来管家，镇上还有人传言二凤可能要被扶正，这事儿镇上都传遍了。四凤听完淡淡笑笑，并没有理会，二凤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李家让他吃这个闷亏，他记着呢。邹志江还带来了乔瑞林和府城酒楼的消息，京城和府城酒楼的火锅进入了淡季，天这么热，吃火锅的少了。火锅就是天冷的时候生意好，夏天人们是吃烧烤的。四凤这一句话勾起了刘年仁和邹志江的兴趣。烤肉嘛，咱们这边也吃的。不一样，我说的烧烤和咱们这边的烤肉不一样。2位掌柜今天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儿，咱们就吃烧烤。邹志江知道四凤脑子里的点子多，刘年仁更是希望四凤能再想出什么法子救刘家的饭馆出困境。四凤，你刚才加入的那种红色的，这么好看，就是你说的辣椒，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这是辣椒，我种的一点辣椒，咱们这边没有，府城的辣椒也很少。我想等我把辣椒种出来了，做成辣椒酱，或者做成辣椒粉，那样不管我们火锅还是烧烤都能用上。邹志江点点头，这东西吃到嘴里辣辣的麻麻的，但是吃起来带劲儿，尤其是烤肉加上这个，越吃越好吃。四凤，你看这辣椒种成能不能分一点给我？刘爷爷，我正要说这事儿，
邹掌柜，这事儿你别和刘爷爷抢，刘家饭馆已经不行了，他们还要生存下去。四凤姑娘尽管吩咐，邹某从命就是。刘爷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做生意也是这个理儿。有邹掌柜在，饭馆你开不成，不如不开饭馆，做其他的，避开酒楼的风头，这样你也好赚钱。当然，这只是我的考虑，端看刘爷爷你自己的意思。刘年人一愣，刘家经营饭馆多年，从刘年人的父亲到刘年人，如今在刘秉元手中，祖孙3代都经营着刘家大饭馆。可以说，镇上的人提起刘家，说的不是刘家，而是刘家菜。这会儿因为青山酒楼的存在，让他们放弃，实在是舍不得。可是不舍去，刘家怎么生存？刘爷爷，我知道你们家经营饭馆多年，对饭馆有了感情，我也只是说说我的意见。任何事情迈出第一步都是很难的。刘爷爷回去和家人商量商量，我种的辣椒马上就成熟了，到时候咱们可以大规模的种辣椒。我可以把制造辣椒酱的方法给你，做成了辣椒酱，可以通过邹掌柜往外售卖，这是独门生意。刘家是第一个对四凤伸出援手的，四凤这般帮着刘家，没啥可说的，知恩图报，这份赤子之心，好啊。刘掌柜，四凤姑娘说的辣椒生意你要做，我邹志江肯定不跟你抢。不过我有个条件，你的辣椒第一份得供应给我的酒楼，每年我要多少分量你都得给，当然钱照付，一分不少。刘年人欢喜不已，虽然刚才他想着回家商量商量，其实他知道没啥可商量的。四凤把这辣椒生意给了他，那就是救了他们刘家。饭馆不做便不做吧，做了这么多年，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一晃就进了8月。8月初6，立夏回来了。立夏的回来让姚老大、姚王氏大惊失色，他们一直都提着心，担心二凤算计四凤的事影响到了立夏。现在立夏的回来，就是说明二凤做下的事终究还是报应在了立夏头上了。立夏回到家才知道家里出了事，这还是他亲姐姐算计的四凤。知道事情的始末后，立夏气得眼冒金星。娘，你怎么这么糊涂？二姐也是的，啥事不能做呀，非要算计四妹妹。东院的上空，自从立夏回来，被愁云笼罩。姚老二夫妻是高兴的，自从立夏被四凤带去府城，姚老大夫妻俩说话明显不一样。现在好了，立夏被打回了原形，哈哈，让他们嘚瑟。立夏到家的第2天就去了四凤家。二哥，你咋回来了？东宝这句话把立夏问懵了，难道四凤他们不知道他回来？他回来这件事不是四凤的主意？我回来了。二哥回来了呀，坐。在府城还可以吧？酒楼的伙计没有为难你吧？你们相处的如何？立夏心里五味杂陈。四凤这番问话其实很好回答，在府城很好，伙计们相处得很好，没有受欺负，他的工钱也可观。这次回来给爹娘的钱就有2两银子，可是他说不出来。四凤给他打开了一扇门，让他走出杨家岭，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可是他的亲姐姐却算计四凤，险些让四凤万劫不复。四凤知道立夏心里想什么，淡淡道：夏天是火锅的淡季，你出去几个月了，回来住几天也行，大伯和大伯娘都惦记着你呢。四凤，对不起。谁做的事谁担着，那件事和你无关，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记住四凤对你的好，不求你报答，只求你不糊涂。立夏羞愧不已，和声这话就是告诉他，四凤并没有把二凤做的事算在他头上。他回来也不是酒楼不要他了，而是夏天是火锅的淡季，掌柜的让他回来探探亲。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凤咋说呀？姚老爹、姚老大都看着立夏，姚老二就站在西屋门口也看着立夏。姚周氏虽然没有出来，但2个耳朵支棱着，听得很仔细。立夏闷不吭声，转头进了东屋。姚王氏率先哭起来。立夏这样子已经很明白，差事没了，就是因为二凤，立夏的差事没了。姚老二幸灾乐祸的劝姚老大：嗨，大哥，立夏回来也没事，咱不是还有地吗？种地也一样能活人的，咱们祖祖辈辈不都是在地里面刨食，这过得不也是挺好的？立夏把自己闷在屋里，任由姚王氏怎么说都不吭声。立夏闷着头坐在炕上一动不动，这一坐
就是一整天。立夏呀，立夏，差事没了就没了，咱们还在家种地啊，你别想不开。姚老二幸灾乐祸地站在院子里，冲着东屋说话，声音拔得老高。哎呀，说1000道10000，还是种地好，谁也不能把咱们的地收回去。靠别人，靠谁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种地吧。第二天，立夏一早起身出门，姚老大和姚王氏慌得赶紧跟上，生怕立夏想不开。立夏呀，你咋来了？你不是去府城当大厨了？啥时候回来的？走，家去。立夏不说话，跟着二凤进了李家。姚老大、姚王氏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太太给孩子取名玲姐儿，说这个灵字好，有灵气。立夏呀，你觉得咋样？玲姐儿，这是你二舅舅，看看二舅舅。爹娘，我现在掌家，李家的事儿都是我管着，我现在可忙了。等一会儿你们走时，我给你们拿些东西，都是咱们家没有的。二姐，你为什么要算计四凤？算计？我咋算计他了？我是想让他的日子更好过。他呢，不识好歹，还把老太太气病了。再说了，四凤不是没什么损伤吗？你咋也来质问我？我可是你亲姐，别忘了你小时候都是谁看你？你掉进了茅坑，还是我把你拉上来的。二姐，你是我亲姐，我就问你，算计了四凤，让四凤嫁给一个傻子，你在李家真的能够站稳脚跟？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算计四凤咋了？我也是为四凤好。董家有钱，四凤嫁过去就能当家。傻子咋了？正因为是傻子，才轮到四凤。人家要是好好的人，8辈子也轮不到四凤。董家那么好，你怎么不嫁？啪！立夏脸上挨了一巴掌，二凤打的。姚老大顿时火了。你凭啥打立夏？凭我是他亲姐，说话没上没下，还在府城做工呢。叫你这样，趁早回村里吧。二凤啊，你不知道，立夏的差事没了。啥？差事没了？咋没了？你不是在府城当大厨吗？咋就没了？就是因为你算计四凤，邹掌柜不让我干了，让我卷铺盖滚蛋，你明白吗？我好好的差事就被你给祸害没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凤的心突突突的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凤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府城的酒楼掌柜也听他的？不可能，不可能！四凤只是一个乡下柴火妞，顶多和邹掌柜有点交情，不可能，不可能！没了就没了，府城那么远，一来一回10来天，你既然回来了，正好我给你姐夫说说，你来镇上李家的铺子里也能做工。呸！二姐，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二姐，我跟你断亲。爹娘要是认你，那是爹娘的事，我管不着。你，爹娘，你们听听立夏说的都是啥混账话？你以为四凤只是一个乡下丫头？你知不知道，在府城2位邹掌柜对四凤是言听计从，四凤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从不反对。酒楼的东家乔公子1个月前从京城去了府城，当时我正在熬高汤，乔公子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赏了我一个荷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乔公子是看在四凤的脸面上，明白吗？四凤不是你能够算计的，四凤想要对付你，根本就不用他自己动手。立夏的话不仅让二凤愣了，也让姚老大和姚王氏呆住了。这事儿四凤从来没有在村里说过。姚老大转头又想到，四凤盖新房，邹掌柜送大礼，这是什么样的交情啊？立夏，你说的都是真的？娘，咱回吧，以后你就都没有生过二姐。等再过2年，我挣了足够的钱，我就把大姐和栓子接过来，我会挣钱，好好的孝敬你和俺爹。李家，你们不要再来了，你们也不要再和他来往。二凤怔怔的看着爹娘和弟弟3个人离开。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姚二凤一下子从掌管李家，在李家当家做主的喜悦中清醒，联想到邹掌柜来过之后，老太太就病了，老太太还骂他是祸害，说李家明明好好的，就因为他挑拨算计四凤，李家马上就要面临灭顶之灾。是真的吗？姚四凤真有那么大能耐，能让李家垮掉？二凤打了个哆嗦，看看奶娘怀里呀呀呀的灵姐儿，心中有了计较。你不带走，我可以送，趁着现在管家多给家里送几次东西，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想要和他断亲门儿都没有。她还是姚家的女儿，一旦李家出了事，她就回姚家，谁也不能不让她回。坐船回村的途中，立夏才说了四凤说过的话。姚老大夫妻听说立夏的差事没有丢，都松了一口气。往后俺们就当只生了3个孩子。二凤随他便，好好的正头娘子不做，去给人家做妾已经够丢人了，现在还算计堂妹，害得立夏差点丢了差事。他娘，
你别不忍心，这都是他自己造的孽。姚王氏又掉起了眼泪。不管怎样，二凤也是他10月怀胎生下来的，他怎么能不心疼不难过？立夏在村里住了10天，10天后，四凤和生去镇上，回来后带来了邹志江的话，让立夏收拾收拾，赶紧走。立夏简单收拾了行李，给家人告别后，先坐船去镇上。这么好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四凤啊，哎呦，五凤也来了啊！快进来。刘爷爷，今儿个来呢，想跟你说个事儿。辣椒收了太少，我带来了一点，做辣椒酱根本不够。啊！刘年人脸上的笑容渐渐有些僵硬。那天听四凤说做辣椒酱，他已经踌躇满志了。可是现在四凤说辣椒太少，这可咋办？收成很少，只有2箩，都在院子里晾着。我本来想用一半做辣椒酱，另一半做种子，现在看来全都得做种子。今年只种了18颗，明年开春后要是全部种下，就能收获更多。刘年人咂咂嘴，说不出话来。他一直都在等着辣椒，现在希望没了。刘爷爷，虽然辣椒酱现在做不了，我又琢磨了个小食，这种小食应该是西北那边的特产，咱们这边还没有。我试了试，挺好吃的。今天特意过来请刘爷爷尝尝，要是刘爷爷觉得可行，你们可以专卖这种小食。刘年人将信将疑，不知道四凤说的小食到底是什么东西。按照四凤的要求，刘炳元拿来了白面、水、盐巴。刘年人和刘炳元在一边看着，洗面团的时候，刘家父子呆住了。这是什么操作？把面团放在水中洗，那不是浪费吗？洗面团的水1遍、2遍、3遍，直到成了清水，五凤才停了手。刘爷爷，这水别动，我们出去转转，买点东西，1个时辰后我们回来再继续。3个女孩子在镇上买东西，来扭眼间，忽然就看到姚牡丹了。五凤，这么好看，那是不是你老公啊？点个订阅吧，点个订阅吧。五凤顺着蓝妞的手指着的方向看去，果真是姚牡丹。姚牡丹正在和一个男人说话，姐，老姑在那边。四凤看过去，还真是姚牡丹。四凤多了个心眼儿，问刚才他们买东西的杂货铺的老板。老板听清楚四凤问的，说哪家姓吴，吴家在前街卖粮油。四凤问的是吴家的独子吴富贵。四凤没有再问下去，这不是他要关心的事儿。不过四凤难得八卦了一回，没听说姚州市给姚牡丹说亲呢，难不成姚牡丹是自由恋爱？乖乖，这也很前卫呀。3个女孩子回到刘家，按照四凤出去时交代的，刘炳元已经烧了1大锅开水，五凤和蓝妞一起开始做凉皮。一番周折，凉皮终于做成了。四凤，这是什么？刘爷爷，这就是我说的凉皮，应该是西北那边的小食，咱们这边没有，我也是偶然听别人说的，在家里琢磨了好几遍才弄成了。刘爷爷尝尝，看看好吃不好吃。刘年人将信将疑地拿起筷子，夹了1小块凉皮放入口中，溜滑溜滑的，这热天吃这个正正好。好吃。炳元，你尝尝。四凤，你今日来就是为了教我们做凉皮？对呀，辣椒收成太少，需要扩大种植面积，收获的辣椒多了才能做辣椒酱和辣椒粉。可是刘家的饭馆已经关门了，老关门也不是事儿，不如先做凉皮。这东西做起来就是工序复杂，但热天吃起来爽滑顺口，冷天还可以加了豆芽炒着吃，价钱上也便宜，应该能打开销路。四凤，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对刘家的好，刘爷爷记在心里。四凤笑笑，他受刘年人最初救助之恩，又受刘年人最近的帮助之恩，这份恩情他记着呢。刘爷爷，调料那边你可以自己琢磨琢磨，按照客人的口味随意改良。卖凉皮没有之前开饭馆挣钱多，工序也复杂。刘爷爷，您斟酌斟酌再说。四凤又和刘年人说了一会儿话，还把自己画的蒸面皮的大罗的图纸给了刘年人，3个女孩才离开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刘年人送四凤等人出了饭馆，看着四凤去了酒楼，才返回自己的家。刘炳元正在琢磨四凤给的图纸。看明白没有？有点明白。那你的意思，做还是不做？做吧。虽然做凉皮的步骤繁琐复杂，但咱们现在也没有生意，做一些小食，挣点小钱也行啊，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呀。你能想通就行啊。炳元呐，这做人和做生意是一样的，讲究的是实诚。什么叫做童叟无欺呀？你明白吗？那就是说，不卖假货，不做假人。你看看四凤啊，光明磊落，
从不藏着掖着。他和邹志京来往，不瞒我不背我。他说让咱们做辣椒生意，但是现在辣椒太少，他的承诺兑现不了了，就给咱们提出了凉皮生意。这叫什么？这叫不欺心，明白吗？四凤小小年纪什么都懂，你呢？年近40的人了，还如此的固执己见。哎，你呀，好好想想吧。刘炳元被流年人训斥，不敢反驳，虽然心里还是有些别扭，因为这是四凤想出来的法子。他之前在爹面前可是说了一堆四凤的坏话，如今四凤又过来帮他们，他的脸上色辣辣的。点个订阅吧。再说四凤回到村里，意外的见到了姚菊英。姚菊英和孟旺一起来的，孟旺和和珅说话，和珅调侃着孟旺，孟旺的脸通红。大姑来了呀？哎，来了，我呀是带着孟旺来找你桂枝婶说孟旺和春燕的亲事儿。表哥，以后我见到春燕是不是得叫春燕嫂子啊？孟旺的脸更红了。大姑，见桂枝婶了没啊？见了，一早就来了，在你桂枝婶家吃的晌午饭，俺们是来给春燕送礼的。四凤知道农村人娶媳妇嫁姑娘没有贵人们那么讲究，没有那么多礼数，但是最基本的礼还是要有的。四凤啊，大姑啥话都不说了，到时候你们一家都过去吃席，啥也不用带，你们能来就是给大姑长脸。大姑，听你的，我们啥也不带，就2个肩膀抬1张嘴，4个人4张嘴，吃去，把大姑家席面上的肉吃得干干净净。你这孩子呀，不管说啥大姑都觉得好，你们4个都去，保管让你们吃到肚子外面去。大姑，我们空着手去会让人笑话的。再说了，当初表哥来帮忙盖新房，工钱给的本来就少，这么着吧，我种的棉花收获了，不掏钱的东西，我送表哥1床新棉花被子，这也算是我代替我爹给表哥的贺礼。菊英听四凤这么说，眼睛湿润了。四凤这么好，哎，三弟怎么就那么早去了？大姑，你也不用推辞，这是我代替我爹给的，舅舅给外甥送礼，天经地义。姚菊英还能说什么？抹着眼泪点点头。大姑啥也不说了，听你的。孟旺啊，记住你表妹的好，往后你们多亲近，你们可是嫡亲的表兄妹。点个订阅吧。收了麦子，四凤决定去趟京城。算算时间，从他把和珅从小有河救出来到现在已经1年了。和珅的记忆在断断续续的恢复，但是恢复得很慢，那些记忆片段一点也不连贯。四凤觉得应该和和珅去京城，和珅的记忆里有很多和京城有关，那里应该是和珅生活的地方。现在紧要的是先找到和珅的家，没有家的感觉是痛苦的。四凤跟和珅商量了，和珅没有说愿意，也没有说不愿意，说到底他还是想先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小有河的上游落水，又为什么会受伤。四凤却不容和珅迟疑，哥，你不能总是这般瞻前顾后，有些事情不是靠等就能想出来的。咱们去京城，到了熟悉的地方，你肯定能想出更多东西来。我知道你担忧什么，与其为那些未知的担忧，不如迎头而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有什么大不了的？四凤这般豪言壮语，让和珅感慨，和四凤相比，他胆儿小了。好，那我们把五凤和东宝都带上吧，他们2房的家我不放心。好，我们一家都去京城。到了京城，你要是还什么都想不起来，找不到家，咱们一家人还回来。和珅笑了笑，准备去京城。四凤需要把家里的东西规整规整，首先是搬家。新房盖成已经放置了1个夏天，里面的东西都已经置办的差不多了，搬回去也就是瞅个吉日的事儿。还有，为防着东院的人再霸占他的家，他决定去族里和长辈们说道，再找杨正元说，以此来管束住姚老二的人。点个订阅吧。四凤开始着手准备，先是瞅了个黄道吉日，在西院门前放了1挂鞭炮，又学着老辈人的样子在堂屋上了香。其实上香这事儿姚老爹来做最合适，可是四凤却没有去喊姚老爹，只是自己简简单单的做了。那件事四凤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再加上姚老爹在这件事上软弱妥协和稀泥，这样的处事方式四凤很看不上。中午，四凤请了族里的几位长辈并姚老爹还有杨正元，好酒好菜招待。吃饭的时候，四凤说了件事，四凤的意思是村里的孩子都不能去学堂，杨大壮、六蛋、黑皮等等都不识字，这样下去不好。一个村想要往更好处发展，就需要多读书认字，读书认字明理明事。
我的意见也不知道成熟不成熟。村里那2间公房，我们之前住的时候已经拾掇干净了。村长伯伯不如去寻访一个教书匠，每年的束修我来出。先生到村里来，如果自己不做饭，咱们村有孩子上学的家，可以轮流做饭给先生。如此一来，咱村自己也有了学堂，我们就都能认字了。四凤这一番话让场中几个人都拍手叫好。哎呀，四凤，你叫伯伯都说什么好啊？找先生这事儿包在伯伯身上，等找到了先生，咱村的孩子从5岁起都进学堂。族里的长辈更是觉得荣光。四凤姓姚，他们姚家的闺女出钱办学堂，惠及全村，惠及子孙，这是姚家的大好事。说完办学堂的事儿，四凤才抛出了自己的担忧，说自己要陪着和珅去京城找和珅的家。出去的这段时间，希望族里的长辈们看着，西院是姚家3房的西院，不能被别人平白占去。族里的长辈和杨正元都感念四凤办学堂的事儿呢。听四凤这么说，纷纷表态，一定会看着点个订阅吧。送走族里的长辈和杨正元，姚老爹又转回来。四凤啊，爷啥也不说了，爷好好给你看家。你二伯要是再敢来西院，爷打断他的腿。四凤看着姚老爹，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姚老爹是好人，对他好，可是他对东院的人也好。在姚老爹的眼里，手心手背都是肉，无关对错。可是正是这种无原则的好，才导致姚老二肆无忌惮。下晌，四凤去了趟镇上，先去了酒楼，和邹志江说了自己的意思，请邹志江给乔瑞林写封信，告诉乔瑞林自己要去京城，到时候会麻烦他。邹志江当然欢喜。四凤去了京城，见到乔瑞林，京城的一些难事，四凤总能出点主意。四凤又去了刘家，刘炳元已经开始卖凉皮。哎呦，四凤来了，快里面坐，里面坐。刘炳元笑着和四凤打招呼，现在不做菜，改做凉皮。虽然赚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但独门生意只此一家，好啊。刘年人和四凤在后院说了会儿话，四凤告诉刘年人自己要去京城，等到了京城，如果有合适的辣椒种子，他会带回来一些，到时候他们就能尽快的种辣椒。刘年人听说四凤要去京城，心里暗暗吃惊，这才短短1年，四凤从当初的小柴火妞成长成了大姑娘。四凤这一路走得真快呀。刘年人送了四凤10两银子的诚意，这是讲究。四凤没有推辞，收下了。点个订阅吧。当晚东院又闹腾了一番，不为别的，就因为四凤一家去京城，五凤想让蓝妞也去，东宝想带春芽子去。蓝妞和春芽子长这么大，连县城都没去过。四凤想了想，觉得可行。到了京城，自己会陪着和珅找家人，带着五凤和东宝不方便，把蓝妞带去了。蓝妞和五凤2个人在一起不会寂寞，东宝和春芽子在一起也不会无聊。这事儿被立秋听说了，立秋就回家给姚老二说了。姚老二立马给姚州市告状，说四凤放着立秋3凤6凤不带，要带蓝妞和春芽子去京城。姚州市自然120个不愿意。现在听说四凤要带着蓝妞和春芽子去，就盘算着让四凤把姚牡丹带出去。姚牡丹长得好，万一到了京城被哪个贵人相中了，那牡丹可就嫁到京城了。姚老爹从外面回来，姚州市急忙慌地给姚老爹说，他让姚老爹去要求四凤带姚牡丹，别的都不要，就要牡丹嫁到京城。姚老爹差点气笑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姚州市会有这么大的口气，让姚牡丹嫁到京城，这是不是异想天开？这事没想天就开了。要去你去，我没那脸。算计四凤是你，要求四凤带他老姑也是你，你咋恁大脸？不嫌丢人？牡丹那样让她嫁进京城，你咋不说把牡丹嫁给皇帝呀？皇帝金尊玉贵，要啥有啥，你咋不抢？姚州市眼冒金星，姚老爹这几句话就像拿鞭子打他的脸。你以为我不想把牡丹嫁给皇帝？牡丹要是能嫁给皇帝，我就是皇帝他丈母娘。哼，牡丹长得那么好，自然要嫁给最好的人。死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有他哭的时候，你赶紧去。姚老爹冷笑，不搭理姚州市。姚州市气得又开始跳着脚骂姚老爹。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切准备就绪，四凤决定出发。这一天，双柱一家、东院姚老爹、姚老大夫妻还有杨正元等人都来送，每个人都叮嘱四凤要路上小心点儿，吃饱穿暖什么的。临上船，姚老爹又揪着和珅
叮嘱和珅一路上要照顾好四凤一干人。双柱、桂枝更是拉着蓝妞，让蓝妞听四凤的话，到了京城不能给四凤丢人什么的。还有春伢子，他们夫妻连晚上春伢子尿尿都叮嘱到了，生害怕春伢子闹腾，耽误了四凤的正事儿。镇上，邹志江已经把什么都准备好了，而且他要陪着四凤一家去京城，这也是昨天晚上邹志江想了半天决定的。在府城，四凤那一番操作，让酒楼和乔家意外收获了不少人脉，这是以前他们想尽办法都想得到的。以前他们逢年过节都给贵人送这里那里的，可是收效甚微。没想到四凤在府城小试牛刀，就让府城的酒楼收获满满。四凤提出去京城，他求之不得，公子那边定然也求之不得。为了照顾好四凤，邹志江决定亲自陪着四凤去京城。一路上，东宝有了春伢子，五凤有了蓝妞，他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说个不停。五凤，京城在哪边？那边。那边是哪边？就是那边的那边。怪五凤，你也学会哄人了。那边的那边，那边的那边是哪边？那边的那边，不是那边的那边。点个订阅吧。这一路走走停停，40多天后，他们总算是到了京城。蓝妞、五凤、东宝、春伢子一路上对京城有多期待，当马车停在京城青山酒楼，4个孩子就有多震惊。邹志江已经进了酒楼，他要见到酒楼的大掌柜乔安怀。乔安怀和他一样，都是乔家的家生子。哥，这是京城？是，这就是京城。姐，我想一会儿进了酒楼，安顿下来就好了。蓝妞根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跟着五凤。四凤姑娘，里面请，已经给公子报信了，公子一会儿就到。按照邹志江的意思，乔安怀亲自带着四凤等人去了酒楼的后街旁边的一个2进的小院，很僻静。他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很好，这是在路上四凤和邹志江商量好的。他们这么多人住在酒楼后院多有不便，不如在外面单独找一个院子的好。四凤姑娘，先洗漱洗漱，一会儿啊，一样东西都会送过来，都是新的，有些仓促，还望四凤姑娘别见外。多谢乔掌柜，给你添麻烦了。四凤姑娘说哪里话呀，都是应该的。四凤姑娘在府城的事，公子跟乔某都说了，公子吩咐过，姑娘和咱们是一家人，不敢有什么见外不见外的。姑娘和令兄先洗漱安顿，乔某去接应公子。点个订阅吧。四凤，哎呀，可把你盼来了，真是想死你了。如果在镇上，在县城的乔瑞林是张扬的、傲气的，那么这时候的乔瑞林就是低调的、内敛的。乔瑞林果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京城果然是让人小心翼翼的地方。乔公子好，乔公子好久不见，你好。四凤，好久不见呐，你好。走吧，屋里坐。乔瑞林跟着四凤进了屋，屋里刚刚被收拾过，干干净净。四凤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想来京城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还好我没有南下去江浙，要是再迟2天呢，我就南下了。哎呀，幸好你来得及时。老邹，这可是你的错呀。是，公子教训的是老邹的错，我也是想着公子一直盼着四凤姑娘，想给公子一个惊喜。怎么非要单独出来住啊？住酒楼后院那多好啊，里面一样东西都是齐全的，不像这里寒酸的很。一点也不寒酸，挺好的。酒楼后院人来人往，我们这么多人住后院多有不便。说话间，乔瑞林站起身，郑重地冲四凤深深一躬。乔安怀和邹志江也跟着冲四凤深深一躬。多谢。他当然知道乔瑞林这一礼是为什么。他在府城那一波操作，让府城酒楼收获满满，让乔家也收获满满。点个订阅吧。第2天一大早，和珅起来收拾院子，四凤、五凤、蓝妞收拾屋子，一些东西该规整的规整，该摆放的摆放。虽然是临时住处，但他们要在这里住的不是1天，在京城，这就是他们的家，家里应该是温馨的、舒适的。夏晌刚吃过午饭，乔瑞林来了，要带他们上街去逛逛。几个人边走边看，忽然一个人骑着马迎面而来。那人骑着马，
错过和珅等人后，忽然又勒住马。那人跳下马，噔噔噔跑过来。君玉，是我是胡勇，勇子。哥，先别动手。啊，什么？你叫他哥？他是你哥？对，就是我哥。和珅看着眼前的胡勇，一张脸面无表情。胡勇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疑惑、惊异，当然还有欢喜。可是你明明就是君玉啊！你要不是君玉，怎么和君玉长得如此像？天下真有这么像的人？没听说君玉有双胞胎兄弟啊！胡勇还要拉和珅，和珅后退2步，做出的动作让胡勇吃惊。你这动作和君玉一样，君玉也不喜欢人亲近他，连王爷和少安都不行。你是君玉，肯定是。等等，君玉的右肩上有个胎记，你让我看看。这位大叔，您这样不好吧？当街扒人衣服，知道的是您在找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有不良嗜好呢。四凤知道，现在和珅还什么都想不起来。如果眼前这人硬要把他们的过去塞给和珅，和珅肯定又会头疼。和珅的一切记忆都必须建立在顺其自然上。点个订阅吧。乔瑞林听胡勇说什么君玉、少安、王爷，心头一震，果然让他猜对了，和珅的身份不简单。虽然不知道王爷是谁，但不管哪个王爷，只要称之为王爷的，定然是当今圣上的儿子或者兄弟。乔瑞林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和珅在20岁左右，眼前这个胡勇也就20多岁，一帮20岁左右的人肯定不会和老王爷们整天在一起，那么和珅曾经交往的就是皇上的儿子们了。20岁左右的王爷，当朝也就是豫王、襄王、成王、连王、安定王，还有宁王。在下乔瑞林，这2位是小可的亲戚，刚从大名府来，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乔瑞林不知道四凤和珅到底什么意思，但是见和珅没有相认的意思，只能先出面打圆场。不管怎样，他现在都要护着四凤和珅。奇怪，天下还有长得这样像的人。四凤拉着五凤蓝妞跟在后面，但四凤的心里却在敲小鼓。刚才那人说什么王爷，和珅的身世之谜越来越接近了，能和王爷结交的家世定然显赫非常。爷，您这是咋了？看见谁了？我的天，不行，我得去找人。奇了怪了，孙子，你看着前面那帮人没有？就是那个穿着蓝衫拉着小孩的那个，你给爷盯住了，不要让他们发现，看看他们去哪儿做什么，这么好住哪儿，看，这么好看，记住没有？点个订阅吧。乔瑞林送四凤等人回去后，坐上马车，直接去了乔家。在乔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乔瑞南从宫里出来。乔瑞林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说给了乔瑞南。大哥，他们提到了柴王，难道和珅就是柴王丢失的孙子柴君玉？大哥，你说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你现在是关键时刻，要是能和柴王府搭上关系，你什么都不要做，该怎么照顾他们就怎么照顾他们，不要存着搭上柴王府的心思。记住了，你只要和姚四凤和柴君玉维持好关系就行。可是大哥，柴王爷可是咱们大宋唯一的一个异姓王啊，他若是能够为你说上一句话。六弟，你不懂，你只要照着我说的做就行了。他们在京城这段时间一应吃穿用度，不用最好，中等偏上就行。你有事尽管忙你的事，让邹志江多尽心就行了，明白吗？不明白，这明明是个好机会啊！六弟，你忘了爷爷说过了，以不变应万变。咱们现在若是多走一步，那就是巴结。何况柴王府是大宋唯一的异姓王，众人都看到了柴王府的尊崇，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够看到柴王爷的谨小慎微？大宋一半的兵权岂又是那么容易掌握的？乔瑞林懵懵懂懂，有那么一点点明白，又有无数的不明白，但是他知道一点，爷爷说过，在京城凡是要听大哥的，好，那就照大哥说的办。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天黑的时候，乔瑞林又来了。四凤，这回不找你，我找何兄。你多大？24，咋了？我哥20，你叫他何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不管年龄大小，兄是敬称，你一个女孩子不懂。我们出去转转，走了。乔瑞林和和珅并肩出门，四凤看着他们俩的背影，若有所思。难道乔瑞林发现了什么？
不过四凤是赞成和珅出去走走的，碰到的熟人多了，记忆的片段就会越来越多，这样有助于恢复他的记忆。繁华吧，和咱们镇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瞒你说，我在京城住了一段时间，就想回镇上。我们家老爷子说我常回去才能够守住本心。说的也是啊，我定力不如我大哥，常在这种繁华之地，时间久了容易迷失了本性，所以需要时常回去，让自己安静安静。走，上去，咱们到楼上，让你看看这汴河的夜景。我听四凤说，和兄的记忆时断时续，这种事情急不得，需要慢慢来。那些丢失的记忆，他来了就顺其自然，他要是不来，也不用管他。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美吧，在你的记忆里肯定是有这些的，只是你想不起来了。四凤是个好姑娘，你若是能够护她周全，就护她到底；你若是不能给她未来，还是不要说出来，免得徒增烦恼。和珅浑身僵硬，乔瑞林的话就像一盆冷水，当头泼到了他的头顶，让他从头到脚一片冰凉。四凤的心胸和眼光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我欣赏四凤。和珅猛地扭头瞪着乔瑞林，眼眸中似乎有火光。点个订阅吧。别，你这眼神能把我杀千百回了，能不能听我说完？我喜欢四凤，可是这种喜欢是很纯粹的，是那种哥哥对妹妹的喜欢。你也知道，我孩子都几岁了，哪里会去打四凤的主意呢？四凤那性子岂会是给人做小的？之前我就怀疑你的身份不简单，今天那个胡勇说什么少安王爷，如果你经常和什么王爷在一起，你的家世肯定是非富即贵。照这样的推断的话，以你的年龄应该是已经有了家室，有了妻小。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办？你又能护四凤到几时？兄弟悠着点，在不能确定自己未来之前，先不要和四凤说。我是为四凤着想，我想利用四凤在生意上赚钱是不错，但是我更欣赏四凤的聪慧，我希望四凤好。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到了京城后越来越不安。在杨家岭，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说自欺欺人，不去想。可是到了京城，他的身世很快就会揭开。怎么办？就像乔瑞林说的，他能护四凤到几时？刚才那些话呢，我也是胡思乱想的，你也别太放在心上啊。毕竟这事儿谁也说不清楚，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这事儿啊还远着呢。你呀，现在就好好的守着四凤和几个弟弟妹妹，过一天算一天，珍惜眼前，知道吗？你不能打四凤的主意。我的和兄，我都跟你说清楚了，我已经有妻小，四凤才12岁，我拿四凤当妹妹，明白了吧？参谋，要不要我给你发图示？点个订阅吧。君玉，我是少安呐，你真的是你？今天勇子说在大街上见到一个和君玉长得极像的人，我们都说勇子胡说，原来勇子没骗人，他说的是真的。少安，你和谁说话？别听胡勇乱说。君玉啊！乔瑞林认识此人，这就是宁王，德妃的小儿子宁王。君玉，你真的是君玉？胡勇，你说的是不是他？对，是他。我还让顺子跟踪了他，找到了他的落脚地。可是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现在你们都信了吧？宁王和梁少安一左一右打量着和珅。乔瑞林想替和珅解围，可是和珅被人围在中间，他根本挤不到近前。君玉，你怎么不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1年多来，我们可是到处找你。你知道我们从北疆出了多少人吗？哎呀，你怎么一点信都不给我们？就算是你不给我们信，难道连柴王爷爷你也不管吗？虽然已经从大哥那里知道和珅就是柴君玉，就是柴王精心培养的孙子，可是这会儿听这几个贵人这样说，乔瑞林还是震惊不小。君玉，你到底怎么回事？好歹说句话呀！对呀，你怎么会失踪了1年多？你现在回到京城，怎么也不回家？柴王爷爷因为你失踪的事儿病了好几次了。今天听勇子说，我还不相信呢，我还以为是勇子想你想疯了，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对，起初我们还想着去安慰柴王爷爷，可是王爷说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柴王爷爷看见我们就想起了你，必定会更加伤心，所以我们就没有常去了。还有少安隔三差五的去和柴王爷爷说话，柴王爷爷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外公这1年老了很多，你没有见到他头上的白头发已经很多了，我们找了几次都放弃了。还有人说你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外公不信呐，
外公执意要找，他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只要一天看不到你的尸体，他就相信你是活着的。果然，外公是对的。梁少安的一番话让在座的几位眼圈都红了。你都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在大街上看到你，我有多欢喜啊！我都说是你了，肯定是你，可是他们就是不信，他们不信我。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和珅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从这些人的表情上看出来，他们都是他的挚友，这个梁少安更是他的表兄弟。可是他们这样，他的心里只有微微的触动，却没有更深的感动。他忘了，他把他们都忘了。对不起，我忘记了过去了。其实想起来也只是一点点片段。你们几位如果是我的好友，请见谅，我没有一点记忆。什么？你说什么？你失去了记忆？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呀？和珅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但潜意识里他信任眼前这几个人。于是和珅把自己如何被四凤从小友河中救上来，又如何在杨家岭住到现在，都说给了眼前的几个人。宁王一眼不眨地看着和珅，听和珅说话，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你失去了记忆？这么说，以前的事你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你为什么去北疆？你为什么会掉进河里？一点都没有记忆吗？你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记得了？不可能啊！你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呢？你是奉圣旨去北疆巡查军务的，你去的时候，柴王爷爷亲自送你到了城外，我们也去了。本来我还想和你一起去北疆的，可是因为我还在守孝，没去成。对，原本我说了要和你一起去北疆的，可是偏偏我和老胡正好奉命去东海，等我们回来就听说你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还悄悄地去北疆找过你一次呢。一无所获。当众人说话的时候，和珅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因为他们的讲述，和珅不由自主地想顺着他们的话去回想，可是这一回想，头就开始隐隐作痛。渐渐的，和珅的额头开始有汗珠，表情也越来越难受。忽然间，和珅双手抱着头，头开始疼了，千万根针扎过来，脑子里一片混乱。君玉，你怎么了？和珅，别急，咱们这就回去，四凤还在家等着呢。你是谁啊？他是君玉，不是和珅。来人，快请大夫。哥，我来了，我是四凤。想不起来咱们就不想，不用强迫自己。东宝和五凤都在家等着你呢。你要是再不回去，东宝那爱哭鬼可就哭起来了，他一哭起来可就没完了，还得你哄着。你不是说回去要给东宝买一个糖人吗？这么好看，你买个糖人呢？点个订阅吧。不管你们以前和他有什么交情，请你们不要为难他。1年前我从小友河救他上来时，他脑后有一个大包，前胸后背都有伤，他失去了记忆。这1年偶尔会有一些记忆片段自己涌现，他的记忆里有异香居，有汤泉池，有一个白发好手的老人，这些都是自己涌现出来的。但是如果你们强迫他去想，他会头疼。刚才这样你们也看到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他的故交好友，请你们让他自己想起来。宁王等人面面相觑，久久不能平静。四凤那番话透露的信息太多了。1年前在小友河救君玉，1年前君玉身负重伤，君玉到底在北疆经历了什么？你们先回去吧，我去趟柴王府。我和你一起去。永子，你知道君玉住在哪儿？北齐坊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顺子今个早上跟了他们一早上。永子，今天的事叮嘱酒楼不要向外说出去，一个字都不许。马车里，宁王和梁少安面色凝重。王爷，这事很蹊跷。是啊，1年前受伤，脑后大包，前胸后背受伤。虽然不知道杨家岭在哪儿，但咱们派出去那么多人都没有找到，可见君玉被水冲得很远，以至于脱离了咱们的搜查范围。怪不得1年多找不到他，原来是失去记忆了。如果他没有失去记忆，他早就和咱们联系了。少安，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君玉是奉旨前去查军务的，怎么会受伤？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君玉什么风浪没经历过，怎么会被人算计？这是我一直都想不通的地方。什么人能近在咫尺的对君玉下手？那就是君玉身边的人。雨桐呢？他最后叫你那一声表哥，可见他有那么一点记忆的。不急，慢慢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柴王府，宁王梁少安没有让门房通禀，熟门熟路进了柴王的院子。他们常来，梁少安又是柴王的亲外孙，门房自然没有阻拦。柴王爷爷，外公，
宁王和梁少安各自给柴王行礼。如果和珅现在在此地，定然会吃惊。柴王和他的记忆里的白发好手的老人一模一样。这么晚来，可有何事啊？外公，我们今天见到君玉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柴王爷爷，我们今天见到君玉了。柴王转头看着宁王，似乎不相信，但是宁王点点头，非常确定地重复了刚才的话。他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呀？他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他吗？外公，您别着急，你听我们说完。快说，他在哪儿？外公，君玉是回来了，可是君玉已经不是原来的君玉了，他记不得以前的事了，他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什么？连你都认不出来了？是，君玉不认识少安，也不认识我，还有勇子、江承勋、李泽远，他都不认识。可找大夫看了，不行，我连夜进宫去请太医。外公，不急，您先坐下，听我说完。1年前，君玉受重伤，掉进河里，被一个女孩子救了。女孩子说，她救君玉时，君玉前胸后背都有伤，后脑有一块大包。然后君玉醒了过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柴王惊呼一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们几个都说了以前我们和君玉在一起的事，希望君玉能够记得起我们。可是君玉却是双手抱着头，很痛苦，他甚至想要头去撞墙。我们不知道君玉到底怎么了，直到那个女孩子来了，她说了好多好话，君玉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那个女孩子说，这1年来，君玉脑子里面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一些片段，他就不会头疼。但是如果君玉强迫着自己去回想，就会很头疼。所以我们也没有敢再追问下去了，让君玉走了。走了？走哪儿了？北齐方院子里有一棵大核桃树，这应该就是他们现在的家了。柴王爷爷，我已经吩咐过了，今日在酒楼发生的事情不能向外透露一个字。君玉见到我们反应那么强烈，我觉得我们最近不能够再去见君玉了。不过柴王爷爷，我觉得明日你可以换成便装去一趟北齐坊。对，外公，我们不去，你明天可以去试试。那女孩子说，君玉经常会想起一个白发好手的老人，那应该就是您了。咱们慢慢和君玉接触，让他慢慢想，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把君玉接回来了。明天我去明天我一定要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哥怎么了？乔公子，你不是和我哥出去吃酒了吗？怎么把我哥弄成这样？没事，东宝，你去帮着你五姐给哥烧糖水喝，哥喝了你们做的糖水，马上就好了。东宝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急忙去帮着五凤烧水。乔瑞林见和珅面色渐渐地恢复正常，才告辞离开。不过乔瑞林也是蒙着头走的，这一晚上的境遇超出了他的想象。五凤、东宝，你们去睡吧，哥没事了，睡个好觉。明个儿哥哥带你们去大街上买糖人啊。我现在有些后悔了，后悔陪着你来京城。京城虽然有你的故旧知己，可是你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像今天他们硬生生的把记忆强加给你，你的脑子会不由自主的跟着他们的思路走，这样对你不好。要不咱们还回去吧，等你完全想起来了，咱们再来京城。和珅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四凤没有问今天在酒楼碰到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知道和珅也想不起来，这个时候的和珅需要休息。哥，你闭上眼，我给你讲我们那里的事儿，你睡着了我再走，好好睡着一晚上，明天就好了。和珅很听话地闭上了眼睛。四凤开始讲他自己的过去，在四凤的轻言慢语中，和珅渐渐地沉入了梦乡。请问你是姚四凤姚姑娘吗？是我，老人家找我有事吗？昨天晚上的事我都知道了，我是金玉的爷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错不错，虽然稍显稚嫩，但假以时日，定然比君玉小时候打得好。多谢你。几岁了？打拳有多久了？刚才我看你扎马步，底盘很稳，你可不要不耐烦呐。这马步就是基本功，凡事都要一步一步来，明白吗？明白，哥哥也是这样说的。你哥哥呢？哥哥病了，昨天晚上和乔公子出去喝酒，也不知道乔公子让哥哥喝了多少酒，哥哥回来很难受。姐姐说不用喊哥哥，让哥哥多睡会儿，
睡到自然醒，病就好了。柴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病了，是昨天晚上宁王和少安说的病吗？请大夫没有？去吧，和春芽子洗洗，一会儿吃早饭。前院只剩下柴王和四凤。柴王看着四凤，半天没有出声。四凤淡淡然也不出声，两个人都在心里头思量。你救了君玉？君玉是谁？就是1年前你从河里救的人，他叫柴君玉，是我的孙子。柴君玉，挺好听的名字，比和生好听。怎么，他叫和生？我叫他哥哥，我把他救上来，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说他是从河里来的，就叫和生。柴王心里一阵绞痛，他可怜的君玉竟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他昨天晚上回来还好吗？我听少安说他头疼，可请了大夫，用不用请太医啊？